叩见皇上。不必多礼，快赐座。皇上老爷子好呀。哼，元正帝突然看到这么一个糟心玩意儿，那笑容突然就僵在了脸上。你怎么在这里？元正帝真的是难掩惊讶。要说元正帝有多么的讨厌君妻吧，那也不至于，就是看到他就忍不住的生气。你说这丫头没规没矩的也就算了，他还对自己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见一次就气他一次，他能待见他就怪了。路上碰到了，莫大王爷说要来游湖，特意问我要不要来。君妻的谎话那是张嘴就来，我想着也不能驳了莫大王爷的面子，主动来。不是，你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的？朕邀请的，坐吧。元正帝还能说什么呀？他总不能拆了自家大外甥的台吧？这才快来！一只肥肥的白鸭子迈着个小短腿，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趴在君妻的脚边。来，墨汁，朕跟你介绍。然后就见元正帝指着一屋子的男女跟玉墨汁一一的介绍，唯独就没说君妻是谁，也不跟他搭话。对于这明晃晃的无事，君妻也不在意。玉墨汁被元正帝赶出了船舱，坐到君妻身后不远处的小桌子旁。上钩了！一条差不多有手掌那么大的鱼就掉在了半空里。我钓到了！招财，我钓到鱼了！本姑娘跟你说过我很厉害吧？跟着本姑娘，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裤衩子都穿最大的。众人一看，不是你们钓鱼佬就不空军就这么兴奋吗？啊，就这么一条屁大点的小鱼，你这扯的有点离谱了吧？元正帝听到他的声音又是头疼了一下，他现在就严重怀疑这明悟方丈是在跟他打诳语吧？就这臭丫头，就这么一个不着调的德行，谁相信他是一个命格极贵的人？不过想到这丫头连那佛祖都退避的特殊能力，他觉得明悟方丈后面那一句极险的话，那绝对是真的，能把人给气死，这的确是很危险的。大小姐，你看这条鱼这么小，杀了太残忍了，不如你把它放生了吧。何大小姐别误会啊，我不是说你残忍，我只是觉得这鱼太可怜了。这是哪来的傻叉？你说的对，吕小姐你可真善良啊。哪里，何大小姐谬赞了。像吕小姐这么慈悲又仁爱的人，不去庙里普度众生可惜了呀。有人被他神反转的这么一句话给逗笑了，这不就是说吕妙妙适合剃度出家吗？哎呀，吕小姐你也别误会，我不是说你适合当尼姑，因为你的头型实在不好，没了头发可能会影响庙里的香火。这不就是说他没头发遮着，丑的会吓跑庙里的香客吗？被内涵连做尼姑都没资格的吕妙妙气得脸都扭曲了。何小姐，你不想帮这条鱼就直说，何必如此挖苦我？我直说了你就不逼逼了，想拿姑奶奶做踏脚石来彰显你的单纯良善，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那张虚伪的脸配不配？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被一个贱妾养大的贱种，粗鲁不堪，没有教养，怪不得连亲生父母都不要你。哦，对了，听说你亲生母亲还被人给我听说还是你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的。曲阳侯夫人现在可是个人尽皆知的破鞋了，她摊上你这么个扫把星女儿，也真是够倒霉的。亲生母亲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你居然还有脸出来玩？果然啊，像你这种贱妾养的，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不孝之人。吕小姐，你说错了，其实我是特别会为别人着想的人，所以你与曲阳侯私通的事，我一直没跟别人说过。一句话，周围的人都傻了，啥玩意儿啊？吕妙妙这位娇滴滴的千金大小姐啊，跟曲阳侯那个老头子，你胡说！吕妙妙大声嘶喊，眼眶通红，不管是真是假，这话如果传出去，她的名声就全毁了。我胡说？曲阳侯府那位二少爷为什么给自己亲娘找男人？还不是受了他亲爹的指使，想让亲娘下台给你腾位置吗？他那天那么下死手，不就是本姑娘发现了你们之间的龌龊事，他想杀人灭口吗？为了保命，我不得不到衙门去求救。本来我是不想掺和你们这些阿杂事儿的，但是你非要出来踩我两脚，我是真膈应。救命！我也给臣女做主。何大小姐她分明就是污蔑，这等污蔑之词，若是被有心人听了去，臣女还如何做人啊？做不了人，那就做畜生呗，反正你也不想做人。莫王爷，
吕妙妙嘴皮子可没有军妻厉害，只能是楚楚可怜的向玉墨之求救。别莫王爷了，没看到人家一点都不想搭理你吗？就你一个人跟个跳梁小丑似的，矫揉造作的让人恶心。他没吐出来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就别得寸进尺在这里腻歪人家了。吕妙妙现在那是哭也不是，不哭也不是，着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妙妙，怎么了啊？出了什么事啊？娘，怎么了？你说话呀！何君妻他说女儿，他说你什么了？吕夫人那个着急呀。我说他跟我那个比后爹还不如的亲爹曲阳侯有一腿。军妻都替吕妙妙急得慌，不就是一句话吗？至于这么磨叽吗？什么？何大小姐，女儿家的名声大如天，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你为何如此的污蔑小女？你先问问你女儿说了本姑娘什么再说这话吧。不管妙妙说了什么，你这样污蔑一个女孩子，那就是不对。你难道不知道名誉对一个女孩子有多么的重要吗？如此口出妄言，着实恶毒。恶毒？咋的？你们母女想合伙欺负本姑娘啊？本姑娘还就告诉你，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你女儿也跟曲阳侯上过床，有过首尾了。我可是亲眼看到她半夜3更的出现在了曲阳侯的床上，她屁股蛋子上的胎记我都瞅见了。若不是因为我撞破了他们的奸情，你女儿何至于逮着我来找茬啊？君妻说的信誓旦旦，本来不相信他话的众人一下子都犹豫了。这么隐秘的地方的胎记都见到了，这不应该有假吧？你信口雌黄！吕夫人就没见过这么混不吝的，着实被气得不轻。你要想证明清白也不是不行啊，是让你女儿当众脱了裤子看看不就清楚了吗？就问他们敢不敢了吧。只要这吕妙妙不脱裤子，今天那君妻就能把这屎盆子给他扣死了。吕夫人不要生气嘛，说不定以后本姑娘还得称呼您一声外祖母呢。曲阳侯虽然人老了点，但生在儿女有出息。您想想，您白捡这么多优秀的外孙外孙女，这得占多大的便宜啊！被气得头晕眼花的吕夫人突然就意识到，跟眼前这个混不吝的根本就不能讲道理，越讲越乱。今日本夫人就替曲阳侯教训教训你这个无法无天、无中生有、口不择言的无耻之徒。说着，吕夫人扬起了手，就狠狠地朝着君妻的脸上扇去。君妻一把就抓住了吕夫人即将落到脸上的手腕，一个用力，吕夫人啊的一声尖叫，随即就露出了痛苦的神色。小贱人，你放开我娘！吕妙妙见自己的母亲败下阵来，凶狠地朝着君妻撞了过去。君妻本来就站在船头，她一个闪身，吕妙妙刹不住脚，直直的就从船上掉下去了。妙妙，快救救我女儿！船上的船夫护卫下去了3、4个去救人。君妻把脚边的鱼竿朝着水里伸去，只要有人靠近吕妙妙，他就用鱼竿把人给扒了开。最后呢，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吕妙妙的力气越来越小，慢慢的往下沉去。我还以为有多大能耐呢。等吕妙妙被拖上来之后，人已经失去了意识了。吕夫人呢，则冲到了渊正帝的面前告御状。渊正帝的太阳穴突突直跳，他发现面对眼前这块毫无悔意的滚刀肉，比处理国家大事还累人呢。说，为什么造谣污毁吕小姐的名声？皇上，你可不能污蔑我，我亲眼见的，一点都没骗人。我说我亲眼所见，你们不相信我也没办法，但你们不能说我撒谎不是？你知不知道没有证据，随意造谣污蔑官眷是要坐牢的？咋的？想吓唬本姑娘啊？我亲眼所见，我就是人证，有能耐咱们上公堂去理论理论。就怕吕妙妙不敢。何大小姐，不管怎么说，你也不应该害吕小姐落水，万一要是出了事怎么办？万皇后就跟渊正帝一样，也没有见过这么混的人呢。皇后娘娘，您到底搞没搞清楚状况？当时是吕夫人想伸手打我，我抓住她的手，都没打成，她女儿就冲过来撞我。当时我可是站在船边上，这要是被她撞的，那我岂不是掉水里了？于是呢，我就闪了一下，结果吕小姐她自己用力过猛，收不住脚，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这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到了，您尽管去问问，我可有一句假话。那你也不能拿鱼竿阻止别人去救吕小姐，害得她差点溺水而亡。皇上，你可不能乱说啊！我那是拿着鱼竿想把她捞上来，结果他旁边那几个人总往我鱼竿上撞，害得我救不到吕小姐，我都急死了。渊正帝还能怎么办呢？骂他一顿呢，吵不过；打他一顿呢，也没理由啊。他也害怕遭到反噬。你回去抄女诫，什么时候这不着调的德性改好了，什么时候就不用抄了。渊正帝觉得不罚点什么，
他这一国之君的脸面也过不去，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稍作惩戒。皇上，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我哪儿不着调了？您说说看，我现在就能改。哼啊，你还觉得自己挺有理是吧？啊，就元正帝就觉得自个儿真的是挺想打人的。再争论下去，那肯定是又一次被气的过程。干脆啊，元正帝直接就命令他抄上100遍，100遍呢，这抄到明年都抄不完。哼，抄就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咱们走着瞧，不讲理的老头子。元正帝就当作听不见，处罚落实了，他也算是出了一口闷气。元正帝为了安抚吕夫人母女，特意的赏了一些东西。可君妻一听这吕夫人母女还得了东西，就他没有啊，又不乐意了。哎，皇上，我不服！元正帝见他又窜出来了，脑瓜子是嗡嗡的。这有你什么事儿？元正帝是真想亲自拿上一块抹布，堵住他的嘴。要不是吕妙妙先骂了我，也不会有这么多事发生了。凭什么他一个挑事儿的得了东西，我这个受害者什么都没有，还得挨罚？他骂你什么了？元正帝对于这个谎话连篇的臭丫头那是一点的信任都没有，相反，在他面前一直俏皮可爱的吕妙妙反而是更得他的好感。他骂我是贱妾养的贱种，还说曲阳后夫人是破鞋，他还说我是扫把星。不信你可以问问他自己有没有说过这些话。反正君妻是不怕他撒谎的，毕竟好多人都听到了。你真说过这些话？皇上，臣女也是被何大小姐气得很，才口不择言的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你瞧，他承认了吧？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可见你跟你大外甥显然也没怎么用心嘛。君妻还顺带着奚落了元正帝一句，元正帝也没法反驳他呀，毕竟吕妙妙那话说的确实是太过分了。别说君妻了，但凡是有点脾气的都不能忍。这么说起来，他被整治那是一点都不冤枉。话说这现在的女孩子咋就这么不靠谱呢？一个是能够把人给气出心脏病来，这个在他面前乖巧伶俐的，那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元正帝心累的都快要散架了，他烦闷的收回了刚刚对于吕家母女的赏赐，命令吕妙妙回家闭门思过去了。皇上！君妻咋咋呼呼的冲到了船舱里。又怎么了？元正帝连生气的劲儿都没了。皇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你要不要听？听的话，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听。元正帝正烦他呢，连他讲话都不想听，还管他有什么狗屁的消息。皇上，我这个消息可是关系您和在座的身家性命，您确定不听？说吧，什么消息？元正帝还是不相信这个不靠谱的会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这个消息很重要，皇上您就不考虑给点什么奖励？元正帝跟众人就不是你知道你在跟谁要钱吗？啊！万皇后示意身旁伺候的宫女拿钱。还是皇后娘娘大方。皇后娘娘您真是人美心善，平易近人，花容眼貌，秀外慧中。您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不过您有一点特别讨厌，特别的令人喜欢，百看不厌。这小丫头气人的时候是真气人，但有时候也是真让人想笑。行了，别贫了，现在可以说是什么消息了吧？哦，对了，就前面有座画舫，我感觉杀气很重，皇上您还是早做打算的好。哼，就你还感觉到杀气？切，这丫头绝对是来骗钱的。她船上这么多的高手护卫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偏偏这家伙感觉到了什么杀气，吹牛皮都没这么吹的。我跟您说真的，皇上杀气很浓，应该都是高手，还不下20个，看来是准备充足的。皇上，安全重要，依臣妾看，咱们准备准备也不损失什么。万皇后的意思就是说有备无患嘛。虽然他也认为君妻是危言耸听了，但他还是觉得小心一点的好。元正帝沉吟一下，招来了跟随护驾的御前侍卫统领，让他去安排一下。侍卫统领领命出去了，给船上的人下完了命令，就朝着围绕在大船周围的几只小船打了暗语。这几只小船上都是随行的护卫人员，为的就是保护元正帝等人的安全。船头领航开到的2只小船接到命令，率先向着那艘画舫驶去。待到近前想驱离那艘画舫的时候，变故就发生了。从画舫里突然就飞出了几个人，冲到了小船上。不过片刻，小船上的侍卫军就全部都丧了命。打斗声逼近，元正帝等人也感受到了危险的靠近。启禀皇上，如皇上所料，那画舫上藏了刺客，统领让属下来保护皇上和娘娘的安全。元正帝没想到君妻还真给说对了，就有点懵了。元正帝平日里呢，其实还是非常的老辣沉稳的，今天主要是被君妻给气得脑仁疼，这才失去了往日的冷静。我说什么来着？这下信了吧？元正帝都已经懒得搭理他了。
你干什么去？外面那么危险，他还要出去，简直是找死嘛！我家招财还在外面呢，我得去救他。渊正帝一噎，躲避着打得不可开交的两方人马。军旗找到了缩在角落里的招财，一把又薅上了他的脖子。你就不能换个地方拽吗？这不是方便吗？掐哪儿不是掐呀，都一样了。你轻点儿，小心我的脖子。放心，断了我再给你接上。我可谢谢你了。不客气。玉墨之一刀解决了一个刺客，看到他们俩这游刃有余的样子，眉眼都染上了些许的笑意。船底传来砰砰的敲击声，船身也随之明显的晃动起来，看来是有人在底下凿船。此时又有一个刺客闯了进来，待在船舱里护驾的侍卫上前回击，闯进船舱的刺客被击杀。军旗搬了一把椅子，带着招财躲到了距离渊正帝最远的角落里，顺手还抓了一把坚果吃下来。你不过来，他们可是来弑君的，我觉得还是离您远点比较安全。来杀皇上的，那当然目标就是他这个帝王啊，他凑过去反而会被波及。众人一噎，启禀皇上，外面刺客已经差不多解决了，莫王让属下来带您去换船。渊正帝迈步带着众人朝着船舱门口走去，跟他面对面的那个侍卫突然就抬起头来，眼中的杀意让他瞬间意识到了危险。他停下脚步的一瞬间，那个侍卫的刀都已经拔了出来。因为距离太近，变故太快，护驾的人都慢了一步。在那个侍卫的刀即将捅到渊正帝身上的时候，他突然就睁大了眼睛定在了原地，然后砰的一声就倒在了渊正帝面前的地上。随即渊正帝就看到一张露着小虎牙的笑脸。皇上，我这次算不算救驾有功？我这人吧，对名不感兴趣，您就随便赏我点俗物就成。他说的够直白了吧？渊正帝就行吧啊，这刚升起的一点好感又没。金七妹妹，听闻府里多了位妹妹，大嫂特意来看看，没打扰金七妹妹吧？你空手来的？这些个虚伪的人呢，竟是给他整些个虚的，来膈应人还不带理，这也忒不会做人。是大嫂疏忽了，金七妹妹勿怪，大嫂回去就给金七妹妹补上。何大夫人找我有事儿。金七妹妹，咱们虽是初次见面，但大嫂却觉得跟金七妹妹一见如故，有些话大嫂不知当不当讲。那你回去想好了再来吧。金七妹妹，大嫂知道你以前受了不少苦，回到侯府又因二妹妹的存在有所怨恨，但你也要为父亲和母亲想想。这10多年，二妹妹承欢膝下，这感情不是说舍就能舍的。当然，父母的做法也有不妥，你有不满这也无可厚非。可你如今已经是咱们曲阳侯府的大小姐了，当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咱们这种人家，牵一发而动全身，退一步讲，若是没了曲阳侯府的风光荣耀，你这个大小姐走出去也没有脸面不是？难道你真想过回以前那种被人随意欺辱践踏的日子？听大嫂一句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哪怕为了你自己将来的婚嫁考虑，你也不要跟侯府的关系太僵了。毕竟你的亲事还由父母做主，而且你成亲之后也要靠侯府才能在婆家站稳脚跟啊。亲亲妹妹，大嫂说这话可都是为了你好，你可别嫌大嫂啰嗦啊。罗浅韵说的是情真意切，君妻听的是只想翻白眼。如果不了解真相的人，听了罗浅韵的这番话，真的会以为她是苦口婆心的为君妻考虑了。不会，我觉得何大少夫人说的都对，就像何大少夫人说的，女人嘛，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娘家就跟儿子一样，可是我们女人的底气。哎，对了，我听侯府众人议论说何大少夫人至今无子，侯夫人因此可是没少找何大少夫人的麻烦。您跟何大少爷成亲也有几年了吧？不会是不能生吧？哎呀，何大少夫人啊，我可给你提个醒啊，无子那可是犯了7出之条，若你一直生不出来，那何大少爷会不会休了你啊？君妻那话直接就扎在了罗浅韵的心口上，看不见伤，却是疼痛难忍。何大少夫人，有病咱可得早点治，别一辈子没有亲生儿子，那可就惨了。何大少夫人，我也是为了你好，你也别嫌我啰嗦哈。君妻心说，不就是我为你着想，你可不能不知好歹的屁话吗？他也会放不是，他也会说吗？小姐，你怎能如此的欺辱我们夫人？亏我们少夫人听说了你做的那些个离经叛道的事儿，还特意前来规劝你，你不知感恩也就算了，还如此口舌无忌的戳我们少夫人的心窝子，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这个奴婢，这是在编排指责主子吗？是这婆子逾越了，亲亲妹妹莫生气，大嫂回去一定好好教训她。那何大少夫人可得好好管管这些狗奴才了，省得这些奴才忘了本分，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爬到主子头上撒野，丢了何大少夫人的脸面就不好了。婆子气的是脸色发青，但也不敢再说什么。罗浅韵干笑2声，找了一个借口就走了。大少夫人不要担心，就只是一个有些手段的小丫头而已，她还能翻出天去不成？蔡嬷嬷，你不懂，只把曲阳侯府搅和得人仰马翻，骗别人还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这一点就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今日我特意去试探他，若是一般的小姑娘听了我那番话，即便不会亲近我，多少也会有所松动。可他似是能一眼看穿我的伪装般，半点颜面都没给我留，可见他是个心有成算的。罗浅韵几年无所出，还能够让何少锦没有一个妾室，说明他也是一个城府深的。依老奴看，管他厉害与否呢，只要是影响不到咱们，就让他折腾去得了。如今大少夫人赶紧怀上个孩子，那才是紧要的事儿。你懂什么？如今夫君正是在官场大展宏图的时候，这侯府出了事，直接影响的是他的前程。罗浅韵也不想管侯府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无奈他的夫君何少锦乃是侯府的大少爷，这侯府的兴衰荣辱跟他是牵连在一起的。哎呀，不过如今这侯夫人倒了，这侯府的管家大权一定会落到大少夫人的手里，而且呀，这侯夫人也不能再跟大少夫人您寻晦气了，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我那位婆母就是太顺风顺水了，如今也该吃些苦头了。何金期那边咱们还是先别轻举妄动，等我想个万无一失的办法，咱们再对付他。夜阑人静，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何少康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被一身丫鬟打扮的标致女人给扶进了屋子。转天因为宿醉，他头痛欲裂的醒过来，面对的就是一个光着身子哭哭啼啼的女人。妹妹，你说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学杀纳做妾，给他笔封口费，办法不是多的是吗？那个被他睡的女人叫做莲真，而这个莲真正是那一次浮光寺一行在他们返回的路上拦住玉墨之马车求救的那个女的。何少康自以为是做了好事，还把无家可归的莲真给带回了侯府，放在自己的院子里当起了丫鬟。莲真那是什么人呢？怎么可能会老实的给何少康做丫鬟呢？于是就发生了今天的这一出，军器也不点破，他就等着何少康吃个大教训，好让这小子长点心呢。大小姐，这是四少爷专门给您寻的今年最流行的珠钗，四少爷说您先带上，改日寻到好的再给您送来。莲真说话温和得体，低眉顺目，完全就是一副奴婢的做派。放下吧。莲真放下了托盘，施礼之后退了出去。军七倒是对这个沉得住气也豁得出去的女人高看了一眼，不过就算他再欣赏，在这个女人算计何少康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注定成为了仇人。妹妹，父亲他把你嫁给魔王手下一名将领，这可怎么办啊？你打哪儿听到的消息啊？这家伙那可不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是廉贞无意中听父亲院子里的丫鬟提起告诉我的。何少康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的，何远威在事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是不可能让消息泄露出去的，也就眼前这个傻子会相信廉贞的鬼话。不过呢，这也说明廉贞背后的势力不小，这军期并不奇怪，以玉墨之的身份地位，无论是想要拉拢的还是想要报复的，都不可能是泛泛之辈。不过廉贞露出这个消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取信于自己，跟自己拉近关系，还是说想要搅浑曲阳侯府的水，想要渔翁得利啊？不管是因为什么，目前自己正缺一个对付何远威的机会，既然何远威亲自送上门了，那自己就不客气了。军期露出了一抹阴险的笑容，让何少康的心里都颤了颤。事情牵扯到玉墨之的属下，军期自然是要上门跟他通个气儿的，免得到时候他跟玉墨之反目成仇了，反而是便宜了何远威那个阴险的王八蛋。何远威挑中玉墨之的手下人，那还不是因为玉墨之太厉害，他料定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可是何远威也不想想，能够统帅几十万兵马，战功赫赫的人，岂会成为别人手里的刀，被他所利用呢？大王爷好呀，找本王何事？就是我要嫁人了，特意来跟你说一声，毕竟以咱们的关系，你多少也该随点份子钱不是？说正经的。正经的，就是曲阳后给我寻了门亲事，对方好像是你手底下的一员将领，我这不是来问问你他的人品怎么样吗？你也知道啊，女人嫁人就跟二次投胎一样，第一次投胎本姑娘没得选，第二次我可得擦亮眼睛。军期说着说着就开始胡诌了，要是个好人，那他就考虑饶他一次；要不是个东西，那他就当是为民除害了。玉墨之抬手招来人，就查查到底是哪个不怕死的敢应下了这门亲事。半个时辰之后，一个黝黑的汉子站在了他们的面前。听说曲阳侯要把自己的女儿嫁与你为妻，王爷，你也听说了吗？说说他是怎么跟你联系上的，又是怎么跟你说的？属下也不知曲阳侯怎么知道属下的。曲阳侯的意思是他女儿风评不太好，人有些粗野，在婚配方面比较艰难。
那老东西还在外面如此编排我。他听说属下没有娶妻，就找到属下。屈延侯说京城权贵他是指望不上了，他就想给自己的女儿找个能压住他的，所以你就答应了。玉墨之看着他眯了一下眼，武雄莫名就感觉到一股子的杀气，他有些气虚的道了一声是，白捡一个侯府大小姐，他为什么不答应啊？那个大雄啊，自我介绍一下哈，本姑娘姓何，何远威是我那个不是东西的爹。武雄起先是没回过味儿来，缓了片刻，他蓦地把自个儿的眼睛又给瞪大了一些。说实话，他这眼珠子瞪起来确实是有一些吓人，君妻都害怕他那眼珠子从眼眶里面掉出来。大雄啊，要不要跟本姑娘去做个一本万利的买卖？武雄突然就有了一种被黄鼠狼给盯上的错觉。武雄带着大批聘礼上门的举动，打了屈阳侯一个措手不及。明明说好了只是简单操办，到时候一顶轿子抬过去就行了。他也不知道武雄为什么就改了主意。武骑都尉，您这是？我们王爷听说在下要成亲了，觉得还是屈阳侯府的大小姐，觉得不能太简陋了，所以给在下置办了些聘礼，让在下风风光光的娶侯府大小姐过门。武雄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何远威了然，但他并没有跟君妻说过这事儿，就是想要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他没时间整什么幺蛾子，到时候有莫王镇着，谅他也不敢反抗。可现在武雄这么大张旗鼓的上门，君妻那边自然是瞒不住了。莫王也真是体恤下属，生了那么一个把老子往死里弄的闺女，这屈阳侯也挺惨的。不过想到这老家伙想要把这个狠人塞给自己，武雄心里的那点同情顿时就转为了气愤。这老姜居然想让女儿来祸害我，不可原谅。君妻来了，快来看看，这是你未来夫家送来的聘礼。君妻走过来，面对满院子的聘礼，嘴角都抽了一下。要论狠，那还得是莫大王爷，他这是要把屈阳侯府给掏空的节奏啊！想到自己也会有分成，君妻这又高兴起来。什么聘礼啊？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夫家？是莫王爷给他属下的一个骑都尉来向你提的亲。莫王爷说的没，那位骑都尉也是一表人才的，为父就答应了。你看这么多聘礼，说明那家也是殷实人家，你嫁过去必然也是锦衣玉食的。何远威提到了玉墨之，又极力的鼓吹武雄，就是为了让君妻妥协，不要闹出事儿来。听你说的确实挺不错，那行，这婚事我同意了。何远威见他应下了，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些聘礼是给我的吧？那是不是屈阳侯府要回相应的嫁妆啊？大越的聘礼和嫁妆虽然是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有头有脸的都会以聘礼做参考，会以相应的嫁妆，或者是直接把聘礼作为嫁妆给抬回去。也有特别疼女儿的，也不差钱的，就会把这个聘礼给抬回去，再补些个嫁妆。武雄没有跟何远威商量，直接就抬了聘礼上门，确实是让何远威有一些不知所措。所谓财帛动人心，何远威面对这么多价值不菲的聘礼，说不动心那是假的。可是刚刚武雄可是特意的交代，这些个聘礼是要作为嫁妆跟君妻一块走。何远威就是有着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抗玉墨之的命令。再说君妻也不是好惹的呀，他如果敢扣下他的嫁妆，这婚结不结得成那还两说呢。好不容易能够把这个心狠手辣的丧门星给甩出去，他可不想再出了什么变故。所以何远威很是憋屈的跟君妻保证，会把这些个聘礼全部给他做嫁妆。君妻得到准话，高兴的走了。可接掌屈阳侯府内宅的罗浅运就很是不舒服了，近在眼前的钱财看得见摸得着啊，就是不属于他的，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恐怕就只有经历过的才能够懂了。一般定下亲事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去准备准备，置办一些东西才会成亲。但是何远威他急呀，他恨不能下聘当日就把君妻给踢出去。其实不光何远威急，君妻也急啊。钱嘛那还得是到了手上才利索才踏实。要说这俩大仇人，那也是难得的统一了一次，就是都怕对方察觉到什么憋着不说。人家嫁人哪都是又绣嫁衣又置办东西的，忙得不得了。君妻这个甩手掌柜的，直接就把一切的事务都交给了屈阳侯府的那些人去办了，反正他也不会嫁，就让那些人瞎忙活去吧。柳叶，你个千人骑万人阵的狐狸精，还敢来这里跟我离哥哥！今日本小姐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这贱人知道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上，给本小姐划划她的脸，看她以后还怎么跪男人。住手！心仪，不可胡闹。离哥哥，你为什么护着这个狐狸精？你是不是真的对她起了别的心思？李心怡，你闹够了没有？你能不能收起那大小姐的脾气？若是你再如此胡搅蛮缠、胡作非为，那我们两个婚约也没必要继续了。离哥哥，你要跟我退婚？少印当众给柳姑娘道歉，并承诺以后
不再找他麻烦，我这次可以既往不咎。你让我跟一个继子道歉？找人家麻烦本就是你做错了，就应该道歉。对，给柳姑娘道歉。没错，你自己管不住男人，凭什么怪到柳姑娘身上？就是不道歉就跟他退婚。众位请听小女子一言，此件事只是个误会，这位小姐也只是太在意未婚夫，才会有所冲动。不如大家给小女子一个面子，让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何？柳姑娘欢红，江某惭愧。蒋公子客气了，有些话小女子想对蒋公子说个一二，不知蒋公子可否听小女子一言？柳姑娘请讲。刚刚蒋公子对小女的维护，让小女很是感激。可平心而论，若小女是蒋公子的未婚妻，看到蒋公子把目光落在别的女子身上，小女或许也会嫉妒，也会做些过激的举动。有嫉妒才证明喜欢，正是因为这些举动，才证明了这位小姐对公子的真心。公子跟小姐能有缘结为未婚夫妻，将来喜结连理，共度余生，这是上天的恩赐，公子也当珍惜，对小姐多些耐心才是。为了一些莫须有的小事就说出退婚这等伤人之言，属实有些过了。柳姑娘大气，公子过誉了。蒋某汗颜，是才是我急躁了。心怡，你可愿原谅离哥哥？哼，下不为例。是，小生再也不敢了。看在你识趣的份上，我这次就不与你计较。你要是敢跟我抢离哥哥，我可不会轻饶了你。谢小姐的宽宏大量。你啊，再不改改脾气，真要跟宣侯那位粗鄙不堪、不学无术又六亲不认的大小姐一样惹人厌。那等龌龊的人，怎么配跟本小姐相提并论？是，他不配。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也中枪吗？我说二位，差不多得了哈！你们想当众表现下肉麻，就是脱光了在这直接洞房都没人管。你们秀你们的，踩别人一脚就过分了啊！还有啊，我说句实话哈，就你们俩，一个心智不坚的小白脸，谁说两句都能忽悠；一个小男人想疯了大庭广众来丢人现眼的玉女，本姑娘都不知道谁跟你们的自信跑到大家伙面前来恶心人的。你们瞅瞅你们那德行，明明一个嚣张跋扈、蛮横无理、尖酸刻薄女，一个优柔寡断、心神不定的小白脸，偏就演才子佳人的戏码。我都不知道你们是咋还有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难道就因为你们比别人不要脸？你们怕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小丑变的。还有这位自诩情圣的蒋大公子，不言人非，听过没有啊？还读书人呢，跟个长舌妇似的，读书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不过说真的，你们俩还是挺般配的，毕竟什么破锅配什么烂盖嘛。君妻这个人呢就是这样，你在背后怎么议论他，他都没有意见，但是呢你却不能让他给听见。大胆，你个竟然知不知道本小姐是谁？你是谁得问你爹娘，问本姑娘干什么？咋的，出门没带脑子，记不得回家的路了呀？姑娘口下留德。你先把你那背后论人是非的嘴贱毛病改了再说吧。你论吵架，蒋离还真就不是对手。姑娘可是曲阳侯府大小姐。哟呵，还是柳姑娘有眼力劲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那个被贱妾养大又害得曲阳侯府鸡犬不宁的扫把星啊！好说，与你这个满大街追着男人发浪的没法比。扫把星和浪女，那就看谁更加的丢人了呗。何大小姐不觉得说话过分了吗？与你这个算计了别人还让别人感恩戴德的比，本姑娘只能是甘拜下风。柳燕心里一跳，看着吊儿郎当的小丫头，目光顿时都带上了警惕。君妻观她反应，就知道自己是猜对了。今日这种种，包括蒋离和李心怡，都在她的算计之内。她处心积虑的演了这么一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君妻还真的是有一些好奇了。柳姑娘，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柳燕心跳得更加的厉害了，她不自觉的就往上方瞟了一眼，只这一眼就被君妻补了一个正着。君妻的目光落在了斜上方那位为首的紫袍男子的身上，难道柳燕的目标是他？久闻何大小姐刁钻跋扈，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久闻京城的世家公子文不成武不就，平日里只靠权势贬低那些妇孺来彰显自己根本没有的才能。今日本姑娘也见识到了，这位穿的人模狗样、偏长了张尖酸刻薄的贱嘴的公子，今日是打算管一管这女人之间的争吵吗？生成男人，真是可惜了你这颗毫无大志的心了呀！紫袍男子被呛得沉了脸色。何大小姐嘴下留情，可别因为几句口角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怎么吵不过就用权势压人啊？
果然是京城的公子哥，欺负女人很有经验啊。得，又一个阵亡的。君妻住口！君妻，你可知你面前这2位公子是何人？你在家里胡闹也就罢了，到外面却也无半点女儿家的教养，你真是让曲阳侯府和宋家蒙羞。家里出了这么一个毫无规矩教养的女儿，妾身在这里给2位公子赔罪了，望2位公子海涵，妾身回去一定好好管教她。宋大夫人言重了，君妻，还不快滚过来给2位公子赔罪！宋大夫人，这便是你们家那个没有体统的外孙女啊。粗是粗了点儿，可那嘴是真厉害，怪不得你们家的人都不是对手呢。我说宋大夫人，上次洗尘宴的伤疤都好了，你们宋家的女儿被皇上打了一顿板子，连带着洗尘宴没结束，你们就全都被赶出了皇宫。这么快你就忘了你们宋家的女儿是被皇上厌弃的无德之人了？还想在本姑娘面前充大瓣蒜？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啥德行？本姑娘可是曲阳侯府大小姐，你公爹都没资格管教我。你那脸倒是大，有那个闲工夫，你不如回家好好教教你们宋家的女儿，为你女儿谋个出路。毕竟这京城的名门闺秀像你们宋家女儿那样，被皇上亲自教训的也没几个了。别人的闲心你就别操了，人家再不好，也不会跟你们宋家女儿一样把脸丢的都没有了。还有啊，容我提醒你一下哈，你呢，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官的夫人，在这掉下块砖都能砸死俩权贵的京城，你连个屁都不是。还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们宋家若没有你公爹撑着，早就不知道被挤到哪个犄角旮旯了。还是回去多操心操心自己家的事儿吧。这京城真不是你这种人能混得开的。2位跟宋大夫人看起来关系不错呀。俗话说物以类聚，看来你们家跟宋家的家教也差不多。说说你们是哪个府上的，让大家伙也能好好瞧瞧，这是哪个有福气的人家的夫人，能跟教养出被皇上责罚的女子的夫人谈得来的。那俩夫人立刻就不说话了，他们哪敢说出自己是谁家的呀？这如果带坏了家里的名声，家里的男人孩子都饶不了他们。我是你的舅母。得了吧，你这种随时都想踩我2脚的舅母，我可不敢要。君妻都不知道这宋大夫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上次就在她的手底下吃了一次亏了，这次还敢凑上来，真是记不住教训。那本皇子可有资格教训何大小姐？这位是咱们大越的5皇子殿下，这位是6皇子殿下。众人齐齐跪倒，高呼千岁。大胆和君妻，见了皇子不行礼，是要以下犯上吗？5皇子难道没听说本姑娘有见君不跪的圣旨？皇上那老头他都不怕呢，会被这么一个连王爷的称号都没有的皇子给吓住。哼！萧景明本就高傲镇定的脸色，这忽的就变了一下。2位皇子想让我下跪，这是想越过皇上去吗？本姑娘见了你们老子都不用跪，你们算老几？还有啊，本姑娘可是皇上金口玉言的德才俱佳之人，你们一口一个的粗鄙蛮横，难道是对皇上的决定有什么不满吗？君妻扯着渊正帝这面大旗是使劲的用啊，这下子骂过他的都老实的变成了鹌鹑，他们又不是活够了，敢质疑皇上的话。何大小姐不必危言耸听，就算是父皇知道了，今日的事也是你有错在先。那请问5皇子，本姑娘错在哪儿了？5皇子有些噎住了，说他挑起事端，言辞粗俗，貌似是别人先起头骂的他，别人那话也不是多好听啊。说他不敬长辈啊，那摆明了是宋大夫人先发的难。再说了，他的身份本来就比宋大夫人要高，跟宋家本就不睦，他当初在宋家受了不少的苦，这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别人说起来也只能说他一句不谦恭罢了。若是5皇子说不出来，不如咱到皇上面前评评理啊。渊正帝那老头子还是有一些用处的，最少是能够镇住他儿子嘛。话说皇上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汛期操劳，5皇子不想着为皇上分忧，却在这跟一群女人打口水仗，不知道皇上知道了该作何感想啊？什么感想？哼，生气呗，还能是什么感想啊？一个皇子正事儿不干，跑到茶楼里来跟人吵架来了，关键是还没吵赢，皇上能高兴得了？萧景明被君妻是一句一句对得节节败退，他算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位传言颇跋扈的何大小姐的厉害之处了。仅凭这张嘴，他就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了。5皇子，你就没想过我名声这么差，又不被曲阳侯府的人待见，是因为什么入了皇上的眼，让他赐下赏赐和免贵月旨的吗？其实君妻也不知道，但是呢，这不妨碍他拿着渊正帝来吓唬萧景明2兄弟。是啊，连生父都讨厌他，有什么值得我父皇如此看重的呢？我父皇可是个精明的，万不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看来这女人并不如表面上那般简单呀，那如今跟她对上岂不是走错了？哎呀，5皇
子可不要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给利用了呀。说着，他还瞟了宋大夫人一眼。宋大夫人突然就生出了不好的预感，感觉自个儿又得倒霉了。宋大夫人，你在本皇子面前口舌无状，搬弄何大小姐的是非，该当何罪？不管怎么样啊，现下先借着宋大夫人这个台阶下去再说吧。宋大夫人慌忙请罪，她内心苦逼啊。一开始她本来没打算出头的，但是因为见到了2位皇子，她就起了借着2位皇子整治君妻的心思。结果呢，君妻没事，她反而是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看在宋侍郎的面子上，这次本皇子就不予追究你的责任了，望你回去好生悔过，不可再做此等鲁莽之举。萧景明斥责了宋大夫人一顿，然后就让她回府闭门思过去了。那下面那几位，君妻示意5皇子，这还有底下台上那几个没处理呢。面对这么一个得寸进尺的，萧景明的脸都黑了一下。不过他还是以聚众闹事、败坏风气为由，将蒋离和李心怡给轰走了。面对皇子，欺软怕硬的李心怡也不敢吵吵，乖乖的带着人灰溜溜的就走了。柳姑娘的表演这么精彩，若是不继续，岂不是扫了2位皇子和这位的雅兴？君妻说到柳燕，胁迫的小眼神却落在了5皇子的身上。5皇子能说什么？只能是让柳燕接着表演呢。柳燕一个青楼妓子，她再恼耐也不敢反抗皇子啊。于是她也尝到了跟君妻作对的苦头。要说君妻那心眼那真是小的可以啊。就因为柳燕说了她一句不是，一曲接着一曲，一舞接着一舞，柳燕今天这一场比在群香楼表演的3个月都多呢，差点没把她给累死。茶楼里的一众看客倒是跟着沾了光，饱了耳福和眼福。最后这军妻折腾够了，终于是放过了手脚发软的柳燕，带着招财，在众人钦佩的目光之下出了茶楼。一人独占一群人，把2皇子都给拿捏得死死的，大获全胜啊！他这是。莫大王有跟你说，今天我还见到你2个表弟。玉墨之夹菜的动作停住了，他抬头看向了君妻，示意他说清楚是哪个表弟。就5皇子和6皇子。说实话，你那个5表弟看着人模狗样的，也好像掌握主场的主角，但我觉得他还没你那个6表弟心眼多呢。那个6皇子萧景业就跟个隐形人一样，还没5皇子身边的狗叫得欢呢。但是往往吧，这会咬人的狗他都不叫啊。还有那个柳燕，都道他琴艺无双，想不想知道这里面的秘密？玉墨之没有说话。难道他的琴艺有假？刘管家，我跟你说，他那琴艺是真的，但他的曲子却多加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摄魂音。我给你科普一下哈，江湖上曾有一位武林世家的继承人，博目武道，偏偏痴迷音律。你们也知道哈，江湖嘛，都是用武力说话的。偏那个世家就他一个子嗣，别说兄弟了，他连一个姐妹也没有。可以说那整个家族的命运都系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只是他似乎并没有习武的天赋，那个家族也因此渐渐衰落。不过他在音律方面的确是特别的出众，甚至曾因一曲琴曲引得百鸟争鸣。而且他的长相在江湖上也是出了名的出众，甚至比些有名的女人还漂亮。只不过没有强大的后盾，他出色的相貌和所展现出来的惊人才能不一定是好事。最终他被一个门派有特殊癖好的门主盯上了，而结果就是他整个家族除了他无一幸免的被灭了满门。不过他却从此失去了踪迹，直到10年后，一个抱着琴的风华绝代的男人出现，以琴音为武器，一夜之间灭了那个门派，并把头颅摆在了被灭门的那个世家的门前。人们这才知道是他回来了。再后来，他的摄魂音横空出世，听过他琴音的据说都像做了一场美梦。至于这场梦能不能醒，就端看他的心情了。所以说人还是少做梦的好，不然哪天醒不过来都不知道为什么。做梦是重点吗？敢问何大小姐，您是怎么知道柳燕弹的是摄魂音的？本姑娘见多识广，什么不知道啊？那琴音里迷惑人心智的音律那么重，也就那些凡夫俗子听不出特别来。他跟那个创造摄魂音的死鬼在地府里面打交道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听不出这么简单的东西啊？当年原创还想拿这东西来制住他，结果呢，被他给来了一遍火烧油烹的酷刑，立马就老实了。所以说那个柳燕的目标是2位皇子？可能吧，但他绝不是花魁那么简单。从本姑娘回了曲阳侯府，大灾小难的就没断过，连去庙里都能被陷害。还有那个在我四哥身边的不知是哪方人马的奸细，现在又出了一个不一般的花魁，这京城真是危险啊！我怎么在你的语气里听出了跃跃欲试的感觉？快走！
磨蹭什么呢？军七顶着个大红盖头，在他的耳边催促，早点干完活也好早点收工嘛。何少康却觉得军七是急着出嫁，暗自叹息：哎呀，女大不中留啊。妹妹，四哥以后会经常去看你的。妹妹，妹夫要是欺负你，你一定要跟四哥说，四哥去给你撑腰。你怕是忘了姑奶奶大杀四方时的情景了。哼，还给他撑腰呢。你可真会高估自己，就像武雄那样的，一只手就能把你给拍死了。有一个文不成武不就，连自保能力都没有，还对自己认知不清醒的傻四哥怎么办呢？坐在宽敞的花轿里，军七掀起盖头，啃了一口手中的苹果，翘着二郎腿，等着迎亲的队伍走了一会儿。然后呢，他就抬起屁股掀开了座椅，一个皮肤白皙、闭着眼睛的中年女子露了出来。军七把女人给弄出来，把自己身上的嫁衣给她换上，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伸出手打了一个手势，示意外面的人一切都准备就绪，可以开始行动了。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继续向前，走到了繁华热闹的地段时，一群孩子迎面向他们跑过来，孩子冲进了迎亲队伍里，左冲右撞，迎亲队伍立刻就乱了起来。接着一个嫁妆箱子一不小心就翻了，里头的砖头瓦块冲出了箱子，落到地上，引起了一片的惊呼。然后就是新郎官暴跳如雷的怒吼声。武雄命人当众打开了所有的嫁妆箱子，无一例外都是砖头瓦块。何大小姐，你是不是该出来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啊？轿子里的军七一根银针扎在了女人的身上，然后他在女人转醒之前就快速地钻进了座位底下，合上了盖子。椅子里的女人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发出了一声难受的呻吟。武雄听到动静就知道女人醒了，他也没客气，上前掀开了轿帘，一把把女人给拽了出来。红盖头遮挡住了视线，头疼脑胀的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女人，顺手就扯开了头上的盖头。曲阳侯夫人。武雄看着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曲阳侯夫人，默默地在心里面同情了一把。生出这么一个连亲娘都不放过的缺德玩意儿，他也是够倒霉的。武雄活了30多年，就没见过军妻这么离谱的女人，坑家产也就算了，还顺带给自己的老子扣上了一顶绿帽子，败坏一下自己亲娘的名声。上一次曲阳侯夫人已经被他折腾得够惨了，这次还来呀？他这是逮着亲娘霍霍起来就没完了。武雄带着人气势汹汹的返回了曲阳侯府，去质问何远威。同时嫁妆变砖头，曲阳侯夫人母带女嫁的这个八卦笑料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刚送走军妻这个丧门星的曲阳侯还没有来得及喘上一口气呢，就被告知迎亲队伍又折回来了。他的脸立马就绿了，心脏是砰砰直跳。当看到一箱箱的砖头瓦块跟穿着大红嫁衣的宋倩如时，他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难道是天要亡他曲阳侯府啊？玉墨之的人那也是迅速的包围了曲阳侯府，他的意思就很简单，新娘子不要了，聘礼退回来。聘礼抬进曲阳侯府，那是当众清点过的，作为嫁妆抬出曲阳侯府，一路上都是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不可能被换的，所以这个锅曲阳侯是根本就甩不掉了。可是那些个聘礼早就已经被军妻伙同武雄等人给搬空了，他还哪来的聘礼啊？那没有聘礼，就只能够是曲阳侯府来补了。于是田庄、地契、银票，曲阳侯府被掏空了大半的资产。曲阳侯直接就告了病假，连早朝都不去了。他去干什么？让人嘲笑啊！用砖头瓦片代替嫁妆，母带女嫁，女儿又不知所踪，哪一样都够他被人耻笑的。何远威认为是军妻捣的鬼，他倒是没有怀疑玉墨之是同谋，因为他不认为玉墨之那样的人会跟自己家那个毫无教养的丧门星有什么交集。即便他们认识，何远威也想不到玉墨之会跟军妻合起伙来的坑他。莫王那是什么人呢？怎么可能跟自家那个丧门星一起做这么没品的事呢？曲阳侯不知道的是，此时被他认为不会有交集的人正在莫王府的大厅里面分赃呢。军妻一副财大气粗的大爷样子，坐在主位上，玉墨之晚了一步也没跟他计较的，就坐在了他左下手的位置。冯文豪就觉得吧，这家伙飘的不是一星半点。大兄，随便挑2箱，本姑娘再给你1万两，怎么样？怎么样？武雄美的鼻子都冒泡了。哎呀妈呀，你说说，这简直就是天降横财嘛！谢七姑娘。武雄一下子也不嫌军妻缺德了，他现在看军妻那是怎么看就怎么顺眼。你这称呼我喜欢。冯文豪跟刘管家看武雄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充当了一次新郎官啊，就得到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财，他们怎么就遇不到这种好事儿？剩下的军妻跟玉墨这是对半分，这是当初说好的，没什么可嚼扯的。这些东西准备如何处置？玉墨之提醒军妻，这些个东西暂时也不能卖，得找个地方妥善保管。
君妻确实是有一些为难，也不知道放到哪儿才保险。七姑娘您看，我们王府这么大又安全，不如您暂时寄放在我们王府。要说刘忠也是一个人精了，玉墨之一开口，他就知道玉墨之的意思了，顺便也按照君妻的喜好给改了口。不愧是皇上选中的人，那八面玲珑的劲头，简直是不要太过随人心意啊！现在曲阳侯府肯定乱得很，干脆七姑娘您在王府躲几天，等那边消停些再回去。君妻想了想，就觉得这刘忠考虑的真是全面。他现在回去，那指定一帮子的牛鬼蛇神在等着他呢。怕他倒是不怕，就是应付那些人，他也嫌弃浪费时间。所以君妻很是爽快的就在莫王府落了脚。他打算等曲阳侯府的风波小了，再回去送温暖。一棍子打死了那可不好，让他们喘口气，再接着折腾，那才解气嘛。刘管家，你为什么不经王爷同意，就擅自把何大小姐留下来了？又留东西又留人的，这是不是有点逾越了？刘忠嫌弃的瞟了冯文豪一眼，心说这小子还是太年轻了。他们王爷一看就对君妻不一般，他自然是要在王爷没有开口之前，就把事儿给办到王爷的心里去，这样才能够称之为一个合格的大管家。要不然什么都等到王爷来吩咐，他这个大管家早晚都得失业。年轻人还是要多多历练啊。冯文豪一脸的疑惑，啥意思啊？曲阳侯以为是君妻摆了他们一道，带走了嫁妆，一直派人寻找君妻的下落。毕竟如果找回了君妻，嫁妆就有了着落，他的损失呢也能够补回来。可是任他们把京城给翻了一个底朝天，也没有想到君妻会躲在莫王府。趁着这个机会，君妻还跑到外面宣扬了一下曲阳侯为侵吞巨额聘礼杀害妻女的谣言，顺便也把母带女嫁的事儿给解读成曲阳侯的老谋深算。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曲阳侯想吞了聘礼，却害怕武雄找后头，于是呢就跟自己的夫人合伙换了新娘子，到时候这拜了堂，他就以窥伺侯爷之妻的由头去吞了聘礼。虽然这个说法不太靠谱，但是架不住君妻传得欢呢。再加上宋倩如被拽出轿子的时候，那可是清醒的，一个清醒的大活人，安安静静的坐在轿子里面不求救。你要说不是自愿的，那也没人信啊。所以君妻这说法还是有一部分人相信的。君妻只是要让曲阳侯夫妇丢人，又不是要引导舆论来讨伐他们，自然是不在乎人们信不信的。总之就是人们听得起劲儿，他说的热闹就成了，管那么多干嘛？王爷，你说人没有七情六欲是不是更好啊？君妻看着天上的星星，难得安静的跟玉墨之探讨了一下人生。出什没有？好有道理啊！我觉得莫大王爷你就特别淡定，没人味儿，跟畜生有的一拼。所以才能跟你心平气和的坐在这里。物以类聚，哈！险逢敌手的君妻可算是被玉墨之噎住了，他觉得这家伙就是自个儿的克星啊。莫大王爷，你这样说话会没有朋友的，知不知道？本王不需要，媳妇儿也没有，没有就拿你抵。切，小心本姑娘一把要把你毒死，然后继承你的遗产去逍遥快活。既然你提醒了本王，那本王不得不提前安排好后事了。比如让他陪葬什么的。你到底有没有人性啊？居然想要让他殉葬，跟杀夫的人比还是挺多的。君妻发现平时少言寡语的人，他不是不能说，而是不屑说。你妈，人狠又气人，说的就是你。两个人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谁都不示弱，但就是莫名的让人觉得温馨。孙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去？君妻看到行色匆匆的冯文豪，挡住了他的去路。属下有公务在身，还请七姑娘行个方便。你昨天没睡好？没什么，就是昨天晚上做梦做多了。冯文豪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是怎么了，做了一宿的噩梦，今天早上这头就特别的难受。君妻看着他，总觉得他不太正常。金大哥，我最近学了点看卦之术，不如我现在给你算一卦吧。七姑娘，属下实在有紧急公务要办，您看等属下回来再找您如何？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只要你抛一抛我这枚铜钱即可。冯文豪拿他没办法，又想着速战速决，于是就拿起铜钱向空中一抛，铜钱翻转着以诡异的方向朝着君妻的手心落下。冯文豪有一些惊奇，按说以那铜钱落下的角度，不应该那么凑巧的就落在君妻的手里啊。可是那枚铜钱就好像有生命一般，自动翻转到了君妻的手里。金大哥带钱了吧？本姑娘出招可是很贵的，但鉴于咱们之间的交情，本姑娘可以给你打个折。冯文豪只以为君妻是又在折腾了，也没多说什么，快速的从怀里面掏出了钱袋子，直接就丢给了他。
看在他这么识相的份上，救他一命吧。君妻咬破了手指，伸手在冯文豪的前胸衣服上勾勒了一个图形。自始至终都以为君妻是在玩的冯文豪，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的。他见君妻让开了路，急匆匆的就走了。切，连句谢谢都不说，白瞎了本姑娘的血了。等这小子回来，一定得让他多买一些补品，给自己把那一滴血给补回来。七姑娘，这到底行不行啊？放心啦，本姑娘出手就没有失手的时候，就是剩下半口气的人，他都能给救回来，更别说是一朵破花了。什么一把灰一捧土一点朱砂的，朱漆和了一小堆你都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出来。刘忠眼睁睁地看着君妻拿了一个空花盆，把那搅和好的东西给放进去，然后就一把把那一朵黄色的花从原来的花盆里面给拔出来。刘忠真的是差点没哭出来，他想着除非是有奇迹，否则自己这花啊那肯定是必死无疑了呀。可还没等他酝酿好情绪呢，只见那被他重新买好的花居然就抬起了头来，重新焕发了生机。刘忠的眼珠子都凸出来了，他擦了擦眼睛，确认自己没有出现幻觉，震惊的看向了君妻。这到底咋办到的？怎么样？有没有被震撼到？七姑娘，刘忠脑子还打结呢，院门外面就响起了冯文豪那激动的大嗓门了。紧接着，衣衫凌乱带血的冯文豪就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七什么七呀？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七姑娘，冯文豪的舌头是捋直了，但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是不是捡回一条命啊？七姑娘大恩，冯文豪没齿难忘。本姑娘更喜欢实际的。哎，你可不知道，为了救你，本姑娘失血过多，现在头疼脑胀，浑身都没有力气。看着生龙活虎的君妻，想着那一滴的血，不知为何，冯文豪这心里的激动跟感激突然就消散了一些。怎么回事？今我带着几个兄弟去执行任务，没想到那里早有埋伏。若不是七姑娘，我今天可能要折在那里了。听完了冯文豪的讲述，刘忠看着君妻的目光就不只是震惊了。在宫里这么多年，能人异士他不是没有见过，但像君妻这样的年纪，能够让植物起死回生，并且能够预测到别人的死劫，从而改变别人命运的人，他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10几岁就有这般的手段，真的就挺邪乎的。你这什么眼神啊？刘忠呢有一些防备的目光，让君妻立马就不高兴起来。小的，想恩将仇报啊？这个刘忠就是比冯文豪的心眼多，他救了冯文豪，冯文豪对他那可是由衷的感激，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要报答他。君妻敢说，只要是能力所及，也不违背他的原则，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冯文豪绝对不会推脱的。这个刘忠倒好，脑子立刻就转了18个弯，生怕他对他们不利似的。君妻现在都怀疑他是不是做错了，他就不该救他的那个花儿。说说，你不是被害了吗？怎么会在莫王府？渊正帝看着这个站没站相的野丫头，眼睛又疼了。这不是没被害死，被莫大王爷救了吗？渊正帝一噎，行啊，行，他应该习惯的。你就这么打算在墨之的府邸一直躲着？没，过几天等曲阳侯府这段风波过去了，我再回去。回去再折腾他们。渊正帝就总觉得他这话那是话里有话。回去好好改改你那脾气。我脾气咋了？跟君妻对话呀，渊正帝就觉得脑仁疼，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他给叫过来受这种罪。渊正帝对君妻感觉非常的奇怪，要说讨厌吧，那还真的就谈不上，可要说喜欢吧，那也不可能啊，就是见了就生气，看不见呢就觉得自己气的是莫名其妙。皇上，您是从哪知道我在莫王府的？怎么，你还想打击报复不成？那倒不是，我就是想让他重新学一下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君子之道。渊正帝就很无语，这不就是打击报复吗？皇上，您有没有想过，那个人是在跟您打小报告，离间您跟莫大王爷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想利用您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君妻说的直白，他又影响不到朝局，谁吃饱了撑的要跟渊正帝提起他？而且那人还知道他藏身在莫王府，要说那人没点目的，只是意外得知又无意提起，这鬼话，反正他是不信的。经他的提醒，渊正帝眉头聚拢，眼中划过了一抹厉色。他大外甥才刚刚回京，这有些人就坐不住了，可真够着急的。传旨下去，惠妃言语有失，禁足，静思己过。惠妃又是哪个？五皇子的生母。靠，原来是那个不务正业的没品男。君妻心说那个五皇子也真够可以的啊，没吵赢他，还通过惠妃跑他老子这儿来，试探他跟皇上还有玉墨之间的关系。他怎么知道我在莫王府的？
他和六皇子曾到莫王府拜会过本王，可我也没看见他们呀。他们应该是看到了招财。君姐想到那天自己是带着招财去的茶楼，立刻就明白了自己是怎么暴露的。你什么时候认识的老五和老六？就那天我去茶楼，碰到一对伤风败俗的玩意儿在背后编排我。哎，正好五皇子和六皇子在那儿看青楼的花魁表演。君妻添油加醋的就把那天的事儿跟渊正帝说了一遍。哼，别以为只有他们会告状。渊正帝又被气了一下子，这次不是气君妻，而是气自己的2个儿子，2大男人，还是2皇子，跑到茶楼里看青楼妓子表演也就算了，还掺和这种吵架的事儿，要价不说，还丢人，这是吃饱了撑的啊？劲儿没处使去了。还有啊，他们居然还跑到自个儿这儿来搞这些个小动作，咋的？想试探他的态度，还是想要知道君妻在他们表哥那儿有没有什么能够利用的？皇上，您到底会不会教儿子？目前为止，我就看到过你俩儿子，一个自大，一个阴险，还全都往那歪门邪道上走，没一个能当大任的。哎呀，您100年之后不会后继无人吧？渊正帝本来就对俩儿子的为人处事不满意，被他一说，就更加的心塞了。不过这个小丫头居然仅是一面就看出了他6儿子为人不够磊落，这让他有一些惊讶。皇上，你想不想教训一下你那俩不靠谱的儿子？你又有什么鬼主意？渊正帝对他这睚眦必报的德行也是醉了好吗？皇上，我跟你说，君妻凑上前一顿的忽悠，他嘴皮子利索，再加上渊正帝也是有心提醒一下有一些蠢的5儿子，敲打一下在背后推波助澜的6儿子，于是这俩不对付的第一次达成了同谋。母妃息怒，皇上居然为了一个小贱人如此下母妃的脸面，真是可恨。是儿子鲁莽了，不该让母妃来冒险。母妃倒不在意这些，只是母妃怕皇上因此对你生出什么不满来。儿子找老六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你也不要过于相信老六了。放心吧，母妃，儿子从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在民间拥有如此的好名声，还有多亏了老六。再说他生母那样的身份，注定了他与地位无缘了。惠妃却觉得他过于信赖萧景烨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如今中宫无子，只有2个女儿，皇位注定会从他们这些个皇子里面选出来，那个位置的诱惑太大了。儿子对萧景烨不设防，谁知道他会不会反水，给儿子的背后来上一刀。可想到那小子从小表现出来对儿子的尊崇和依赖，惠妃又放心了一些。若是从小就有那般的心机的话，那老六也太可怕了。他不认为一个孩子会有着如此深沉的心机。叶儿这次没引起那母子俩的怀疑吧？儿子做事母妃放心。那个何君妻可查出什么来了？除了他从小被人所唤，生活在宋家，回来去燕侯府后呢，做了些离谱的事情，这名声越发的不好，什么都查不到。能得你父亲亲赏，和那个狠厉的玉墨之庇护，那丫头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儿子明白，儿子自当尽力，若是能为我所用，儿子说不定还能如虎添翼呢。那母子俩那里你也要小心，尤其是惠妃，她在宫里这么多年可不是好糊弄的。儿子醒的，大局未定之前，儿子就是五哥身边一条忠诚的狗。继惠妃被禁足之后，他的儿子五皇子因为在御书房打碎了皇上心爱的瓷器，被皇上发配到了刑部去了。为什么说是发配呢？因为他的职位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没错，他连捕头都不是，就只是刑部衙门里一个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少的钱，还得被人指使来指使去的捕快。一天，萧景明穿得人模狗样的就来到了衙门，刑部衙门的负责人还组织人特意的迎接了他，给足了他面子。毕竟是皇上的亲儿子，虽说现在落难了，但也不是他们能够得罪得起的。萧景明无所事事的待到了下班，期间他还装模作样的指导了一下孟祥审理案子，把孟祥给愁的不行。他怀疑皇上是专门派五皇子来折腾他的。五皇子一个读圣贤书，学习治国之道，没有经历过人间疾苦的大少爷，让他断案，那纯粹是越断越麻烦。孟祥心里苦啊，但是他还不能对人说呀，甚至还得陪着个笑脸，恭维那个过来捣乱的，还得小心措辞的把案子给引回到正途上，他能好受得了吗？不过他这种痛苦在第2天就结束了，因为渊正帝又给他们衙门塞了一个捕头来。本来他以为眼前这个瘦瘦小小的小子来了他的衙门会更乱，没想到人家特别的通情达理，还把捣乱的五皇子给压住了。孟祥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是暗暗感叹皇上的睿智，这指定是知道他自个儿子是个什么德行，特意派了一个人过来监督的呀。孟祥好受了，可萧景明的苦日子却来了。
把那具尸体抬过来。军期颐指气使的指挥着萧景明跟一个小捕快搬一具刚刚发现的已经是溃烂生蛆的尸体。小捕快干得多了倒没觉得有什么，但萧景明哪见过这个呀？他一靠近就忍不住的跑到旁边干呕起来。几个捕快看他这样子还默默的同情了一把，但他们也不敢帮忙，因为前2天就有一个想要巴结他献殷勤的替他干了一次活，结果呢就被新上任的捕头大人给指挥着干了一整天的活，晚上还被派去义庄守了一宿的尸体。那个人第2天直接就发起了高烧，到现在都还没好呢。他们也算是看出来了，这新来的头别看人小，那却是一点都不好惹，连他们的郎中大人都不敢触他的眉头，他们还是乖乖的听话比较好。瞧你那点出息，你是白长那么大个子，干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啊！你说你除了回头胎还能干点啥呀？小样的，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和姑奶奶作对。萧景明被军期一顿的骂，也没有回嘴发火，因为他现在胆汁都快要呕出来了，啥都顾不上了。他知道军期是故意找自己的茬，但是他不敢反抗，因为军期一来，他父皇就派了长安过来警告他，在衙门里一切都得听军期的，不得反抗。一开始面对军期的挑刺儿，萧景明忍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真的跟军期来了一个面对面的较量。他心想，他父皇还能杀了他不成啊？顶多也就是被父皇给责罚一顿，他以后都不用受这个鸟气，那也值了。可是吧，就是他似乎是高估了自己，骂他不是军期的对手，打他更是直接被人家一巴掌就挥到了墙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萧景明自此之后就老实了，他以为军期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军期总找不到理由来折腾他了吧？却没有想到那家伙总是能够找到各种的事情让自己崩溃。萧景明现在真是苦得恨不能原地去世得了，他也是再一次后悔，就不该招惹这个狠毒的女人。好，翠柳胡同发生了命案，郎中大人让我们赶过去。要说军期的能力，一般人真的是比不了，手上功夫了得，脑瓜子转的也快，有什么案子他都能够游刃有余的解决，可是让梦想省了不少的力气。再加上他这个为人就比较的接地气啊，喝酒划拳能侃会聊的，才来没多久他就跟上上下下的人都打成了一片，因为有能力大家也都服他，这手段看得萧景明这个孤家寡人真的是既嫉妒又羡慕。军期一听又有活干了，马上就带着几个捕快赶往了翠柳胡同。死者是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太太，老太太一身的粗布麻衣，躺在院子里的地上。头，这老妇是中了砒霜死的。军期嗯了一声，然后就屋里屋外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最后招呼人把所有人连同尸体都给带去了衙门。堂下所贵何人？与死者是何关系？草民陈辉是死者的长子。草民陈仁杰，陈辉是家父。民妇乃是死者的大儿媳，陈辉的发妻陈林氏。接下来就是那个哭得委屈的女人，死者的小儿媳陈于氏跟她的女儿陈蝶，把死者中毒身亡的经过一一道来。启禀大人，家母身染疾病，一直需要人伺候，可是内子操持着一大家子的事务，实在腾不出时间，于是伺候母亲的活便落到了弟妹的身上。平日里看弟妹尽心尽力的，草民也很放心把母亲交给她照顾。没想到草民恳请大人严惩这恶妇，替草民的母亲讨回公道。哼，我就知道那个小贱人没安什么好心。大人，这个小贱人肯定是因为不想要伺候生病的婆婆，所以才下毒害死了她。他胡说！肃静，你是如何得知砒霜是陈于氏下的？启禀大人，今日晌午，家母吃了饭之后就呕吐不止，请了大夫片刻就没了。大夫说家母是中了砒霜之毒，而中午做饭的和给家母喂饭的都是陈于氏。没有大人，我没有，大人明察。民妇平日里对婆母尊敬有加，万万不敢做出此等丧心病狂的事来呀！你相公何在？启禀大人，民妇的相公在5年前就已经病逝了。所以这几年你一直带着女儿跟大伯一家生活。是，民妇一直很感激大哥大嫂的收留，所以从不敢忘本。大人，婆婆真不是民妇杀的呀！砒霜是从哪儿来的？民妇真不知啊，大人。我看到大伯母今日早上买了砒霜。我家这最近耗子多，我买来药耗子的。怎么了？若是平时倒没什么，但他前脚刚买了砒霜，后脚砒霜就被用作杀人的工具，这就不得不让人多想了。仵作已验出，死者确实是死于砒霜之毒。
但那砒霜不是下在饭里，而是在饭后被人灌下去的。饭里下毒必然会跟吃食混合在一起，饭后的毒却是跟食物分开的。仵作从死者的口中检查出了砒霜的粉末，也就证实砒霜是没有跟饭菜混合的。还有死者手里抓着一些衣物的残屑，仵作断定是死者生前从衣物上抓下来的。禀大人，通过查验，确定陈家赏我的饭菜没毒，但在死者所用的稀饭里检查出了砒霜。既然不是因为吃饭被毒死的，那么饭里的毒便是栽赃陷害了。立刻去陈家搜查。半晌，衙差带着一件有一些陈旧的花布罗裙回来，经对比，那件罗裙上破的地方跟死者手中的残屑基本一致。啪的一巴掌落在了陈林氏的脸上，把本就一脸茫然的陈林氏打的是更懵了。好你个林氏，平日里你口舌无忌，我也以为你只是嫌母亲累赘发牢骚，没想到你竟如此恶毒。大嫂，那是咱们的婆母啊，你怎么能忍心下此毒手啊？面对恨意满满的相公，一味指责自己的弟媳以及失望的儿子，跟看起来有一些焦急的侄女，陈林氏的脑子是嗡嗡作响，不知道杀人凶手为什么就从弟媳变成了自己。最后陈林氏被收押，陈于氏也是跟着进了大牢，等待再审。孟大人，明明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就是那个陈林氏杀了他婆母，还要嫁祸给陈于氏，你为什么不当场判？他这话里还含了几分的指责之意，觉得孟祥做事太过拖拉了。孟祥无语，他这是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还得小心伺候着，就很是心累。五皇子，滚一边去！你在这里只是一个捕快，出来的倒是大，还敢质问大人，能耐你哟！人家孟大人在刑部衙门这么多年，不比你个五谷不分的大少爷会断案，用得着你在这逼逼？得亏你有个好爹，不然板子分分钟落在你身上。萧锦明站在一旁，那是敢怒不敢言。孟祥心里却舒服了，这军捕头说的真是太他娘的好了，他也想这么对五皇子来，可是他不敢呢。大人，我们下去查了。军妻拽着萧锦明就出去了。孟祥就觉得吧，这军妻真的是不能再合他心意了。瞧瞧人家啊，话都不用多说，就知道该怎么办。自从军妻来了，他这头发呀都掉的少了，这是一个人才。他如果晋升了，第一个就得带着他走。我们已经把真凶找到了。哦，这么快？大人可不知道，咱们兄弟可是跑了一下午，腿都跑酸了，我才查清了真相。大人是不是应该奖励咱们兄弟顿酒喝呀？得了，等这件案子结了，本官请你们顿好的。谢大人。说说吧，凶手是谁？陈辉和陈于氏，准确的说，这是他们俩合谋作案。说说具体的。先说死者手里的那些衣物残屑，按一般人的逻辑，就是死者在死前挣扎之时抓破了凶手的衣服，留下了残屑。但是死者是死于晌午，而据左邻右舍看到陈林氏的人说，陈林氏在早上出门买菜的时候是穿了那件被抓破的花罗裙，但他回家后不久，陈家隔壁的李大娘去陈家借筛罗的时候，他穿的却是他现在身上这件绿色棉布的襦裙，这就说明他那个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已经把那件罗裙换了下来。要是他又换上那件罗裙，在行凶之后发现裙子破了，然后又换了下来呢？众人就跟看智障一样的眼神，让萧锦明的声音到了最后啊，几乎都变成了蚊子的嗡嗡响了。他就不明白啊，自己到底是哪儿说错了呀？你是不是傻呀？你去杀人的时候，早上穿一件，到外面转一圈，让人们记住你那件衣服，中途回来换一件，杀人的时候再换上早上那一件，杀完人再换下来啊。嘿，你倒是不嫌麻烦。还有啊，他有换衣服的那个时间，早把死者手里的碎屑清理了，还用得着多此一举吗？他那件罗裙摆放的那么明显，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属那件衣服扎眼。你杀人的时候穿的胸衣会放那么显眼的地方吗？这不摆明了是要吸引人注意吗？萧锦明脸上火辣辣的疼着，他往角落里面缩了缩，好像这样的话人们就注意不到他了。陈林氏这个人虽然嘴巴毒了点，人泼辣了些，但据周围的邻居说，他平时说得欢，但也没苛待过侄女和弟媳，该吃的该穿的一样也没少过，甚至有时候还一边叨叨着陈爹一个大姑娘穿的寒酸了丢了他的人，一边给陈爹做新衣服。说实话啊，陈家也不是富裕人家，有一个读书人要养，还有一个瘫在床上的老娘，一下子又多俩吃闲饭的，哪个能没有抱怨啊？反正军妻觉得陈林氏已经很是不错了，咋的？这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住的，还不能有点抱怨呢？相反，陈于是那个人看起来柔柔弱弱的，跟谁都笑得温婉，大家却总觉得他似是跟人们隔了一层一样，总不是那么真心。大家又不是傻子，一个人说是太假了，人们也不愿意亲近。你们猜我是怎么发现陈于氏的？是他抚摸肚子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几乎所有怀孕的女人都会做。你是说她怀有身孕？
没错，她虽然一直注意着不被发现，但有些孕妇在早期是会有反应的。比如说，他们胡同的一位大爷钓了鱼，跟他有个碰头，大爷还好心的想送他一条，结果他别过了头去，一脸的不适。大爷以为他嫌弃，还跟我叨叨了他2句。再比如，他有时候会下意识的护住腹部，刚我到大牢里，趁他不注意摸了一下他的脉门，他那肚子最少2个月了。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孩子哪来的？那指定是有奸夫啊！奸夫是陈辉。担任机智，陈于是整日里深居简出的，周围也没人反映他跟什么男人有来往。而且你们想想，陈于是在大堂上挨着谁比较近？人本能的会靠近自己亲近之人，就好像大家一起去喝酒游玩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跟自己关系好的人往一起凑一样。而且陈辉对于陈于是的靠近仿佛没察觉一般，并没有跟一般的男女那样不自然的避嫌。大堂上，当怀疑陈于是杀人凶手的时候，陈辉只是要求严惩，连对着陈于是说一句重话都没有。可轮到自己妻子之时，他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就给了他一巴掌。我到陈辉做工的地方去跟那里的伙计聊了一会儿，据他说，陈辉这段时间看着比以前随和了不少，好像有什么心事不见了一样。陈辉是一家布庄的掌柜，挣的钱将够养活一大家子人，他家也没什么喜事，有什么值得他高兴这么长时间的呢？伙计还说了一句话，让我确定了他跟自己母亲的死有关。伙计说，前段时间布庄借货的时候，陈辉还让供货的商家留了一卷孝布。孝布这东西大多数人都嫌晦气，也只有在卖丧葬用品的店铺里才有，而且价格还不便宜。可他从供货商那里拿，价钱能低1倍不止。我呢，到那家布庄的供货商那里问了东家，东家证实确有此事。那个东家当时还奇怪的随口问了一句，是不是有人过世了？陈辉给出的理由是，朋友家有长辈要不行了，因此想提前准备一下。这种事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因此东家也没在意。可是那卷孝布至今都在布庄的库房里放着，就好像他给自己准备的一样，随时准备拿出来用。综上所述，我基本断定死者是被陈辉和陈于是合谋杀死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负担太大，也可能是2个人想一箭双雕的除去累赘娘和总压着他们的陈林是好双宿双栖，也给孩子一个见光的身份。总之吧，他们绝对是共犯。众人看着他，那是真的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这脑子他妈怎么长？转得贼快，还观察入微，一丝一毫的细节都没有放过，就好像是为了断案而生的，简直了。咱们没有实质的证据，该如何让凶手伏法？找什么证据啊？孟大人，咱们办案还是要讲究点技巧的。陈于是不是怀了身孕吗？他那肚子可是与人通奸的铁证啊！咱大约律法，通奸就是打死都不为过。把他放猪笼里，我就不相信他不说。梦想一噎，所以是他不懂变通了。对了，我觉得那个陈辉的儿子可能知道点什么。大人，您审的时候别忘了他啊。他也是合谋？那倒不至于，只是今日我到他家，看他盯着陈林氏的东西的神情，隐隐透着愧疚。我怀疑他知道自己母亲是被冤枉的，可能出于某种自身的利益，他没有说出来而已。突然觉得这小子有些可怕呀，没在他面前露出什么不妥的表情吧？大人，你是不是做过什么缺德事儿啊？梦想僵了一下，这他妈有点邪乎啊！留在自己的身边会不会太危险了？大人，陈蝶求见，说有重要的线索。让他进来。你有何要和本官说的？大人，民女知道大伯母是冤枉的。我今天看到娘她撕扯了大伯母那件花罗裙。哦，你可知你这话会有什么后果？娘她做错了事情，不能让大伯母替她顶罪。其实比起他娘陈于氏，陈蝶更加喜欢陈林氏。陈林氏虽然是嘴巴毒，但是会关心他，会给他做新衣裳，有什么好吃的也不会落下他。可是陈于氏呢，就只是嘴上说的好听，却什么都不会为他做。实际上，陈蝶觉得他在他娘的心里还不如他大伯重要。要不说孩子的心思很敏感呢，就因为陈蝶年纪小，又是自己的女儿，陈于氏就会下意识地忽略了伪装，在他面前露出自己真实的一面。可是他不知道，这些都被陈蝶给记在了心里。你为什么在公堂上不说？民女，陈蝶说不出来，她才12岁，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应对突发变故的时候。可以说她在大堂上整个人都是懵的，只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回到家里，她这才慢慢的缓过了神来。陈于氏，你与人通奸，并怀有孽种，一律当诛。说，
奸夫是谁？倘若你是被胁迫的，我可免于一死；但若是你不知检点，勾引了别人，那你只有死路一条。大人，民妇都交代，只求大人能网开一面。大人，草民有罪。孟祥冷笑，这王八蛋终于是憋不住了。大人，陈于氏肚子里的孩子是草民的，不过草民都是受了他的勾引，才没有把持住。古代通奸可是重罪，他不想死的话，就得把罪名往陈于氏的身上推。陈于氏也不是善茬啊，都到了这时候了，他如果想要活命，只能够把主要责任都甩给陈辉。于是二人狗咬狗的就把如何下砒霜毒害死者的事儿给扯了出来。大家伙是真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人性的丑恶，一个嫌弃妻子粗俗，看上了温柔小意的弟媳，一个暗恨大嫂总是压着自己干这干那，把自己给当成免费的劳动力，就想着抢了大伯哥报复陈灵氏。同时他还想做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到时候这个家就他做主，再也不用看人的脸色过活了。于是在陈于氏有意无意的勾引以及陈辉的半推半就之下，他们突破了人伦底线，走到了一起。1个月之前，陈于氏察觉到自己怀有身孕，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就找陈辉商量。久病床前无孝子，其实陈辉早就已经厌烦了自己久病在床需要人伺候又得花钱的母亲。这一次被陈于氏这么一蛊惑，觉得老娘没了对他们母子来说或许都是解脱。于是呢，他们就定下了这一石二鸟的计策，既能够摆脱一个累赘，又能够除去碍眼的陈灵氏。最后陈蝶上堂，他的证词锤死了这2个自私自利的人。陈辉跟陈于氏通奸，并且合谋害死了老母，被判斩刑。孟祥也没有问责陈仁杰，只是让人打了他一顿板子，教训了他一下。娘，在牢里这段时间，儿子想了想，就知道这件事跟爹脱不了干系。可是儿子怕呀，我怕爹没了，我就不能上学了，而且爹有了污点，我以后也进不了官场了。娘，对不起。陈灵氏也是老泪纵横的表示不怪儿子。贴到门口那个惶恐胆怯的小身影，陈灵氏放开了儿子，擦了擦眼泪，示意他进来。大伯母，小蝶呀，以后你就跟大伯母还有你堂哥一块相依为命吧。陈灵氏恨陈于氏，但是他不会迁怒这个孩子，而且陈蝶在公堂上为了自己供出了他的母亲，这让陈灵氏非常的感动。别说陈蝶这么一个孩子，就是个大人，又有几个人会牺牲亲母来救外人呢？更何况陈蝶生父早逝，就这么一个母亲可以依靠了。陈大嫂，你找我是为了陈辉不肯签字的事吧？捕头大人，民妇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就厚着脸皮来求一求捕头大人。小事情，陈大嫂不必在意。走，我带你去找那个王八蛋。我也去。你去干什么呀？我去看看你怎么让陈辉妥协。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萧景明对军妻处理事情的手段跟方法，那真的是挺好奇的。一件事儿，他往往是不按照常理出牌，还能够完美的解决。他现在就觉得吧，这女人能够降住自己，不是自己太菜了，而是这个女人太奸猾了。3人来到了关押死囚的牢室，军妻还跟狱卒侃了一会儿。萧景明对他这个跟谁都能聊得来的特殊能力还是很惊奇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咋练出来的。见到狼狈至极的陈辉说明来意，他依然是咬紧了牙，不写和离书，也不签断绝文书。军妻可不跟他废话，直接就叫人给他上了刑。写不写啊？不写就接着上，反正这大牢里的刑具齐全的很呢，只要你受得住啊，我就给你全上一遍，那也没有问题。1遍不成，咱就2遍，我就不怕你不妥协。哎呀，这没一会儿的，陈辉就受不住了，他含着眼泪就写下了和离书，又在断绝文书上签下了字。自此，他就跟陈灵氏和陈仁杰毫无关系了。走出大牢，萧景明跟陈灵氏默默地离军妻远了一些。这家伙面对那么血淋淋的残酷场面，居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还让人加刑，是个狠人呐。陈大嫂，你都跟陈辉和离了，叫你陈大嫂似乎也不太合适啊。那往后我就叫你林大姐吧。林大姐，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以后想怎么谋生啊？走一步看一步吧，我打算先看看有没有什么浆洗衣物的杂活，先填饱肚子再说吧。小子，你过来，你家缺不缺人啊？要不然在你府里给林大姐安排个活干。第一次被军妻拜托事情，萧景明突然就有一些飘飘然起来。到底成不成啊？给个准话。成倒是成，不过我得请半天假，好带他回去安排。那么大的皇子府呢，其实也用不着他来安排，他就是想要跟军妻谈谈条件，在他的面前嘚瑟嘚瑟。成吧，下回你就别来了。那个，哎呀，我看还是不麻烦这位差爷了，我自己也能够找到活干的。
一个小小的捕快，那可能比他家也富裕不到哪儿去。林氏怀疑萧锦明这家里头到底请不请得起人做活呢？林大姐，你先跟他回去看看，多少是个机会，不成你再找别的活也不迟。站在五皇子府的大门外，看着敞开的大门，听着迎出来的一众仆从对面前那个一身捕快衣服的年轻人一声声五皇子的唤着，林氏这脚都有一些软了。不是，这年头的达官贵人都这么低调的。高高在上的坐在正中央的首位上，看着底下手足无措的林氏，被军妻奴役了好些天的萧锦明突然就找到了往日里皇子威风八面的感觉。要是被军妻知道他此时的想法，非得赔他一脸不可。堂堂一个皇子，居然沦落到在一个普通妇人的身上找存在感的地步，他也不嫌丢人。林氏被安排在了厨房，大户人家的厨房那可是钱多活少又吃喝不愁的好地方，府里多少人争着挤着都挤不进去呢。林氏能够找到这样的活儿，那还是多亏了军妻，人家又是帮忙弄文书又是找活的，林氏真的是感激的不知道该怎么回报才好。他特意找了一个时间，想要去提醒一下军妻萧锦明的身份，免得他总这么的得罪萧锦明，被他给记恨。咋了呀，林大姐？军捕头，您往后可不能再这么指使萧捕快了。为什么呀？哎呀，你不知道他的身份。我知道啊，五皇子嘛。啊，你知道你还敢这么对他呀？我们这情况比较复杂。安啦，林大姐，他不能把我怎么样。头，有案子。知道了，林大姐，我去忙了，你放心，那小子不能把我怎么样。差爷，你知不知道军捕头的来历啊？他期盼着军妻也是一个大人物，能够压过皇子的那种。衙差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但他知道那是皇上亲自指派下来的人，没有人敢得罪。那萧捕快，五皇子嘛，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你们怎么不对他尊敬些呀？面对这样的大人物，衙门里的人居然都能这么的淡定，仿佛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衙差一样。现在的衙差都这么的，林氏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儿来形容。我们捕头不在，他是皇子；我们捕头在啊，他就我们一样是个小衙差。可惜吧，他们捕头很少有不在的时候，所以这五皇子就算是一条龙，他也得盘着，甚至三不五时的被军妻给折腾一下，还不如他们呢。哎呀，这年头啊，皇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衙差有一些变态的舒畅感，林氏迷迷糊糊的就回去了。自此，他时不时的就会带着好酒好菜的来衙门贿赂贿赂这些个衙差，好让他们多照顾一下弱小的军妻。这么小的年纪就背负着这么重的责任，真的是难为军捕头了。要说林氏，那真的是一个知恩图报的，这也说明军妻没有帮错人。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放心，不会忘的。等本姑娘再玩2天就回去收拾他们，解决了曲阳侯府那些王八犊子，我就带你去外面的花花世界了。你和曲阳侯府的人有仇？玉墨之睁开了眼睛看着他，军妻总觉得吧，这家伙的眼神含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仇大了，除了我四哥那个蠢的，曲阳侯府那些人我一个都没打算留。所以曲阳侯府覆灭之日，就是你离开的时候。也能这么说吧，我留在这世界最大的目的就是解决仇怨，报完了仇，了结了恩怨，就等于没了牵挂。所以呢，我打算到处走走，见识一下外面的广阔天地。玉墨之看着军妻，眼眸深深，似有千言万语，又似是无话可说。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啊？就怪瘆人的。哼，只不过看你是哪家厉鬼投的胎，这么大的怨气。是，你以为你是火眼金睛的猴子？本王没火眼金睛，但本王却看得出来你不是个好人。你是咋好意思说别人的？所以咱们俩半斤八两。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把我跟你一个杀人狂魔放在一个水平线上啊？不客气。招财听着他们俩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斗嘴，总感觉自己被排挤在外，成了多余的。该休息了。哼，虽然搭档不靠谱，但也是我的，谁都不能跟我抢。叫完了，随之玉墨之那冰凉的眼神也扫了过来，招财立马就怂了。你困了？那我们去休息吧。莫大王爷你自己孤家寡人的，不要太寂寞呀。第二天，招财的伙食一下子就降了好几个等级。按照玉墨之的说法，就是他太胖了，该减重了。刘中大管家同情地看着招财，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罪了他们家王爷。招财内心泪崩，后悔一时冲动，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后果。孟祥承诺的酒菜终于是被安排上了。来，头，我给你满上。咱们今日能混上孟大人这顿酒，可多亏了头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本皇子也能请大家吃上酒。
被拉来的萧景明还来了一句酸话。总之呢，这顿酒吃的众人还挺尽兴的。你到底行不行啊？看着脚步有一些打晃的萧景明，冰妻嫌弃的又离远了一些。这家伙好歹也是一个皇子吧，被一群衙差给惯得连路都走不利索了，咋就这么没用呢？你自己慢慢走吧，我先回去了。等，萧景明刚发出了一个音，突然就啊的一声尖叫响起，把他吓得酒都醒了大半了。少多管闲事。本皇子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姑奶奶是哪种人啊？得啊，你乐意去你就去啊，吃了亏你可别怨他没有提醒他。一会儿，萧景明就从巷子里面浮出了一个标致的姑娘。那姑娘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带着惊恐的神色，单看她这模样，就让人不由自主的浮想联翩。萧景明扶着姑娘往前走，路过军妻身旁的时候，还横了她一眼，好像是在指责她的见死不救。远处的巡城兵听到动静，小跑着赶过来，眼看着巡城兵是越来越近。求官差大人救命啊！大人，有人非礼小女子，求大人救救小女子。那人在何处？就是他们。姑娘伸手一指，军妻跟萧景明立刻就被10多个人给围住了。军妻翻了翻白眼，哼。萧景明看着那个哭得可怜的姑娘，一脸的懵。我说什么来着？你自己找死就算了，还拉上别人，晦气。军妻跟萧景明暂时被投入了大牢，等待审讯。你怎么知道不对劲的？萧景明反应过来，自己是被算计了。3更半夜的，早不叫晚不叫，先在咱们经过的时候闹出动静，也就你傻的没察觉出异样。哎，我说你小子到底是不是在尔虞我诈的皇宫长大的？那警惕性咋就这么低呢？现下怎么办？哼，等着提审呗，能怎么办啊？哦，连累他了，还想让他想办法呢？他咋想得这么美呢？王爷，七姑娘被抓进了牢里，怎么回事？有姑娘告他和五皇子非礼。说这话的时候，刘忠自己都忍不住的抖了抖眉毛。军妻她一个姑娘，她能非礼谁啊？派人去问问有什么需要没有。以那丫头的能力，一个小小的牢房根本就困不住她。既然她想待，那就顺着她好了。天大亮，昨天晚上就抱了上去的孟祥，整理官服准备上堂。孟祥可不是鲁莽之人，虽然说这种事情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可是那俩人可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更何况这明显是有人给那2个人下套啊！事情可能还牵扯到了朝廷权贵，不是他这种小官能够参与的。他还是明哲保身的好。可是他们尚书大人显然是比他更加的老奸巨猾。刑部陈尚书得知此事，只是让他按律法来办，潜在的意思就是你自个儿处理。孟祥心里直骂娘，还要怎么处理呀？也不看看那俩是谁，他能处理得了吗？像这种事情如果坐实了，毁的可是五皇子的声誉，甚至能够让五皇子直接从夺嫡的战争之中退出来。孟祥昨天晚上是一宿没睡，就为了查有没有突破口。想到了这儿，孟祥又在心里面问候了一遍自家顶头上司的祖宗18代。老狐狸呀，就知道为难下属。其实孟祥不知道，昨天晚上刑部尚书接到消息，就知道事情可能还会往大了发展，于是连夜进宫跟渊正帝禀报此事。当渊正帝听到他说军妻跟他的5儿子奸污民女的时候，一口茶都喷了出来。刑部的人不知道，但他可是清楚，军妻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女孩子呀，她就是有那个心，她也没有那个作案的工具啊。再说老五，咱就先不说他有没有做吧，就说有军妻在，他要是真敢，军妻那个暴脾气直接就能废了他。所以渊正帝立刻就明白这是一个针对萧景明的局，只不过呢被军妻给赶上了，渊正帝也就不急了，只是让刑部公事公办即可。他也想看看有哪些鱼会露头。军捕头萧景明，你们对王莲的指控有什么辩解的吗？大人，我们要告王莲对我们图谋不轨不成，恼羞成怒，栽赃陷害。你说你被我们给行了不轨之事，那我们还说你亏死我们呢。萧景明就孟祥也是无语，不是还能这么操作呀？王莲呢更是眼泪要掉不掉的，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演了。这个跟他预计的不太一样啊。大人，且不说3更半夜的，她一个女人为什么一个人出现在那里？就说以我们的身份，那什么样的美女找不到啊？就是眼瞎了也不可能强迫一个这么丑的女人啊！就是她不嫌弃我们，我们还嫌弃她难以下咽呢。我怀疑她是知道我们身份贵重，提前埋伏在了那里，就是想勾引我们攀上高枝。可她没料到我们是坐怀不乱的君子，所以才撕破了自己的衣服，想以此赖上我们。你信口雌黄，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什么身份。那你半夜怎么一个人出现在那里？我刚说了，是我跟父母发生了口角，一气之下才独自出了门。你胡说，恐怕你是知道他身份不一般，一直跟踪他吧。旭时我进酒馆的时候就看到你在酒馆门口鬼鬼祟祟的，你还说不是一直在跟着我们？大人
人冥界啊！虚实小女正在家中，又怎么可能出现在什么酒馆门口？这家中人都能作证的。那可能是我看错了，可是那个人真的跟你很像，穿的衣服也是一模一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孪生姐妹啊？小女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并没有什么姐妹。那就是你无意中得知萧锦明的身份，所以才想着勾引他。毕竟对你这种人来说，能攀上皇家的机会可不多。我说了，小女并不知道他是皇子，又哪来的攀高枝一说？我可没说他是皇子。这就叫做言多必失，话说的多了，总是会露出破绽的。大胆王莲，叛诬构陷皇子，该当何罪？说是谁指使你的？还不从实招来！你们官官相护，小女子人为是报，斗不过你们这些人，但小女子绝不会屈服在你们的淫威之下。我这就以死明志，以正清白。说完，他就朝着孟祥面前的案桌撞了过去。砰的一声响，王莲头破血流的就倒在地上晕过去了。现在怎么办？萧锦明也没有料到王莲居然会这么狠，他总感觉自己是要倒大霉。凉拌呗，赶紧回去换身衣服睡一觉，往后有的你睡不着的时候。萧锦明无语，这不好的预感就更重了，怎么办呢？然继王莲寻短见被救下并且关押之后，王莲的父亲就在烈日炎炎之下跪到了武皇子府外，祈求萧锦明饶过自己的女儿。他声泪俱下地表述了一番自己女儿的不识好歹，暗暗道出了武皇子侮辱民女，并且跟刑部衙门的人勾结，把他女儿抓进大牢的事情。事情是越演越烈，不到一日，萧锦明就成为了百姓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连大门都出不了了。这还不算，早朝御史的参奏以及多个官员的落井下石，也让事件进入了另一个高潮。有人提出要严惩武皇子，以慰民心；有官员则趁机落井下石，想踩武皇子一脚。还有浑水摸鱼的，当然了，也有给萧锦明做担保的。元正帝冷眼看着这些个上蹿下跳的臣子，平日里让他们干点正事儿，也不见得他们有这么的积极啊。对他儿子的事儿倒挺上心的嘛，可真的是辛苦他们了。就他的这些个臣子，谁真的干净啊？别说他儿子没干出那等下三滥的事儿，就是真干了，没有人推波助澜，也闹不了这么大。元正帝不相信这些个老油条不清楚，说不定这里面还有他们的手笔呢。想到自己身体硬了，这些个玩意儿就开始虎视眈眈的盯着自己的龙椅。元正帝的心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早朝就跟个菜市场似的，争了半天也没有争出一个所以然来。元正帝还什么态度都没有，众大臣摸不准皇上的心思，退了朝又跟自己的同伙凑到一块儿，商量着该怎么在这件事情之中得利。还在禁足的惠妃得知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火急火燎的出了寝宫，跑到了元正帝面前去给儿子求情去了。元正帝本来心情就不好，惠妃还往他的枪口上撞，元正帝直接命人就把他给插了出去，传到了各宫耳朵里，那又是一轮惠妃母子要完犊子的猜测。皇上，我刚看到一个女的被拖着走，鞋都掉了，好不狼狈啊！该不会是你小老婆惹你生气，被你打入冷宫了吧？那是老五的母妃。军旗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惠妃来求情，被这老皇帝给赶走了。武皇子有点随母啊。你说着这母子俩都不太精明的样子，也不是说脑子不好使，就是有的时候吧，有一些冲动，也有一些自大，事情还没个定论呢，惠妃就坐不住了，这也太沉不住气了。元正帝听了这话就觉得无语啊，别以为他听不出来，这丫头是在内涵他女人跟儿子呢。事情办得如何了？元正帝也没有想到啊，自己还有跟这块滚刀肉合作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这个一国之君为什么会沦落到如今这个地步。差不多了，我跟你说啊，皇上，那王莲一家子真不是个东西啊，简直就是坑蒙拐骗的行家。这得亏遇到我，不然你我儿子怎么没的都不知道。军旗巴巴的为自个儿揽功劳，说重点。元正帝不耐烦的打断了他聒噪的唠叨，这丫头的这张嘴那就跟租来的似的，能用就不能闲着。没耐心的老头子。重点就是我办事你放心。让你说重点，没让你什么都不说，你是不是想讨打？元正帝发现自己被他练的这脾气都好了不少。说就说嘛，着的什么急啊？就王莲他们一家子，也不知道是谁指使的他们，只是一天晚上有一个黑人给他们一大笔钱，让他们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并承诺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以为他藏头露尾的本姑娘就查不到他了，哼！结果我还真没查到。说了等于没说。哎呀，幕后指使不重要了，咱们是干大事的人，要把目光放长远，看怎么利用这次的事儿，让咱们的利益最大化嘛。如果是他自个儿被人如此的算计，他能把幕后那家伙给拆成8块。但是萧锦明嘛，哎呀，为了你老子的江山，你就委屈点吧。啊，
我到五皇子府去转了一圈，诱饵已经抛出去了，就等水回了鱼儿窜上来，咱们就能撒网了。这一网下去啊，本姑娘跟您保证，您那些臣子得安分好长一段时间了。渊正帝是真觉得这家伙生成了一个女孩子，那真的是老天爷开了眼。这如果是个男娃，就凭他这眼光跟手段，以及那唯恐天下不乱的德行，他们大越还不得乱套了。这家伙能力是没得说的，就是这德行太差了。这样的人真的是太可怕了，因为他不干正事儿，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他给阴了一把。皇上，事成之后您可不能忘了答应我的事儿哈。君妻再一次提醒渊正帝，忘不了。渊正帝心说你来一次提醒一次，他想忘了都难呢。墨汁看着早出晚归的君妻，觉得京城可能是要发生大事。皇上隐约的跟他提过，跟这丫头在谋划的事儿。就这丫头，给他点火星子，他都能把草原给烧了。他都不知道他这搅风搅雨的德行到底是怎么养成的？难道是闲的？10天过去，萧景明的丑闻非但没有消减的趋势，处置萧景明的呼声还越来越高了，名分也是日渐高涨。当然，这里面除了有萧景明对手的手笔，也少不了君妻的推波助澜。只有闹得越大，才越好下手，不是吗？这个时候，京城已经有人察觉出了异样，一个皇子就因为一个民女就要毁了，这怎么想都怎么不对劲儿嘛！皇上为了平民愤，要把五皇子贬去苦寒之地的消息是不胫而走。惠妃宫里的人也被皇上的人给压着收拾行囊，看样子惠妃也是要跟随五皇子一块儿走。为此，惠妃都已经哭晕过去好几回了。突然，各个成年皇子府邸几乎是同时收到了一封密信，信上表示五皇子不甘被驱逐，打算是放手一搏，具体没说萧景明要干什么，但是散发出的信息无疑不是朝着夺位去的，所以众皇子立刻就行动起来了。五哥，你真的要这么做吗？六弟，你不要再说了，明明是我被算计的。父皇不仅不能为了我讨回公道，反而要牺牲我成全他的名声。我宁愿一死，也不要被贬到苦寒之地，受这等冤屈和苦楚。这演技应该可以吧？君妻只交代要通过他六弟的口把这个消息给做实了。虽然对于一向亲近的六弟有一些愧疚，但是为了父皇的计划跟自己的前途，他就只能是对不起六弟了。六弟这么的为自个儿着想，应该是不会怪他的。萧景明不知道的是，他以为的好六弟此时正在为自己做打算呢。也得亏君妻再三警告萧景明，不能够在萧景业的面前露出破绽，不然这计划他真的有可能在他这儿就夭折了。萧景明装模作样的召集幕僚，跟自己以为已经拉拢好的大臣商量着谋逆大计。他其实也不想暴露这些人，只是君妻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挖出了这些人来。他如果不配合，君妻就到他父皇的面前去告他结党营私，他这也是被逼无奈嘛。其实每一位皇子的身后都有着自己的势力，有的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再加上君妻太过精明，查出几个来那真的没什么难的。最重要的是，五皇子的这些心腹有很多其实私底下都已经归顺了六皇子，不过是萧景明自以为萧景业是他的人，所以呢并没有注意到罢了。君妻觉得自己如果跟萧景明说实话，他也不会信的，人家那可是从小亲密无间一块长大的亲兄弟，自己跟萧景明才认识了几天呢，萧景明又凭什么要相信自己呢？所以只要不影响到自己的计划，还是让他们兄弟俩自个儿玩去吧。早朝，渊正帝突然就吐出了一口血，晕过去了。哎呦，这下好，你说这下的朝廷还能不乱吗？皇上中毒的消息传了出来，整个京城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然后就是惠妃出了寝宫事急，连皇后的宫殿都被人给控制起来。皇上的命令通过惠妃的口传出来，由五皇子代为理政。你说说这命令说的对吧？那众皇子当然是不能干呢。有大臣闯宫，结果呢皇上正昏着呢，他们也没办法，只能是无功而返。看目前的形势，这五皇子谋反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众人也是各自为营，就等着那影响着整个大越的最关键的一天的来临。代理了几天朝政的萧景明并没有享受到至高无上权力所带来的快感，反而是被折磨得不轻。没办法嘛，你说他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子，根基又不深，各势力能够让他好过那才怪了呢。反正只要是他说的，总是有人反驳。人家还反驳的是有理有据的。每天面对着吵得不可开交的众朝臣，萧景明这个黄毛小子简直就是生活的水深火热。他现在就严重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当皇帝的那块料。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在萧景明的千盼万盼之中，宫里的丧钟响了。面对底下虎视眈眈的兄弟跟他们身后的各位大臣，萧景明这心呢颤颤悠悠的。不过就算是害怕，这戏呢还是要演完的。萧景明只要一想到过了今天自个儿就能解脱了，顿时就生出了一股子的力量来。来人！早就准备好的侍卫军拿着刀就冲了进来。众人一看这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有人淡定，有人就慌了。总之是什么样的都有。众位还有谁对本皇子继位有异议？你这是谋朝篡位！还真就有人站出来当了这个出头鸟。萧景明朝着侍卫使了一个眼色，俩侍卫军上前就把那人给拖出去了。众人一看有一个阵亡的，都静了声了。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又一伙穿着铠甲的兵将闯了进来。紧接着三皇子站出来了以匡扶正义、铲除逆贼为名，让人拿下了萧景明。三皇子身后的人那自然是要推举他为新皇了。自以为是皇权的这个二皇子紧随其后，又把人三皇子给拿下了这一波接着一波，让假扮成太监在一旁看热闹的军妻都佩服这些人。这些个皇子那可真的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啊！眼看着大局已定，二皇子迈着激动的步伐走向了皇位。结果呢，又在外面闯进来一批人，他们身穿阎狼卫特有的军服，手持钢刀，威风凛凛，也是杀气腾腾。阎狼卫，玉墨之的专属卫军，骁勇善战，以一敌十。果然从中间分开了一条道，玉墨之那高大的身影带着他特有的清冷气息，就站在了大殿中央。哥，你也想大逆不道？拿下！玉墨之充分的诠释了人狠话不多这句话的意思。阎狼卫也是让这些人第一次见识到了他们的无往不利，降则抓，不降则杀。这片刻，无论是三皇子的人还是二皇子的心腹，无一人脱逃。大胆玉墨之，你敢谋朝篡位？朕看胆大包天的是你。紧接着渊正帝就在大内总管长安的陪伴下，从旁边的偏殿走了出来。不皇，二皇子等人就傻眼了。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渊正帝坐在龙椅上，看着乱哄哄的大殿，是脸色发黑。众人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皇上这是给他们所有人来了一出引蛇出洞的好戏，把他们给一网打尽了。怪不得他们连打斗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这一波一波的兵就如此顺利的进来了。感情皇上这是在瓮中捉鳖呀，不费一兵一卒的就把他们给逮了一个正着。此时的大殿上，中立的还是哪派的，那一目了然。沉得住气没有冒头的六皇子等几位皇子的身边，那些人也都被渊正帝收入了眼底。二皇子三皇子摇摇欲坠，萧景明倒是身板挺直了一些，他可没造反，他有什么好怕的？说起来他不仅无过配合他父皇演戏，他还立了功呢。想到此处，他连下巴都抬高了一些。六皇子把他的表情收入眼底，眼眸沉沉。这个五哥连他都给骗过去了，有一些超出了他的掌控。二皇子跟三皇子被渊正帝罚了几板子，闭门思过去了。二皇子跟三皇子狠狠地松了一口气，按说以他们的做法，被流放甚至杀了他们那都不为过，他们的父皇却只是让他们闭门思过，连皇子的位置都没有被没收，这对他们而言那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其实渊正帝这么多的儿子，他敢肯定就没有几个不惦记他的皇位的，只不过二皇子和三皇子更加的沉不住气而已。对于这俩还不如六皇子阴险的，渊正帝也没有多气，而且他还要这些个蠢儿子牵着那几个心机深沉的儿子，当然是要留着他们了。这一道道的旨意下去，贬的贬，罚的罚，还有真忠诚的也是做出了奖赏。当然渊正帝也明白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他也没有罚得太狠，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渊正帝表明可以既往不咎，只要这些人能够在政绩上有着突出的表现，他还可以再重用。不得不说渊正帝那真的是一个懂帝王之术的，逮着人家罚了一顿，还落了一个宽宏的名声，最后呢还激励了人家一把。经过这件事之后，大越的朝堂那着实是太平了好多年。怎么样，皇上？我这招好用吧？这就叫不破不立。有时候让事情乱一乱，局面会更好。这丫头是个干大事的鬼才呀，就是太不着调了。让她干点活，没好处就本想。我不服，父皇，明明我立了功，为什么没有奖励，反而要跟着祭足？六弟什么都没做，还捞了个户部侍郎做呢。您不奖励二臣，二臣也无话可说，但凭什么还要罚我？你爹摊上你这么一个儿子，也是祖上积德了。我看你就适合当个闲散王爷。本皇子知道我没你精明，但本皇子也不傻。你知道为什么你被人算计吗？因为我是皇子，还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哼，
你可真聪明，枪打出头鸟，你懂不懂？人家不算计你，都对不起你拽的258万的这张脸。你瞅你六弟，人家也是皇子，人家跟在你身后安安静静的，什么危险都没有。你再看看你，差俩鸡毛，你能把自己当成孔雀？你也不想想，2皇子和3皇子都被罚了，只有你没被罚，这意味着什么呀？3篡位的罚了俩，还剩下一个，那个剩下的那必然会被大家猜测，被众皇子忌惮，成为众矢之的。当然也有揣测皇上是不是对他另眼相看的，这些都是置萧景明于明枪暗箭尔虞我诈之下的原因。渊正帝这也是为了保护他，所以才罚了他，让他不至于太过扎眼。连这都想不到啊！军旗就觉得以这小子的脑子，那可能都活不到大结局。这脑子按他头上可惜了，咋就不能跟我儿子换换了？可凭什么给六弟那么高的职位？因为他太阴险了，利用兄弟在前面挡刀，在信任有加的兄弟背后，利用兄弟的资源挖兄弟的墙角，在暗地里暗戳戳的算计。那个萧景业自己得利，还拿萧景明做挡箭牌，真不是个好东西。渊正帝就是要把他从萧景明的背后给拉出来，让他风光的站到人前，感受一下那些个明枪暗箭，省得他自以为自己那些个小聪明有多么高明似的，正事儿不干，各种的算计。你是不是对六弟有什么误会？误会你个屁呀！哼，军旗都懒得搭理他了，就让这么一个蠢玩意儿跟他的六弟相亲相爱去吧。他扭头提醒了渊正帝一句，该兑现承诺了，然后就跟着玉墨之出了西暖房了。莫大王爷，你说你那个五表弟不会是捡来的吧？智商堪忧啊！也许，这娃也不知道能不能寿终正寝，就这智商，估计悬，有可能直接殉葬了。有道理啊。渊正帝没了，新皇若是容不下他，可能真的会让他跟着渊正帝一块儿走。父子俩也是个伴儿，到了地下不至于太孤单，这也是件好事。他们的对话传到了屋里，渊正帝和大内总管长安一阵的无语。他们什么意思啊？这是在说他蠢而不自知吗？滚！看着他这个样子，渊正帝比他还气呢。近期坐着皇后的轿辇，在大内总管长安的陪同下，一路招摇过市，风风光光的就回到了曲阳侯府。曲阳侯府的人以曲阳侯为首，全部是整装出来恭迎圣旨。长安展开了圣旨，洋洋洒洒的说了一堆，总之就是说君妻因故救了皇后，是皇后娘娘的救命恩人，让曲阳侯府的人不要怠慢了他，损失了大半家产的伤刚刚平复了一些，又紧接着发生了夺位闹剧。这场风波刚过去，曲阳侯府眼见着就平静下来了。这个魔王丧门星他又回来了，他不仅回来了，他还带着谕旨，坐着凤辇回来了。曲阳侯府人心里那个酸爽劲儿，那就别提了。军旗看着跪在面前的一群人，有着一种想要大嚎一声“我胡海三我军旗又回来了”的冲动。当然了，这一次风光回府只是顺带的，军旗这一次出谋划策的真正好处是渊正帝司库里的一件宝贝。妹妹啊，妹妹，你可回来了！松开，我又没死，你嚎的什么丧啊？不许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军旗失踪的这些天，他经常的做噩梦，不是梦到军旗被坏人给拐卖了，就是梦到他的魂儿回来看他了。何少康真的是没少担惊受怕，他妹妹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个人在外面，那得多危险呢。此时的何少康是完全忘记了自家妹妹在福光寺大杀四方时的惊心场面了。在他的心里，妹妹再厉害，那也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外面坏人那么多，谁知道什么时候碰到一个心机深沉的，就把他妹妹给骗了呢？妹妹还是在他的身边好安全。军旗要是知道他如此的没有自知之明，那非得削他不可，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保护他呢？哼，你这心可真大。妹妹，你这些日子都去哪了？妹妹，你一个人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妹妹，军旗被何少康吵得脑仁疼，找了一个借口就把他给打发了。何少康走了之后，军旗迎来了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传闻已久的曲阳侯府大少爷。何少景带着自家夫人罗浅韵看过军旗，说了几句的场面话之后，就放下礼物走了。全程没有套近乎，也没有指责，也没有跟罗浅韵似的讲一些大道理来诓他。这位曲阳侯府的大少爷果然是一个人物啊。小姐，侍郎府宋老夫人派人过来传您过府一叙。宋老夫人谁啊？哦，想起来了，就是宋倩如的亲娘，户部侍郎家的老太婆。这老太太不冒头都忘了宋家还有俩需要解决的仇人呢，是该去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了，顺便看看宋家那老太婆要整什么幺蛾子。哟，都等着迎接本姑娘呢。跪下！老太太，你怕是忘了本姑娘有见君不跪的圣旨了吧？有事说事儿，别给姑奶奶整这些后宅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本姑娘跟你们不在一个层次上，姑奶奶也不讲什么礼教，所以啊，你们也不用跟本姑娘用什么长辈啊、教养啊这些东西来压制我。
好，你好得很呐。谢谢夸奖，这不用你老说我也知道。老身问你，你为什么要坑害你的母亲？当初你被换，她并不知情，说起来她也是受害者。可是你呢？你一次一次的坑害她，让她沦落到今天这般地步，你的心为何就如此的狠毒啊？是啊，何大小姐，别的不说，侯夫人怎么说也是你生母，她的名声坏了，对你也是有害无利，不是？宋二夫人，你小女儿如今可还好？哎呀，因为她连累的你们宋家的儿女婚事艰难，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个丢人现眼的惹祸精扫地出门啊？军妻真的是专往人的心窝子捅啊！宋二夫人脸色难看的闭了嘴。宋老夫人，要说狠毒，本姑娘跟你女儿比可差远了。你可知皇上为何打了何少杰板子，还不依不饶的把她贬为了庶民？还有那位跟你女儿有了首尾的那位刑部主事的儿子，他死了，按理说他父亲是苦主啊。可是不仅他父亲，连他的妹妹，宫里那位颇得圣宠的荧嫔也在此事后进了大牢，再也没出来。宋老夫人，你是在曲阳侯府得到的消息吧？本姑娘可以告诉你们，何少杰确实没找人玷污他的母亲，但他却在半夜引了那位刑部主事的儿子进了我的屋子。不仅如此，我那天的晚饭中还被侯夫人亲自加了料。你信口雌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因为那位主事的儿子有一个得圣宠的妹妹和一个有权力的爹呗。何少杰想把我卖了换高升，宋倩如不想看到我这个让他抬不起头来的女儿，两个人一拍即合，一个带着10多个大男人闯入我的屋子，一个怕我反抗给我下药。哼，他们可真是亲母子啊，都是一路货色。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切，你们不相信，咱们可以找刑部陈尚书对质，人证物证齐全。不然你们以为刑部尚书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私自处置了侯府公子、刑部主事，还连带一个得宠的后妃？所以你就历代桃僵的拿你的母亲开刀，让她代替你被那贼人给侮辱了。既然他这么为儿子的前途着想，我自然要成全他的一片爱子之心了。人呐，想得到总得牺牲点什么，不是吗？你这个逆子！宋老夫人被气得都开始大喘气了。在她的心里，她女儿就算做的再不对，那也是军妻的母亲呢，孝道那是绝不可废的。葛大小姐，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你的生母，你这做法实在有违德行。我看他这就是大逆不道。你们这意思是，他怎么做，我就该怎么受着了？就算侯夫人做法欠妥，你可以告知家中长辈，请他们为你做主啊！你这样不仅毁了你母亲，还毁了咱们梁府的声誉，与大家都没有好处。告知长辈？告诉谁啊？曲阳侯？何家那个偏心的老夫人？还是你家这个教养出那种女儿的老太太？你确定他们知道了不会要我息事宁人？说不定还会以为他们的主意不错而帮他们呢。宋二夫人被他对的都说不出话来，因为军妻说的，他压根儿就反驳不了啊。如果那种情况真的是发生了，他们的确可能会牺牲一个碍眼的军妻，去成全何少杰的步步高升。我呀，从小就知道一个道理，靠山山倒，靠人人跑。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谁都靠不住，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要依靠任何人。那你为什么要回曲阳侯府啊？在宋老夫人的心里，军妻就是嘴硬。属于我的生活被一个虐待了我10多年的贱妾的女儿占了，我为什么不回去？明明受了10多年苦的是我，父母亲人却恨不得把我弄死给那个假货腾位置。不争馒头我也得争口气，只要有本姑娘在的一天，除非曲阳侯府倒了，否则这曲阳侯府大小姐的位置就只能是我的。你们就是憋屈死，也得给姑奶奶受着。军妻！一声尖锐的叫声之后，宋依灵带着2个婆子跟2个拿着木棍的家丁，怒气冲冲的就冲进了大厅。军妻！宋依灵看着军妻的眼神恨不能吃了她。你害我后半生，我今日就要杀了你！大厅里的宋怡静等人见到这般架势，有一些害怕的往边上躲去。依灵，不可莽撞！曲阳侯府一家子都拿这小丫头没办法，宋二夫人可不认为军妻是那么好对付的，让她去，让依灵打死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抓住他！我要拔了他那条无事生非的贱舌头！2个粗壮的婆子是撸胳膊挽袖子，凶神恶煞的就先朝着军妻走了过去。军妻翻了一个大白眼，吵不过就动手啊！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没素质啊？
两个婆子一边一个，伸手就想扣住军妻的胳膊。军妻也没客气，左右手同时伸出来，把那两个婆子的手腕同时给抓住了。然后在婆子使劲想要抽回手的时候，军妻突然发力，俩婆子居然直接被他给甩出去了。婆子砸在了对面的墙上，然后落到了地上，吐出一口血就晕死过去了。这些个内宅女人哪见过这个呀，吓得嗷嗷直叫啊，纷纷扎堆就往角落里面缩去了。军妻笑呵呵的就向着呆愣住的宋依灵走了过去。你想干什么？还不快给本小姐打死他！俩小厮只能是硬着个头皮朝着军妻挥舞着木棍。军妻躲开了木棍，一人给了他们一脚，这下子好了，他们也阵亡了。来人，快来人！可这人还没来呢，军妻就已经薅住了宋依灵的头发。面对凶狠的军妻，宋依灵是又急又怕，头发还被扯得生疼。他刚要张嘴，军妻就把他的头直接给摁在了旁边的桌子上。桌子上的茶杯落到了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刺激着人们的耳膜和心脏。你放开依灵！松儿夫人焦急地冲向了军妻，被军妻一脚就踹在肚子上，爬不起来了。这个时候，护院跟家丁拿着个刀棍也赶了过来。他们见军妻死死地按住宋依灵的头，拿着武器立刻就把她给围了起来。上，把这个孽障给我拿下！不，给我杀了他！宋老夫人怒吼的声音都是抖的。护院家丁见军妻手中没有武器，也没顾忌的，齐齐朝他就围攻而去。刀锋袭来，军妻拽着宋依灵的头发，灵活地躲开了第一刀，紧接着是破空的棍子的声音。军妻拽着宋依灵，游刃有余的在这些个家丁护院里面穿梭着，不断的有人倒下，直至没有人再敢出手。军妻站在大厅的中央，环视这一屋子的人，轻蔑一笑，他一脚就踢在了宋依灵的膝盖处。宋依灵吃痛，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军妻又抬脚踩在了宋依灵的后背上，宋依灵不得不面抵着地面，就这么趴在了地上。脚挪位置，军妻用脚尖勾起了地上散落的一把刀，漫不经心的掂了掂手里的刀，他面色陡变，眼神凌厉的突然把刀就插向了地面。住手！随着一声急迫的叫声，宋依灵的左手掌整个被刀尖就这么给钉在了地上。宋老夫人一下子就晕过去了，宋依灵也是尖叫一声没了动静。与此同时，宋家的大家长宋侍郎也进入了大厅，看着眼前的一幕，他闭了闭眼，还是回来迟了呀。爹，你快救救依灵吧！快把他抬屋里去找大夫。慢着，今儿的事情没完之前，谁也不准走。折腾完了他，就当没事发生过呀，美的他们。你还要如何？怎么样？当然是跟你们所有人说清楚了。他看了一眼昏迷的宋老夫人，特意咬中所有这两个字，别以为昏过去就没事了，既然敢叫他来，就得做好被他收拾的准备。宋侍郎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命人去找大夫。叫什么大夫呀？军妻寻了一个完好的茶壶，拎着就走到宋老夫人的跟前。茶壶倾泻，水顺着壶嘴吧嗒吧嗒的就落在了宋老夫人的脸上。宋老夫人慢慢的睁开了眼睛。老爷呀，你可算是回来了！这个军妻他欺世灭祖，无法无天呐！闭嘴！宋侍郎很少有如此疾言厉色的时候，他这一声直接就让宋老夫人的话卡在了嗓子眼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宋老夫人，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来吗？说实话啊，我在你们宋家受了10几年的虐待，说没怨那就是矫情了，但要说恨也谈不上。咱们充其量就是住在一个屋檐下10多年的陌生人，你们想把宠爱给何慧莹那个你们宋家的主，还是大街上的乞丐，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因为你们对我来说真的什么都不是。我跟何倩如之间的恩恩怨怨，你们若是袖手旁观呢，咱们以后就还是相安无事的陌生人。若你们想帮何倩如对付我呢，那咱们就看看最后到底鹿死谁手。总之，今天这种叫我过来又打又杀的事，我希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大家是安堵如故，还是你死我活，就端看你们宋家怎么选了。军妻的意思很明白，他跟宋倩如那是化不开的仇怨，宋家如果帮宋倩如，那便是他的仇人。今天他来既是警告也是声明，有点先礼后兵的意思。军妻说完，留下了一堆的烂摊子就走了。宋家又是请大夫又是治伤的，又是一阵的鸡飞狗跳。军妻出了宋家，走在大街上才想起来那个小妾他还没有瞧见呢，要不然再回去一趟。
还是算了，怪麻烦的。反正这机会多的是，下次再说吧。皇上，您怎么在这里啊？墨汁的府邸，朕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元正帝见了他，那也是眼珠子疼。你吃枪药了？你又来干什么？我来问问莫大王爷有什么急需解决的烦心事没有？哟呵，你还能给解决不成？皇上，看您眉宇间带着股子忧愁之色，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朕有烦心事，你这么高兴是几个意思？你是不是又在动什么歪脑筋？什么歪脑筋啊？我那顶多算是互惠互利。元正帝一噎，那不就是想利用我吗？自己玩去，别在这捣乱。哎，说什么皇上，说又不会少块肉。开玩笑，这好容易逮着，他怎么着也得把这条大鱼给抓住了。汛期将至，水患的问题你能替朕解决？每年汛期，南方都会出现水患，不是这儿淹了，就是那儿被冲毁了，损失惨重不说，有的时候呢还有死伤。元正帝没少头疼，这不，因为汛期将至的事儿，他甚是烦躁，这才来他大外甥的府邸走一走，顺便散散心。没想到还碰上了这么一块滚刀肉。话说一个大男人的府邸，你是不是跑得太勤了啊？带坏了他大外甥的声誉怎么办呢？解决倒是解决不了，但或许我真能帮点忙。貌似何少锦就是在工部当差的，那这算不算是意外的惊喜啊？又化身男孩子的军妻被工部一把手周尚书给领着，来到了专门负责桥梁堤坝设计建造的司部。军妻在工部看了2天，跟这些个大将混熟了之后，就开始反客为主了。他先是提一些小的意见，让大家慢慢的接受他，然后就一点一点的让这些人按照他的思路来完善图纸。当用斗拱搭建的一座精良的堤坝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大家都有些懵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完成的。工部尚书命人把斗拱建的堤坝给盖好，让人小心的抬着它，兴冲冲的进了宫。元正帝见到那堤坝也是吃惊不小。元正帝让跟着来的2个负责搭建堤坝的大将讲解一下这座堤坝各处的作用以及用法。俩负责人讲的有点磕巴，主要是有几处精妙处，军妻也没给他们讲清楚。这一来二去的，军妻就被扯了出来。工部尚书还拍了元正帝一顿马屁啊，说他是慧眼如炬啊，识人善用。俩负责人也跟着夸，说军妻说的堤坝的修建要视当地的土质、水流等等的情况而定，并不一致，所以这座堤坝并不通用。元正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那个死丫头权术倒是玩得挺溜啊，这不是摆了明的要跟他谈条件吗？臭丫头，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帝王啊，哪一个不是争着抢着在他的面前表现的？也就他敢在自个儿的面前拿巧。你这次又有什么条件？没啥，就是想让您给那位曲阳侯府大少爷升个官。元正帝一愣，如果他没记错的话，你们关系可没这么好啊。就算是关系好，这丫头也不像是会为别人谋前程的人呢。这指定是有什么后招在等着那位曲阳侯府的大少爷呢。我问你们，现在万岁爷最头疼的是什么？那还用说，当然是汛期将至的水患问题了。所以要想让万岁爷高兴，讨得他的欢心，咱们能做什么？你这话问的，咱们又不懂堤坝建造，又不能出谋划策，咱们能干什么？错，咱们做不了，可以找人做呀。我跟你们说，我表哥不是在工部当差吗？他为了更进一步，早在几年前就一直在秘密的找能人巧匠，解决水患的问题。皇天不负有心人，他在前2年找到了一个能人，那人这2年一直钻研堤坝的建造，通过这2年的苦心以及不断的改良，他今年终于有所成了。等那图纸一到，我表哥把图纸一献，到时候解决了万岁爷这么多年的困扰。你们想想，我表哥能不得万岁爷赏识吗？这工部那么多人都没解决万岁爷的难题，一个不知道哪冒出来人能做到吗？这你就不懂了吧？水患这是千古难题，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我表哥只要让堤坝改进了，朝廷和百姓的损失比往年小，那就是利国利民的壮举，万岁爷就得赏他。我表哥为什么隐忍不发？就是为了等到万岁爷着急的时候才能凸显效果，这样我表哥才能得到万岁爷的重用。你们可以想想，别说是我表哥了，就是个贱民能功在社稷，解了万岁爷的多年忧患，说不定还能捞个官当当呢。你说的这也太夸张了吧？不信你就等着瞧好了。我表哥筹谋多年，既然敢把图纸献上去，他总不可能是为了招万岁爷的宴吧？哦，那倒也是啊。那我们就等你表哥的好消息了。好说，我跟你们说的可都是我表哥的机密，你们可不能传出去。哎呀，放心放心，我们你还信不过吗？啊！何少杰心事重重的出了青楼。
秦桧还有脸相好呢。何少杰在刑部当差的时候也认识不少的人，很快的一份堤坝的建造图纸就出现在他的房间里。何少杰看着这份精妙的图纸，眸光不住的闪动。而另一边，看着相处了多日的30多岁的工部小兄弟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军七就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成了一半了。好像怨气别这么大嘛，你放心，这次的伤我不会让你白受的。这次的堤坝建造我会好好教你的，还有请功的时候我也给你列个头功，怎么样？做人还是要善良点的，人家被他给拉出来设局，还受了伤，虽说是有渊正帝的吩咐在里面，但自己怎么着那也该表示表示不是？此话当真？军兄弟，我也能挨打，你也教教我吧。周围工部的那些能工巧匠们见子都纷纷的围拢上来啊，嚷嚷着让军七给他们也找一个挨打的活。工部尚书来的时候啊，就见着一群的人啊围着军七问他还需不需要挨揍的呀。周尚书嘴角抽搐的厉害，这些人莫不是被折磨的疯了？周小姐，公子认识小女，有幸见过一面。你这是？小女路过此处有些好奇，擅自闯入，还望小公子海涵。想看？你跟我来。兄弟们，咱们这来了个大美女，大家鼓掌欢迎。俗话说得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这么个赏心悦目的大美女看着，你们可不能掉链子啊！秦寒，你怎么在这里？爹，胡闹！汛期将至，耽误了皇上的大事，你担待得起吗？还不快出去！尚书大人，不要这么严肃嘛。你女儿就是喜欢这些东西，过来瞅瞅，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瞧你把你女儿吓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后爹呢。你会不会说话？尚书大人，我觉得你女儿有些建议很好，不如让你女儿留下帮帮忙。这怎么能行？她一个女孩子懂得什么？就只会添乱。你是瞧不起女人吗？你是不是女人生的？你儿女是不是女人生的？没他们，这个世界上不仅没人给你送终，连你都没有。没女人纺纱织布，你光着身子上街呀？你现在人五人六的，还不是你娘又是吃又是穿，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活大的？是你爹也教会你不少东西，但没你娘，你爹会给你喂奶，给你把屎把尿，给你操持吃穿，还女孩子懂什么？我告诉你，女孩子懂得可多了，最起码生孩子这一，你们男人就没一个懂的。你也别跟我扯什么女人不懂国家大事，那是女人不懂吗？那是你们这些大男人想把他们圈在自己的后院里伺候自己，压榨他们，不让他们懂好不好？自己高高在上的享受了人家伏低做小的伺候，还美其名曰人家在家当米虫被你们养，宣扬你们在外边有多辛苦。你们说这话亏不亏的慌？周尚书，在这紧要关头你可不能自私。我觉得吧，以周小姐的能力，还是留在这里为万岁爷分忧的好，你觉得呢？不。哎呀，那要不然我去跟皇上就周小姐的事聊一聊。要说渊正帝的这面旗，有事儿没事儿的就被军亲拿出来扯一扯，这是真不怕把渊正帝给扯坏了。小姐，我听说二少爷这2日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知在捣鼓什么，连二少爷的贴身小厮都怀疑二少爷是不是被打击的有些不正常了。我也有几日没去看望二哥了，今日天气好，咱们就到二哥那里走走吧。二少爷，二小姐来看您了。让小妹进来吧。何慧莹看到何少杰有一些意外，前几日还颓废潦倒的人，今日却看起来精神了很多，没有以往的酒气，也没有前些天那样的颓靡，反而有了几分以前意气风发时的样子。二哥看起来精神不错，是发生了什么好事吗？你二哥能有什么好事？无非是想通了，想振作起来罢了。太好了，二哥，小妹就知道二哥不是那等一蹶不振之人。何慧莹跟何少杰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院子。又过了几日，何少锦从工部回到家里，摆在桌子上的一张精妙的堤坝图纸立刻就吸引了他的注意。拿起那张图纸仔细的看了半晌，他激动的问罗浅韵，这图是哪儿来的？罗浅韵只告诉他是他的娘家费尽心血给他寻到的。转天，何少锦就把图纸献给了他的顶头上司周尚书，一切都按照军期的计划在进行。渊正帝得到了堤坝图纸，龙颜大悦，给何少锦这个献图的人连升了2级。何少锦一跃就成为了正4品的工部侍郎。二弟，你刚才去哪儿啊？怎么不同大哥喝一杯啊？跟你喝一杯，庆祝你抢了我的东西换得的这连升2级，与外公同级的荣耀吗？二弟，你大哥喝多了，我带他先回去了。说完，他架着何少锦就绕过何少杰走了。他瞒着何少锦偷了何少杰的东西这事儿，可千万不能够穿帮啊！不行，
一定得想个办法封住何少杰的口。何少杰站在原地，神色莫名的看着他们远去，直至消失。小妹，二哥今日前来只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二哥，我只是想为自己谋个前程而已。二哥，你已经废了，不如把机会留给大哥，等将来他平步青云，也是你我的依靠，不是？罗浅韵是侯府将来的女主人，如无意外，何少锦也会继承侯府。与其等着一个希望渺茫的何少杰复起，他不如跟罗浅韵合作。他打探好了消息，把图纸的事情透露给了罗浅韵，就是要表诚意，让罗浅韵跟何少杰站在他这边，帮助他。何少杰看着毫无愧疚之意的妹妹，听着她绝情的话，心中仅存的那一丝兄妹之情也是荡然无存了。哎呦，我的祖宗哎！你赶紧放下，小祖宗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个儿是个大家闺秀啊？周夫人看着眼前这个衣服歪歪扭扭，还没他女儿高，一脸坏笑的这个臭小子，周夫人皱起了眉。说实话，就君妻这形象是很难找长辈喜欢的。你说说他啊，长得不仅丑，还没个正形，谁喜欢呢？周夫人，我跟你说，你女儿在这儿可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周夫人，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把女儿教得这么优秀的？传授经验呗。等我娶了媳妇儿，就是没儿子，我也要让她给我生个女儿。我要按照您的方法，让她成为跟周小姐一样优秀的人。迷迷糊糊的周夫人被君妻引到了树下阴凉处，坐到了小凳子上。周清寒眼睁睁地看着君妻对着自己的母亲一顿的忽悠，然后就见到母亲高高兴兴的朝自个儿道了一句好好干，然后就起身兴高采烈的走了。原来母亲这么好对付的吗？有时候处理问题有很多种方法，此路不通，那就换条路好了，没必要一条道走到黑。你瞧，就是换了种说法而已。你跟你母亲不是都圆满了吗？周清寒突然就觉得吧，自个儿以前的那些委屈就挺矫情的，话说也太能忽悠了吧，一般人可没有你那么能说，就挺羡慕的。哎呀，老爷你回来了。今儿怎么这么高兴？还不是因为清寒得了万岁爷跟皇后娘娘的赏识，老爷您怎么不告诉我呀？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他怎么不知道啊？要不是今日我去找清寒，我都不知道我女儿居然这么厉害。你这是听谁说的？君妻那张脸啊，突然就跃入了周尚书的脑海。自家夫人该不会是被君妻给忽悠了吧？敢打着皇上跟皇后娘娘的旗号，在外面到处的招摇撞骗、胡说八道的，除了他，貌似也没有别人敢了。就是那个姓君的小公子啊！果然嘛，周夫人的回答也没有让周尚书失望啊。那个小公子倒是一个热心肠，天下的父母都喜欢听别人夸自个儿的孩子，周夫人也不例外。本来对君妻没什么好印象的周夫人，在君妻对自家女儿一顿的猛夸之后，顿时就把君妻给划拉到了好人之列。哎，你说我要不要叫人，顺便给他也做一身衣裳？他那衣服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大了。周尚书是哭笑不得呀，就那个把皇上给对得头疼，敢跟皇上谈条件，让皇上陪他演戏的胆大包天的家伙，给何少锦下了那么大的一盘棋，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他都不知道自家夫人是打哪儿看出来他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的。哎呀，自家夫人呐，还是太天真了。我要出差到南方水患严重的地方去改进水坝，你要不要跟着去？去，公费旅游真好。那行，咱们明天就出发。这么快？咋的？你还要拾掇几件衣服呀？啊不，我要带上我的小鱼干。真变成鸭子了？人也喜欢吃小鱼干啊。可惜你连人都不是啊！想吵架咋地？还是算了吧，欺负一只鸭子，我胜之不武。我不是鸭子。君妻要带走招财，于情于理都得跟玉墨之说一声吧。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第二天居然就坐在了他的马车里。我昨天跟你辞行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也去？君妻怀疑这家伙是故意的。今天早间刚接的旨。难道是皇上厌了你，想把你支出去好削弱你的兵权？你想象力有点丰富，整天也不知道在瞎琢磨什么。那就是你此次出行有别的目的，护送只是个幌子。只要事情超出了君妻的理解范围，他就会疑神疑鬼。你为何不怀疑皇上是对那些不靠谱的人不放心，怕出岔子，派个镇得住他的人跟着也好放心？啊，不会真的是来监视我的吧？曹大将，这位兄弟看着挺斯文的，他是谁啊？看着不太像下人。
这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受人之托，我带他出来见见世面。亲戚啊！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姓杜的大将笑嘻嘻的从旁边走到了军期的面前，挡住了军期的视线。军公子，上次你说的那个什么原理，我今儿在马上想了一天都没琢磨透啊，要不您再给我讲讲？军期看着他不断闪烁的小眼睛，原来这家伙也是个同伙。好啊，咱们到那边说。求之不得的杜大将赶忙应下，跟着军期往旁边走。就在曹大将跟那个衣服不合身的人长舒了一口气的时候，周清寒毫无准备的周清寒猛然转头，就见军期正阴恻恻地盯着他，场面有些静，除了虫鸣声，人们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儿，盯着他们这边看呢。周清寒，你是不是好日子过够了，想换一种活法？军期是真没有想到，这小丫头这么大的胆子，能够藏在马车里，跟着这么一群不了解的大男人出来。军公子，你别生气，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军公子，你先消消气。周小姐只是想跟去看看，长长见识。再说咱们这么多人呢，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儿。这些斗拱和图纸我都有参与，我实在是太想去看看真正的水坝了。军公子，你不要生我的气。看他哭得这么可怜，于心不忍的杜大将和曹大将又开始劝了。军期都要被这两个拎不清的给气死了。你们两个给我闭嘴！你们两个真以为只是带个人这么简单？周清寒她是女孩子，女孩子你们懂不懂？且不说这一路的颠簸她受不受得了，就说他们最少在外边也得待1-2个月，这么长时间，你们能保证她跟一群大男人走了的事儿不会被传扬出去？京城局势复杂，周清寒不仅是个女孩子，她还是周尚书的女儿。你们想没想过，若被有心人利用，周尚书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还有，她一个女孩子在外，你们是想让周尚书夫妇急疯了吗？她若出了事，你们能负责？咱们是去公干，南方的很多百姓今年雨季能不能挺过去，跟咱们能不能在雨季之前完成任务有很大的关系。这一路风餐露宿的，你们难不成还要腾出时间来照顾他？两个大将被他说的脖子是一缩再缩，恨不能直接把头给埋到身子里去。明天一早派人把他送回去。早上，周清寒红肿着眼睛跟军期告别，在两个阎郎卫的护送下，一辆马车没了。杜大将跟曹大将跟几个随从挤在一辆马车上，唉声叹气的。得送走一个女孩子，还得搭上一辆马车。他们当初真的是脑子抽了，才会答应周清寒把她给带过来。走了大概有1个时辰左右，周清寒兴奋的声音传入了众人的耳中。军期撩开车窗的帘子一看，好嘛，周清寒坐着马车又回来了。王爷，皇上有信传给您。阎郎卫把一封信递给了玉墨之，玉墨之拆开了看了一遍，然后就甩给了军期。军期纳闷的接过展开，你舅舅不会是想让周清寒给你当王妃吧？就有一些猝不及防，不知道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啊。信上正经事儿没有，满篇都是要玉墨之好好的照顾周家小姐之类的话。看来是渊正帝知道了周清寒悄悄跟来的事情，他们是来干正事儿的。渊正帝知道一个小姑娘跟着过来，非但没生气，反而还让他大外甥好好的照顾她。昏君呐，这种馊主意都能想得出来啊。要不然我去跟曹大将他们结结。军期想着自己是不是在这儿有一些多余了，他才突然的放冷气啊。也好，顺便把他丢出去。不至于这么凶残吧？看来是自己想多了，这家伙不是嫌自己碍眼，而是不喜欢周清寒。周小姐，王爷觉得您一个女孩子跟2个男人乘坐一辆马车都有不便，还影响你的声誉，所以特命人给您单独准备了一辆马车。你们俩可真够心有灵犀的。得，这下子好了，连钱都省，就感觉更酸了。她也是女孩子，她咋就没这待遇啊？果然呢，像她这样的糙汉子，也就配跟玉墨之一辆马车了。2天后的正午，他们停在了一个比较繁华的城镇。军期闲着无聊，打算到街上逛逛。周清寒扭扭捏捏的想跟他一起出去看看，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军期很是善解人意的叫上他，主要是人家有钱，说不定自个儿还能占点便宜呢。毫无人品可言的军期完全没有为自己的龌龊想法而觉得羞愧。军期、周清寒和冬雪3个人又吃又玩的逛了半个多时辰，回到客栈，迎接军期的就是招财那幽怨的绿豆小眼。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去玩啊？我没一个人。再说了，你那时候不是在睡觉吗？义气呢？咱俩之间有那玩意儿。招财，我给你带来肉干。招财嘎嘎叫了2声，不客气。君公子，我刚看你看着这玉佩，猜测你可能喜欢，
大树下的绿荫里，身姿曼妙的少女伸着双手，随性的少年懒散地看着她手里的玉佩。如果忽略掉招财的话，真的是颇有几分诗情画意的感觉。路过的玉墨之看到这一幕，那脸都黑了，就连他旁边感情迟钝的冯文豪都觉得这幅情景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怪异。送我的？君妻有一些惊讶，他多瞅了2眼，只是因为看这东西值钱，没想到周清寒就给他买下来了。无功不受禄，周小姐。君妻虽然是贪财，但也没有到随便收人家小姑娘东西的地步。周清寒见他要拒绝，一把玉佩塞到了他的手里，然后就跑了。君妻看着手里被迫收下的玉佩，有一些不知所措，总觉得自个儿做错了什么事儿，但是呢，又说不上来到底是做错了什么，就挺无所适从的。君妻一边琢磨着要不要还回去，一边推开了自己的房门。玉墨之那张毫无波澜的脸，乍然就映入了眼帘。你找我有事儿？玉墨之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落在他手里的玉佩上，他眸色幽暗地瞟了他一眼。你不是男人啊？不是，难道这个还用得着你来提醒啊？莫名其妙，有病吧他？出事了！曹大将与人发生冲突，用地木刀捅伤了对方。啥玩意儿？通过打点，君妻和玉墨之见到了被收押的曹大将。曹大将自个儿也说不清楚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只知道往后要走的路比较多，他就想着多备上几双鞋子。可在他拿出钱袋准备付钱的时候，2个女人走过来，一左一右的夹着他，非得说他非礼。紧接着呢，就出来了几个壮汉要收拾他。他独自一个人面对好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当然心里面紧张啊，于是就把随身携带的剃木刀给拿了出来。几个男人可能是被他的动作给激怒了，然后就开始动手。慌乱之中，他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扎了其中一个男人一刀。当时他也懵了，被衙差带走的时候，他都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伤的人。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些古怪，并不像是单纯的碰瓷儿讹钱那么简单？10有8九是冲我们来的。王爷，那个伤者死了，我们的人也查过，是被毒死的，另外几个同伙也不知所踪。君妻眼珠子转了转，莫大王爷，您看咱们时间也挺紧的，不能因为一个人耽误了万岁爷的大事不是？我看不如咱们丢下曹大将先走吧。你又打什么歪主意？出了人命那就不是小事了。县太爷紧急升堂，可是衙役到客栈通知君妻等人的时候，正看到他们在打点行囊呢。太大哥，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办，不能在此地久留。那个姓曹的自己惹出来的麻烦，让他自己担着就好。要杀要剐，你们自己看着办就成了哈。我们还要赶路，就先找衣服了，快着点。万一我们被那个姓曹的连累的走不了了怎么办？衙役都傻了，不是这年头这人都已经这么凉薄了吗？啊，姓君的，我以前瞎了眼，没看出你是如此无情无义之人。如今曹兄弟身陷囹圄，你不想着救他，反而要舍他而去。像你这等无情无义的鼠辈，我等不屑与你为伍。好啊，你怕被连累，我不怕，我要留在这里为曹兄。好家伙，这激动的啊，唾沫星子都喷脸上了。来俩人，把他嘴堵上，快走。俩阎狼卫手脚麻利的，就拿了一块布塞到了杜大将的嘴里，然后就把挣扎的他给拖走了。衙役又呆了一下啊，原来还是有讲义气的人的，就是这个人呢，有些个不够给力，无奈衙役只好是回去报信。他们只是同行的伙伴，又不沾亲，衙门也没有理由强行留人。军妻他们行李还没有收拾好呢，衙门的人又回来了。这次跟上次的不一样，一下子来了20来号的衙差，气势汹汹的要捉拿他们全部进大牢。原因是那天跟曹大将起冲突的几个人都死了，而他们呢就是最大的嫌疑人。我们来陪你了。你们怎么都进来了？就怕你一个人在这里寂寞，所以我们就杀了那几个跟你起冲突的，好进来陪你。军妻又开始胡咧咧，曹大将也算了解他的德性，他就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杜大将。杜大将没好气的把军妻指挥着大家丢下他打算跑路，结果呢被官差抓进来的过程给讲了一遍。我看这就是报应。哎，我说杜大将，你干嘛可着我一个人骂呀？你以为没有莫大公子的准许，我能指挥得动谁啊？莫大公子就在这儿，你去骂他呀，质问他为什么要丢下曹大将。他军妻劳心劳力的，也没指望别人记他的好，但他也不当背锅侠，对上了玉墨之那双毫无感情的眸子。杜大将怂了，他哪敢质问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大王爷呀？咋的？不敢啊？你骂我的时候不挺有气势的吗？我还以为你多重情重义呢，如今看来你这情义也没几两重啊。合着你是看我人微言轻好拿捏，拿我当出气筒呢？杜大将被军妻连讽带嘲的，恨不能把自个儿埋到土里去。他当时听到军妻吩咐要收拾行囊，丢下曹大将，
一时冲动就骂了他。如今被提醒，他也觉得军妻确实是有一些冤枉。君公子息怒，这事是杜大将冲动了，我在这里替他向你道个歉，望君公子大人有大量，原谅他的一时冲动。君公子和莫公子是不是有什么计划？要说曹大将，那不愧是领头的人，就是比杜大将等人要来的冷静。等着吧，咱们很快就能出发了。不过有他这句话，曹大将也就放心了。这是一个鬼点子特别多的，又有着足智多谋的莫王在，这两个人哪个都不是好惹的。等待的过程呢是无聊的，好在呢他们人多，军妻从怀里面摸出了牌，招呼了3个人一起就玩了起来。县太爷进来就看到他们这副悠哉悠哉的场景，人家坐牢是满面愁容，他们坐牢那就跟来聚会似的，玩的玩，休息的休息，还有聊天的，个个是淡定的一批。县太爷这额头上划下了一排的黑线。起来，都起来！我们知县大人来了，统统给我起来！不得无礼！这些人不仅是面生，而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但没有弄清楚身份之前，他还是小心一点的好。等我打完这把。牢头见这些个人居然敢藐视县太爷，欲上前展示一下自己的威风，结果就被县太爷给拦住了。县太爷朝他摇了摇头，很有耐心的等了一会儿，终于在军妻的一声欢呼和3个人的哀嚎声里，他们结束了牌局。你就是这县城的知县啊？本县姓林，不知公子怎么称呼？我姓君。君公子多有得罪，您可能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您对此有何解释？本公子能有什么解释？审案找证据，不都是你们衙门该干的事吗？不好对付呀！是这样，我们查了一下，死的那些人是本地有名的地痞无赖，往日也就靠着讹人钱财度日，不会闹出太大的动静，而这次他们却都死了，而且是在跟你们发生冲突后死得不明不白的。所以你就怀疑是我们杀了他们？不是，你们为什么把我们抓来？咋的？没本事找到真凶，想把屎盆子扣我们身上啊？我们路过你这地盘摊上这种倒霉事儿，我们还没朝你要理呢，你可倒好，还把我们当嫌犯抓起来了，你可真行啊！你不会是想跟那几个无赖一样，也想着讹我们一笔吧？都说衙门口朝南开，没有银子你别进来，说的不会就是你这种衙门吧？君公子，本县是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得罪什么人？你早说呀，害得我还以为你想坑我银子呢。你也没让我张嘴呀。要说得罪的人嘛，那可多了。你看到那位装斯文的小白脸没有？就那位，你别看他长得跟个仙儿似的，实际上可凶残了。上至皇亲国戚，下到贩夫走卒，他杀的人没有1万也有8000。你要找跟他关系不错的可能比较难，但你要找仇人嘛，那是一划来一大把，列个名单都能绕你这县城好几圈。所以林县令，你还是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因为排查的时间和精力会超越你的想象，等你告老还乡了，可能都排查不完。你说的不是人，是杀人狂魔吧？当然，你也不用查我的仇人，我这人心地特别善良，碾死一只蚂蚁我都会哭半天，所以不存在得罪人的事儿。军妻黑完了玉墨汁，又开始夸自个儿。林县令，你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就忙着助人为乐了，所以仇人什么的根本就不存在。众人无语，你是真张得开嘴呀！别的不说，就这脸皮，没个10年8年的，你是绝对练不出来的。林县令也是无奈的很，他感觉跟这位说话就特别的累人。你说让1句，他能有10句等着你，关键还没有1句是有用的。林县令，想不想抓到凶手？林县令是满脸的问号。很快，关于命案有了新进展的消息就传了出去，好像是仵作查验尸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还有着微弱的呼吸，于是呢，就把他给送到了县衙医治。深夜，2个黑衣人鬼鬼祟祟的摸到了一处看起来把守严密的院落。就在他们躲过防守，走到床边的那一刻，他们的身后突然就出现了2个人。毫无意外的，2黑衣人就被人给瓮中捉鳖了。说你们是何人？为何杀人？林县令连夜审问2黑衣人，可是哪怕林县令动了大刑，这2个人的嘴那就跟河蚌似的，闭得死紧。大人，关在大牢里的那些人不知为何都中了毒。大人，突然出现一伙黑衣刺客闯进了大牢。等到林县令赶到牢房，看到满地的尸体时，脸都白了。林县令，你吓傻了？你放心啦，我们早有准备，死的都是刺客。这淡定哈，林县令，咱们边走边说，回去说不定还有惊喜呢。
云里雾里的林县令返回大堂，结果呢，除了刚才被上刑的2个刺客，大堂里又多出了4个被捆绑的黑衣人。几个黑衣人凑到一起，也知道计划失败了，但他们倒是嘴硬，什么都不肯说。玉墨之一个眼神过去，2阎狼卫拖着一个黑衣人就出去。紧接着惨叫声传了过来，不一会儿，一个血肉模糊、已经看不清楚模样的人，如死尸一般的被拖了进来，头皮被削掉了大半，手脚处不断的往外冒血。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的眼珠子被挖了出来，空洞洞的眼睛格外的瘆人。娘哎，这些都是什么人呀？也太凶残了。2阎狼卫什么都没说，又拖了一个黑衣人出去，这次的时间倒是短了一些。公子，两人说辞一致，是潜伏在本地的西绕人。他们认出冯少伟，猜测您在这里，贪功冒进，想试看能不能把您留在这里。哎呦，君大哥，没想到你这张脸比你们公子还有名啊！你小心，你们家公子嫉妒你，把你毁容了。这么严肃的时候，咱能不能不开玩笑？搞了半天，咱们都是被某个杀人狂魔给连累的，这事儿整的，咱们这无妄之灾遭得也太亏了。众人虽然也觉得倒霉，但他们可不敢有意见。但也就君妻敢在玉墨之的面前撒野，搁旁人那还不一定有没有全尸呢。不是他们想的多，实在是玉墨之这个人的手段太凶残。他们不是君妻，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不说，还不招莫王待见，他们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的。天大亮，众人继续启程，留下的西绕奸细则是交给了林县令。也是在这个时候，林县令才知道了玉墨之的身份。林县令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想起君妻说不要在查找仇人上浪费时间的话，才知道君妻并没有夸大。就这位，听说连皇上的女人跟儿子都敢杀呢，在战场上那更是一个传奇。说他的仇人数不过来，还真是一点的毛病都没有。好险呐，得亏是他谨慎，不然还不得被这位手段狠辣的莫王给咔嚓了呀。公子，你是怎么知道有人会害我们呢？这都在本公子的计划内，本公子怎么不知道？我跟你说，君妻说着说着就刹不住车了。那伙人陷害曹大将，肯定是为了拖着我们呀。于是本公子就收拾行囊，做出要走的模样，逼他们动手。我们进了大牢，他们必然会找机会下手。于是呢，我就给他们制造了一个机会。你是说你放出有人被救过来的假消息，是为了让那些人去牢房杀我们？聪明！你们可以想想，若是你们是真凶，贸然听到还有一个活口，会怎么想？会怎么想？当然是怀疑是一个陷阱了。而我们停留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他们必然会利用一切机会把咱们一网打尽。我给他们制造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怎么会错过？他们以为我们会把兵力和注意力放到那个活口那里，等他们自投罗网，这样大牢那里就是个缺口，他们必然会抓住这个机会。他们的想法其实跟大多数人没什么区别，就是先用人在那个活口那里虚晃一招，吸引注意，趁这个时候派人到大牢里杀我们。等我们死了，衙门的人又会赶去大牢，他们再趁衙门松懈的时候再救走吸引注意力的同伙。殊不知，真正的陷阱是在大牢。怎么样，本公子这招计中计用得好吧？君妻得意洋洋地扬起头来，一副我天下第一聪明的德行。虽然这家伙有的时候疯疯癫癫的特不着调，但是众人也不得不佩服他那个聪明的小脑袋瓜子以及谨慎的态度。说起来，他们没被毒死，那也是多亏了他把狱卒准备的那些吃食都给倒了。这家伙算计人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做到面面俱到的。一行人日以继夜的赶路，终于到了他们的目的地清水县。清水县的县太爷邹县令率领一众相关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爹，听说今日咱们家有贵客，女儿也来凑凑热闹。不成体统，你一个女孩子怎可如此冒失？还不快退下！小女莽撞，让二位见笑了。爷，你为什么总说我？你看这京城来的不也有女人吗？爷，你放心吧，女儿不会给你惹麻烦的。我去跟那2个女客说说话。你回来，再敢胡闹，为父就罚你去跪祠堂。邹县令主要是觉得玉墨之给他的感觉太危险了，他看得出来，这些人表面上虽然是以曹大将为主，但他们却对这位身姿挺拔、长相绝世的年轻人很是尊重，也可以说是小心翼翼的，特别的忌惮。再加之玉墨之那高贵的气质以及一举一动的谈吐，他们又从京城而来，邹县令想不怀疑玉墨之的身份都难。这位就算不是王公贵族，那也是大家族里精心培养出来的世家公子，这种人他们可是得罪不起。好了，今天下午邹县令的女儿闯了进来，然后就被王爷命人打了一顿板子，因为手艺不利，延安卫的2兄弟也跟着被处罚了。他为什么要来这院子？前2天邹小姐无意间看到我们王爷，你也知道我们王爷他……西姑娘，要不您去跟我们王爷聊聊？咋的？他还不高兴啊？也不是，就是气氛有些压抑。不去。
我还累着呢。他都忙了一天了，回来还得哄一个闲在家里面的矫情王爷，这家伙是不是以为他没脾气啊？他被人骚扰，那得怪他爹娘把他生得忒遭人妒了，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啊。要这找他爹娘去。他又不是我夫人，咋的？他打了人，我还得负责收拾山号，让你们开心啊？祖宗，咱别吵吵。我就要说，你说说你小子，本公子怎么说也算你的救命人吧？好事你想不到啊，净给我添事儿！你是不是想恩将仇报啊？还有那个主子，一个大男人，长了那样一张比女人都勾人的脸，也不知他是要闹哪样啊？他一个女扮男装的，都比不过人家招女孩子喜欢，难道他的脸连大男人都比不过呀？君妻这话那就是赤裸裸的嫉妒了。冯文豪急得就差给他跪下了。他急中生智，突然从怀里面就掏出了一张银票，这下子君妻就消停了。在他的心里，钱比脸重要。等着，君妻拿着银票，吹着个小曲儿就去找玉墨之了。你这变脸的速度可真够快的。你这是打算洗心革面，当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啊？本王只是打算在修养上赢过某个长相欠佳的女人而已。长得好有什么用啊？又不能当饭吃。以色示人，色衰爱弛，听说过没有？长得差的人经常拿这句话当借口。你连色都没有呢，你这纯就是嫉妒。你到底有没有点怜香惜玉的心啊？那也得看对方是不是个女人。嘴巴这么大，小心自己先中毒而亡。你放心，本王绝不会落得跟你一样的下场。你自己说话也没多好听好吗？你这人哈，要么就不开口，开口就杀人于无形。你以后可怎么跟媳妇儿朝夕相处啊？所以本王打算娶个能跟本王谈得来的。玉墨之加重谈得来这3个字的语气，同时目光也落到了君妻的脸上。那你就准备打一辈子光棍吧。刚好咱们可以做个伴。哼，我行情好得很，你可别带上我。看得出来兄弟挺多。两人你来我往的，最后还上了酒菜，在屋子里面吃起来了。就问你这发展他迷不迷吧？小姐，反正你闲着也是没事儿，不如跟我们出去逛逛。周清寒觉得君妻说完了这句话，他周围的空气就更冷了。哎呀，再犹豫天都要黑了。走了。他伸手拉过了周清寒，就往外走。可是他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呢，那就是他在周清寒的眼里那是个男人。周清寒看着拉着自己的那只手，脸上泛起了红晕，连害怕都给忘了。玉墨之望着二人相携的背影，是无奈又郁闷。有这丫头后悔的时候。大街上靓男美女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当然了这个靓男美女并不包括君妻在内。他装男人装的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就那身高连个男人都算不上，顶多也就是个半大小子。莫公子，那日是婷婷无礼，婷婷在这里向莫公子赔不是，希望莫公子看在婷婷是无心之失的份上，原谅婷婷的鲁莽之举吧。这嗲嗲的声音听得君妻都想吐了。明明是一个县令家的大小姐，非得朝着妖艳贱货上奔，关键是她还没那个天赋，这位也不知道是图的什么呀。这不是咱们整日里追着男人往水坝跑的周小姐吗？周清寒有一些无奈，他觉得自己这无妄之灾遭的是有点莫名其妙。她又不是莫王的女人，这个大小姐为什么就对她敌意这么深呢？怎么周小姐不是跟那些男人有很多话吗？怎么面对本小姐就无话可说了？周小姐，咱们女人呢贵在自爱，你这种追着男人跑的行径实在是丢了我们女人的脸。不知道的还以为周小姐缺了男人就活不成了呢。哼，本小姐还是奉劝周小姐离莫公子远点，免得带累了她的名声。本小姐怎么做人自有本小姐的父母管教，就不劳邹小姐在这里搬弄口舌了。倒是邹小姐，你的伤好了？你一个强闯别人院子还被打了的人，好意思在这骂他？小贱人，你敢嘲笑我？干什么呢你们？打群架呀？加我一个呗。你别多管闲事。别这样啊，咱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若周小姐有什么惹你不快的，我替她道歉。生气使人丑陋，你本来就丑得面目全非了，咱怎么好意思再让你雪上加霜呢？万一你将来嫁不出去了，赖上我们还不得冤死啊？这下子邹婷可是炸了毛了，他骂骂咧咧的指挥2个小丫鬟，直接上手就要打。君妻一人一巴掌，扑通扑通，这3个人就都进池塘里面凉快去了。君妻跟周清寒就这么站在池塘的边上，看着他们是起起伏伏的扑腾。要不要找人把他们捞上来啊？先让他们泡泡脑子再说。
省得整天的抽风。眼看着他们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小，开始慢慢的往下沉。军旗喊了几嗓子，见有人往这边跑，他拉着周清寒扬长而去。邹婷三人被救起来，在邹县令的面前自然是一番颠倒黑白的哭诉，然后怒气冲冲的邹县令就连夜找上门来为女儿讨说法。说说你们小姐为什么会被我打下水？是我们在池塘边上碰到周小姐，本来小姐是好心跟周小姐打个招呼，没想到周小姐对小姐冷嘲热讽的说了好些难听话。掌嘴！阎狼卫上前啪啪2巴掌下去，那个颠倒黑白的小丫鬟嘴里立刻就吐出了4颗牙来。你说不说实话，舌头就别要了。小丫鬟给吓得呀，立马就竹筒倒豆的似的，把他们小姐是怎么看到周清寒，又是怎么找的茬，说了哪些话，又是如何被军旗拍进水里的过程，交代了一个彻彻底底。他说的可有偏差？小丫鬟捂着流血的嘴连忙摇头。县令大人，您可听明白了？那把小女推入水中也有些过了。邹县令，本公子这可是在救你全家呀！你可知周小姐是什么身份？还请君公子明言。咱们大越的工部尚书也姓周。邹县令是从惊愕到震惊。1品公侯丞相，2品6部尚书，工部尚书，正2品大员，管着整个大越的土木、水利建造、矿野纺织，乃至是兵器制造等等，还是实权的那种，比没有实权的那些个王公贵族还强，那是真正站在了权力顶端的人之一了。那是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人家想要捏死他，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的简单。邹县令又是道歉又是道谢的好一通的低声下气。转天，在邹婷的哭闹下，邹县令把他关到祠堂去反省了，这也是向周清寒表明的一个态度。临近尾声，水坝的加固跟改造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大家也都渐渐的清闲下来，开始打点行囊。冬雪，周小姐呢？小姐被邹夫人邀请去吃酒了。邹夫人想要为邹小姐的行为跟小姐道歉，态度诚恳，小姐也不好拒绝。她让奴婢自己先收拾东西，说她很快就回来。冬雪，你先别收拾了，先跟我去找找你家小姐。军旗跟冬雪来到邹夫人设宴的地点，此时这里静悄悄的，除了一桌精致的酒菜，却什么人都没有。冬雪也察觉到周清寒可能是出了事儿，这跟邹婷肯定脱不开关系。邹婷母女和他们身边的人肯定知道周小姐在哪，咱们分头行动，带着一个旁的先不管，先问出周小姐的下落再说。至于是砍手还是跺脚，甭管什么手段，只要能让他们开口就行。这个时候也顾不得什么方式方法了。婷婷啊，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娘，你就放心吧，只要那个小贱人跟表哥有了夫妻之实，你还怕他不妥协吗？到时候表哥娶了工部尚书家的嫡女，他就飞黄腾达了，外公家那也会跟着水涨船高的。唉，可惜你2个哥哥不在家。邹夫人还惋惜了一句，不然这个工部尚书嫡女的婆婆就落在她头上了。梅花，这个小蹄子也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邹夫人并不知道，此时的梅花正被军旗给提着往一处偏僻的院子走呢。上前一脚就踢开了屋门，一个赤裸着上半身正在解腰带的胖子被他这动静给吓得转过了头来，然后还没有看清楚来人呢，就被军旗给打晕在了地上。军旗走到床前，看到衣物完好的周清寒，那提着的心也是放了下来。冬雪，先把你们小姐带回去。周清寒悠悠转醒，冬雪把事情的经过跟他一讲，周清寒气的是脸蛋通红。本小姐回京一定禀明父亲，让父亲做主，好好惩治那对恶毒的母女。等什么回京啊？咱们有仇当然是现场就报了。冬雪，跟本公子走。军旗带着冬雪把邹夫人、邹婷还有邹婷那个表哥给一起放到了邹县令跟邹夫人的床上，然后呢给他们喂了一些个就是那种助兴的药啊。邹县令回来看到这满屋子的淫乱场景，尤其这主角还是自己的夫人跟女儿以及夫人的娘家侄子，他受不住刺激的当场就晕过去了。邹夫人3个人的药性过去，等他们搞清楚状况之后，只觉得是五雷轰顶。邹夫人3个人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锅甩给了周清寒，然后就牵扯出了他们合谋给周清寒下药要毁他清白的事情。这也得怨周夫人做事不够谨慎，留下的证据太多了。邹县令差点没被他们给气死。这2个女人以为工部尚书是这么好算计的，得亏是没成功啊，不然他们全家都得跟着一块儿玩完。邹县令当机立断，给了邹夫人一纸休书，把她跟邹婷赶出了家门。不是他心狠，实在是这2个女人太能惹事儿了，他可不想他和2个儿子受到牵连。
因为邹夫人还把她娘家侄子给霍霍了。君妻又给那胖子下了一点药，导致他娘家侄子不仅那方面废了，还名声尽毁，所以娘家他们母女俩是回不去了。可以说邹婷母女现在是遭人唾弃，无家可归了。君妻不知道这2个女人怎么样了，因为工程结束，他跟玉墨之等人也开始启程回京。来时匆忙，那是因为要赶工期，回去就不用那么赶了。君妻就开始整幺蛾子，反正也不赶时间，咱们要不自己回去？哦，也不是不行。成，就这么愉快的协定了。莫大王爷，跟你说，你四哥惹了麻烦，被关进了牢里，可能还会有性命之忧。是你四哥重要啊，还是玩重要啊？这荒郊野岭的，这碰到什么精怪就跑了。众人无语，你能不能找一个靠谱的理由？就是糊弄小孩子，也没有你这么不走心的呀。我四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消息说是伤了人，具体的不甚清楚。这个250，就知道给姑奶奶添乱。君妻再一次感受到何少康这个麻烦精的威力，他这个任务真是比对付曲阳侯府那些个牛鬼蛇神还难呢。想怎么折腾那些人随他的便，何少康这个则是他怕他随便。难度系数有点大呀，也不知道能不能拯救。莫大王爷，你有没有什么能让人快速提高能力的办法？能保命就成。他的要求也不高，君妻愁啊，愁怎么把何少康这个二货给甩出去。有，把他交给本王。我就想让我四哥有自保的能力，没想让他练杀人如切瓜的本事。莫大王爷，你是不是在打什么歪主意啊？你们兄妹有什么值得本王算计的？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本姑娘从来不相信别人无缘无故的示好。你的确该仔细想想，想想什么都没有的人，为什么防备心这么重？本姑娘这叫谨慎，谨慎才能使得万年船。想本姑娘能在茫茫人海里乘风破浪，靠的全都是本姑娘这小心谨慎的性格。希望你这条船不会翻了。遇到他，你不想翻都不成。不要咒我，就是你犯。这句话我相信。祸害1000年，你个冷血的杀人狂魔，好意思说别人？所以咱们都能长命百岁。两人一路上说说闹闹，也不显得无聊。当然了，主要是君妻的嘴闲不住，玉墨之偶尔的回他几句。进入京城，君妻直接就进了刑部大牢。何少康见了他，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让他在外面保重自己，整的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让君妻很想一巴掌把他给拍飞了。君妻问他又做了什么蠢事啊？何少康只说跟人打了群架，然后就一不小心伤了沈御史家那个传言之中饱读诗书前途无量的大孙子。听来看望他的狐朋狗友说，那位沈家大孙子伤得有点重呢，至今为止都还在床上躺着呢。打群架嘛，那自然不可能只抓他一个呀，只不过人家都被家里面或是使银子或是走关系的给保出去了。何少康这个曲阳侯府至今没动静，所以就一直关着他。大人，我四哥这段日子承蒙您照顾了。大小姐可是不在城，面的风言风什么？没什么，妹妹，就是有些人嫉妒你，说你不学无术而已。你给我闭嘴！陈大人您只管说，本姑娘倒想知道那些长舌的嘴贱到了什么程度，舌头有没有留着的必要。外面都在盛传何大小姐有妹妹，你别难过，也别担心，四哥已经托四哥那些兄弟们照顾你了。四哥要是出不去，你就去找他们，他们会收留你的。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难过了？还有你那些狐朋狗友，你确定你不是想把你妹妹我送入虎口？本事没多少，操的心却不少，真不知该说他什么好了。你说你长这么大个个子，能不能稍微务点正业？君妻对于何少康这个麻烦真的是没办法，文不成武不。咱省心了。何大小姐，您先消消气。其实这事儿也不全怪何四少。问我，其实那些人是在用言语重伤您，何四少也是听那些人对您的言语不敬，冲动之下才动的手。你怎么这么没用啊？谁知道君妻听到这话就更气了。你都把自己打死了，打死！
就觉得这架打得好亏啊，最少给弄死了呀，还能出口气呢。妹妹说的好有道理。陈尚书觉得这兄妹俩就挺有意思的。何少康纨绔在京城那也是出了名的，在外打架斗殴、仗势欺人的事儿也没少干。可是面对自己这个亲妹妹，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维护得很。军妻这个妹妹也是把曲阳侯府给折腾得不轻，却唯独对何少康这个没什么用的挺上心的。看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应该是刚回来就直接来了大牢，可见他对何少康的重视。这两兄妹倒是对彼此有情有义，这才是血脉亲情该有的样子。长的嘴挺打了呀！对着紧闭的沈御史家的大门，军妻也没敲门，直接就一脚上去，大门砰的一声别误会，没倒，就是里面老粗的那2根门栓断了。军妻就跟个土匪似的闯进去，沈晨阳正在院子里被下人扶着，一瘸一拐的走路呢。军妻突然就闯进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呢，他就挨了2个嘴巴子，被人给拽着衣服拖走了。军妻拖着一个大男人走得飞快，不一会儿就到了皇宫的门口。他也不管3七21的，就要闯进去。渊正帝得到他闯宫的消息，那心情就别提多糟糕了。刚一回来就闹事。你先回。本来被父皇教育的想逃跑的萧景明，听说军妻来了，皇上，往小了说，一个大男人在没有了解清楚实情的情况下，公然血口喷人，痛无仇敌；好听了说，这就有辱咱们大越男儿。他这都是能有功之人的身上。不，皇上，您跟那些有志之士之间的关系，皇上您想啊，我们在辛苦命啊！反正朕也说不过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自个是的，他这样做，皇上您知道肯定不会饶过他的，对不对？渊正帝这个突然吧，就有一些心虚起来。皇上您说，我四哥这么为他着想，他不知感恩也就罢了，还把我四哥送到了牢里，他这老血都要喷出来了，说的这么大义凛然的，四哥为什么打人家？你心里没点数啊？这是打了人家，还要人家反过来给他赔不是啊？也就这个没脸没皮的丫头敢提出这种离谱的要求。她做皇上这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呀？可就是没有见过像军妻这么一个堵得说不出话来的无法无天的主。皇上明鉴，臣当时只是跟几名好友戏言了几句，那何少康就将臣的腿打断了，臣属实冤枉啊！合着你们这些所谓的文人学子每天凑一起，就是讨论哪个女人长得好，哪个女人命的。到了没外敌没内是让你们无聊成只能讨论女人来排遣寂寞了，还是说老天爷把你们生成大老爷们儿，虚着你们了，所以你们想集体抗议？军妻把沈晨阳哑口无言。宫门的外面求见呢，别以为你爷爷来了你就能全身而退了，其实你们爷爷是这说法。先是你兄长打伤我孙儿，你现在又闯入我家，无地抓我死，还给你赔礼，欺人太甚。连人家面都没见过。明陈阳只说了几句，有再也不角落的
我是真没想到，堂堂一个御史会说出这种话来。你整天不是参这个一本，就是告那个一状的，不会多大吧？合着输对了就是独具慧眼洞察题。因为你一句戏言搞得家破人亡的，你也是造了孽。你胡言乱语，造谣诽谤！你管教不严，其身不正，连大胆！亡命所属，岂容你一介女子？还胡搅蛮缠，这么大官府，跟谁摆谱？皇上，此女言语无状，诋毁老臣，望皇上给老臣做主啊！没一个鹰派还让皇上打我，鹰派让皇上担上一个是非不分、不辨中间的名声啊！这二位你来我往的，倒是把渊正帝给看乐了。依朕看，你们就各退一步，大事化小，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如何？如何？皇上都发话了，他还能如何呀？因为他发现呢，自己越说就越是对自己不利，能说又能闹的。这位何大小姐也不知道是在哪儿修炼的这么厉害的嘴皮子，那一句一句的，连思考的机会都不给他。不行，这个姓沈的，众人无语。你这得寸进尺。你就见好就收吧。他不接就，我决定带他。咦，你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呀！祖父，孙儿与何四少本来就是误会，不如趁此机会把误会解开。这就是同意去刑部大牢把何少康给接出来了。沈御史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点头。他也怕君妻这个浑人天天的登门找茬。侧妃都不行啊！什么侧妃啊？还不是那个占了你位置的何二小姐？这小子也不知抽的什么，他位。看来我不在京城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啊。那个何慧莹本事不小啊，居然趁他不在把萧景明给拿下了。莹莹她是无辜的，她那时候还小。冷哼一声，他就说不定啊，他就老实了。这么一想，渊正帝突然就没那么生气了。对，这小子想要娶何慧莹，那也得看君妻这个被何慧莹占了10多年身份的混世魔王同不同意啊。君妻会让何慧莹爬到他头上去成为皇子妃吗？哼，你做什么梦呢？以这丫头睚眦必报的性格，做梦都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这儿担心什么呀？渊正帝吐出了一口浊气，这心情莫名就好起来了。这臭丫头还是有点作用。要琳琅满目，你管这叫可怜？那我呢？10几年在他生母那个小妾手里饱受折磨，冬天没炭火，夏天露风雨，吃丫鬟剩的饭菜，伺候的不好，不是挨打就是挨骂。你是没尝过给丫鬟洗衣服，冻得满手疮，跪在雪地里4、5个时辰，直到晕过去的滋味吧？长大了怕我的长相引起别人的怀疑，还找个混混诬陷我与人通奸，把我赶出去，还找人半夜。母亲为了那个假女儿要我在外面自生自灭，就算回了侯府，父母手足都把你视为眼中钉。你何慧英这2滴眼泪就是可怜了，姑奶奶要谁给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于赌心的东西都不会容忍。既然你这么喜欢他，应该不会介意替他受些苦头吧？说起满门，你那个心上人也在本姑娘的满门之列啊，难不成你也要杀了他？五皇子啊，你这可都是为了你的心上人受的苦，你这么痴情，这么点打算是？心上，既然你这
爱护那个小妾的女儿，我一定成全你的一定深情，不找他麻烦。以后我看到他赌心，就上武皇子府去找你聊。皇上，您看要不要找人拦一下？不用，这吃。微臣等先行。是，混的。沈御史连连称是，连皇子都敢上手，这不是一般的混呢。出了门，祖孙俩就看到了狼狈的萧景明跑得飞快，军旗也没有紧追不舍，只是脱了一只鞋，直接就招呼在了他的后脑勺上。萧景明连头都没敢回啊，撒丫子就跑了。何大小姐请。你小子倒是个有心胸的。沈某汗颜，此事本就是因沈某的无的放矢所致，何大小姐不怪已是宽仁。惠妃娘娘，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皇，萧真的是越活越回去了。想求饶啊！可惜。皇上为什么武皇子？宫女太监都噎住了。宫女给了金姬一张银票，金姬觉得皇上的女人真小气，不过想到这也是白送上门的，他这心好。娘娘别着急，就是武皇子看上了一个女人，这让皇妾的了解何慧莹。你此话可当真？果然如军妻所料，惠妃乍然听到这个消息，投去了询问的目光。沈御史硬着头皮点点头，虽然事情跟军妻说的有一些出入，但是武皇子要求娶何二小姐，并且让皇上下旨赐婚的事情确实是真的。惠妃来的时候杀气腾腾，公度平安无事，活该被反噬。御史和沈晨阳也是无语啊，几句话不仅是坑了惠妃的银子，还成功让惠妃回去收拾告他状的儿子去了，这是真厉害。妹妹救了，报答妹妹她。上次是沈某出言无状，导致这后面种种。在此，沈某向何四少爷赔不是，还望何四少爷能不计前嫌，原谅沈某的言语之失。哦，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沈公子也莫要怪罪才好。妹妹，咱们现在去哪？曲阳侯府。可爹已经把咱们逐出家门了呀。他是曲阳侯府的当家人。他要敢轰咱们就把侯府洗。曲阳侯惹急了姑奶，给曲阳侯安排这么一个结局，似乎也不错。军妻两人来到了曲阳侯府的大门口，看着紧闭的大门，何少康的心里是五味杂陈。军妻上前，就跟在沈御史家门口一样式的，一脚就把大门给踹开了。进府闹了一个人仰马翻，他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个院子。本皇子闲来无事，来找何侍郎叙旧。听说何大小姐回了府，就想着顺便过来问声好。本皇子唐突了，何大小姐莫怪。怎么会呢？我还要多。何大小姐这次出门没遇到什么危险吗？何侍郎可是没少担心何大小姐的安全啊。
没跟本姑娘开玩笑。本皇子想和大小姐可能和令兄有什么误会。和侍郎是男儿，每日忙于公务，可能忽略了何大小姐，但血浓于水，他对何大小姐也是关心的。关心到我不在这段时间不闻不问，还把我逐出了家门。曲阳侯府毕竟不是和侍郎当家，他有时候也是力不从心啊。何少锦即便不愿，正在萧锦业试图说服君妻的时候，一个白衣粉黛的佳人迈着大家闺秀标准的步伐，袅袅婷婷的走进了厅堂。君妻看到精心装扮的何慧莹，顿时就眼前一亮啊，有好戏可看呢！这女人不会是过来勾引萧锦业的吧？那可就有意思。还有小姐不必多礼。小孩子还没该想到一个我面前这两个讨人厌的玩意儿的好主意。如果把这俩给凑一块啊，你也觉得把他利用完他，再摆脱他。从何慧莹能够把原主活生生烤了可以看得出来，何慧莹那可不是一个任人随便玩弄的人。再加上萧锦明这个痴情人，如果知道了最亲的兄弟跟心上人有他们三个人，我们也得给狗男女制造一点机会不是？沈御史，沈御史，你这是找莫大王爷有功干？与何大小姐无关啊？说啥呢？这是哪壶这么脏？啥事儿啊？遇到了啥？干的事儿也不沾边，那黑墨水找他干嘛呀？了吗？全废了，命能不能保住都是两说。来找你就是因为沈晨阳，皇上曾赐给本王一支千年血参。真的假的？血参还是姑奶奶，你到底知不知重点在哪呀？所以御史就来给他大孙子求药的。本王说考虑考虑。对呀，你什么时候这么优柔寡断了？你是不是想给沈御史下个什么套啊？你的意见，我能决定吗？只见他并没有说要把，于是命人把电嘛。着了，他紧锁的眉头，是看不出里面的具体情况，但是却从里面隐隐的散发出一股子轻微的恶臭味。只要头脑的话，然后一头来。沈晨阳的身上跟腿上渐渐纹身的增多，陈阳腿上脱落。沈御史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大孙子的腿溃烂流脓水的部位，那样，他
知道凡事留一手的道理，人心难测。谁看？站住！莫王爷，何大小姐，可否书房叙话？那什么，沈御史，何大小姐请讲。这明，本来前段时间大夫说再养上一段时间就好了，可前些天呢，一个早晨，陈阳突然就下不了床了，腿上的伤势也肉眼可见的恶化呀。皱褶了。一般伤此言后述。住在穆王府了吗？可能性会比较大。沈御史，你好早啊！求何大小姐施以援手，救救陈阳。要钱？拿的符纸，符纸头已经冰冻。你这腿好转的事儿，先别惊动别人。也是要到福光寺。让明悟老和尚商量点事儿。你这随意的语气，不像是要去找得道高僧，去串门的。大能。我家老婆子无状，何大小姐海涵呢？
这位何大小姐，本姑娘又不是老虎，你这么激动搞什么？你放心，我这次不是你。迷雾方丈外出。上忙。让沈御史手里。分手。监理。你为何要害他呀？大伯母，我没有啊。不是因为上次四妹妹人云亦云说何大小姐的被大哥教训了，所以想出口气。愣的沈。你们都别过来，都退后！这阴毒
不知何大小姐约老朽前来所谓何事？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看你这么道貌岸然的告这个参那个的，本姑娘还以为你是啥秉公无私的大好官呢。心里留个体面。可事到如今，我不说。我与你父同在御史台当差，我们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可以称得上是相交莫逆。可你你信也好，不信也罢，这是老夫与你之间的恩怨，有动。何施主别来无恙啊！娘来此也是为了他。
身上为何会没有阴寒之气，反而……也未曾听过。佛法有云：明星星了业力者，方不可入六道轮回。仙不能超脱六道，否则可不堕轮回。还有入无间地狱者，不得入轮回道。姑娘息怒，老衲的意思是，您可能是某种超脱的存在，不在五行，不沾因果，因此无法进入轮回道。我也能跟看看。
这位姑娘是民女柳燕，见过皇后娘娘。姨母，这是我新结识的好姐妹，她琴艺特别的好，西磊带过来是让她给姨母解解闷儿的。柳姑娘是哪位贵姓家的小姐？回皇后娘娘的话，民女只是普通的平民之女，家中并无人在朝中为官。你和西磊是如何认识的？回皇后娘娘的话，民女与西磊的结缘源于一场误会。是柳燕救了我。哦，柳姑娘是如何救你的？有一日我去逛街，被几个地痞给缠上，是柳燕找了人为我解了围。如此，还要多谢柳姑娘啊。皇上到，莫王爷到。柳燕往旁边靠了靠，眼里一闪而过的喜色。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皇后不必多礼。刚朕在殿外，就听到这殿内传出去的笑声，聊什么呢？这么热闹，说出来，让朕也高兴高兴。回皇上的话，咱们正在说督察院的陈大人因为纳妾，被他4个舅兄围追堵截，追了好几条街的事。皇上仪仗安。免礼。西磊什么时候回来的？回皇上仪仗的话，西磊上个月就回来了。西磊见过墨汁哥哥。墨汁呀，这是皇后的娘家外甥女，算起来应该要叫表妹吧。不认识，没听说过，第一次见面。本王的母亲只生了本王一个，文小姐还是不要乱认亲戚的好。这脸打的，文西磊的脸红的都要滴血了。堂堂墨王，原来就这点度量。众人只见柳燕几步站起来，久闻墨王爷骁勇善战，是大国之栋梁，大越的守护神。今日一见，真是让民女失望。墨王爷如此下一个女孩子的脸面，难道不觉得自己很没有涵养吗？来人，拖下去。慢着！柳燕整个人都吓傻了。她是想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吸引玉墨之的注意，谁想到这位比传言之中的还要狠辣。在皇后的宫里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你莫怕，墨汁他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众人，哼，到底是谁在开玩笑啊？这是哪家的千金？朕以前怎么没见过？回皇上的话，这是一位民间女子，西磊刚结识的小姐妹，叫柳燕。听到柳燕这个名字，玉墨汁的眉毛向上挑了挑，这名字那丫头似乎是提过呀。艳若桃红，柳色新，人如其名呀。皇上仪仗，柳燕不仅长得漂亮，她的琴艺那可是一绝呢。我敢保证，皇上仪仗，您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琴曲。不得胡言！他这是说皇上孤陋寡闻呢，还是内含大狱的名门闺秀跟宫里的乐师连个民女都不如？启禀皇上，宣侯府何大小姐闯进凤仪殿了。她怎么来了？谁放她进宫的？皇上，您忘了上次沈御史家的事，您宣了何大小姐进宫，她有些忙，您说让她得空了直接进宫的。长安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抗旨都抗得如此敷衍的，关键是渊正帝他很轻易的就接受了。长安觉得吧，皇上可能是被军妻给气的次数多了，已经没脾气了。何大小姐，您不能进去。别这么死心眼儿嘛，通报来通报去的多耽误时间。吵吵嚷嚷的声音越来越近，直到军妻腿脚利索的越过了阻拦的人，进入殿内，站在了众人的面前。这是啥日子呀？这么多人！军妻一眼就瞅见了那个会摄魂音的柳燕。哟呵，这女的够有本事的，一个青楼女子，连皇宫大内都能混进来，不简单呐。柳燕看到她就目光躲闪，又开始紧张起来。她属实是没有料到，居然会在这里遇到军妻。大胆！你是何人？胆敢擅闯凤仪宫？见识过军妻厉害的夫人小姐，突然就生出了一股子幸灾乐祸的感觉。这个文熙磊自来了凤仪宫就是上蹿下跳的，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就该找一个厉害的来收拾收拾他。你又是哪根葱？皇上和皇后娘娘都没说话，你倒先废起来了。咋的？家里地儿太小，不够你发挥的，想取代皇后娘娘的位置，霍霍一下天下女人啊？众夫人小姐一噎，是这个味儿啊，还得是她的战斗力杠杠的啊！你胡说八道！文熙磊听到军妻当众说自个儿大逆不道，气的是眼睛冒火。来人呐，把这个胆敢信口雌黄的小贱人给我拉下去，重重的打！他这越俎代庖的言辞，直接让皇上跟皇后就变了脸色。住口！口出无言，言语无状。
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本宫以前就是这样教你的。姨母，细累无状，何大小姐多担待。万皇后其实觉得君妻说的也过了，但是这位连万岁爷都敢气得脑仁疼，自己一个皇后还是别自找没趣了。自古后宫不得干政，万皇后并不清楚君妻如何得渊正帝如此的宽宏，但是渊正帝可不是一个糊涂君王，君妻必然是有他不为人知的过人之处。万皇后不问也不打听，但她却明白君妻参与的是她不能够参与的政事，所以她对君妻比对普通的千金小姐多了几分的重视。她是皇后娘娘您的外甥女儿？这是本宫姐姐的女儿。皇后娘娘啊，您这位外甥女儿似乎没称过自己的斤两啊，好像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万皇后愣了一下，有一些失笑，这恐怕是第一个敢当着她的面骂她外甥女儿自视甚高又蠢笨的人了。来人，赐座。君妻坐上去，翘起二郎腿。你能不能有点女孩子的样子？渊正帝看他这般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的德行，眼睛生疼。君妻放下了二郎腿，并紧双腿，屁股往前挪到了椅子的1/3处，理了理衣裳，朝渊正帝露出了一个娇羞的笑容，掐着嗓子娇滴滴的道了一句：“皇上。”哎呀，渊正帝的身子当即就是一抖。得，你还是正常点儿吧。渊正帝放弃了，他是让他学学女孩子的温婉有礼，可不是让他恶心人的。不必。渊正帝再一次装聋作哑，这如果反驳一句，还不知道要迎来什么糟心的话呢。对了，皇上，请看这屏风，这是魏太傅家的小姐亲手绣的。魏小姐的手真是巧夺天工，恐怕连宫里的绣娘都比不上魏小姐这手艺。趁着这旧生俩都在，万皇后恨不能当场就把穆王妃的人选给定下来。好，魏小姐不愧是我大越女子的表率。还有申小姐写的这幅字，万岁爷您也给过眼。渊正帝又夸了一番，就连没有到场的周清寒都被万皇后给拎出来赞扬了几句，看着自己姨母在皇上跟玉墨之的面前一个劲儿的夸赞别的女孩子，文熙蕾有一些着急，也有一些怨恨万皇后。她是听说万皇后在为莫王选妃，起初呢她也没当回事儿，但是这一次看到这位眉目清冷孤傲，长得犹如仙人一般的玉墨之，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文熙蕾不明白，她是万皇后的亲外甥女儿，万皇后为什么不把机会留给她呢？姨母，您说的这位刘小姐可是还没过门就克死未婚夫的那位啊？万皇后的脸都沉了下来。还有魏小姐，不是都传你家祖母病重吗？你不在家尽孝，跑到皇宫里来讨好姨母，这真的好吗？不过呢，你也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这天大的事儿也没有自家祖母的身体重要啊。还有刘小姐啊，我听说你经常跟一些男人吟诗作对，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姨母跟家母经常教导熙蕾，这女孩子呢要自珍自爱，万不可做出什么轻浮的举动，让名声受损。文熙蕾又一连说了好几位小姐，君妻没忍住，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这位文熙蕾小姐呀，不仅是拆自己姨母的台，还四处树敌，一下子得罪了好几位世家夫人小姐，这拉仇恨的速度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小姐，你笑什么？对了，听说何大小姐是被一个贱妾养大的，一点文墨都不通不说，还经常做出出格的举动。哎呀，也是可怜了何大小姐，这好好的一个千金小姐，命运却如此的不幸。不过既然何大小姐回了曲阳侯府，就当谨言慎行，即便做不到像我们这般知礼，但是那等有辱门风的事情还是少做为妙。住口！姨母，你怎么了？您不是一直教导我做人要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吗？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也没做错什么吧？没有，文小姐说的很对，如今这年头，像文小姐这样磊落的人可不多了。我们都是俗人，跟文小姐这样知书达理、谦虚谨慎、高风亮节、超脱不凡、毫无瑕疵的人，自然是不能比的。像您这样的人，只应天上有。这人间的人无论男女，在您面前都是癞蛤蟆，这俗事也只能污了文小姐的高洁。所以本姑娘觉得文小姐应该去伺候佛祖。我想有文小姐这样的人在寺庙里为大越祈福，佛祖一定会保佑我们大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众夫人小姐一听就乐了，要说还得是这位何大小姐的脑子快，没有一个脏字儿就把文熙蕾这个恶心的玩意儿给送去剃度出家了。你放肆！哟呵，文小姐饱读诗书，不会不知道放肆这个词是以下犯上才用的吧？本姑娘的父亲可是一品公侯，请问文小姐的父亲是几品啊？
文小姐的父亲是3品金兆尹。原来只是个3品官的女儿啊！你这架子端得比公主还大，我还以为你要取代你姨母的位置，做着中宫之主呢。你胡说！不得胡言乱语。抱歉啊，皇后娘娘，一时嘴快，说了点大实话，您多包涵。不过我是真心觉得这俗世肮脏污秽太多，为了避免污染了文小姐，还是把她送到那圣洁之地比较好。像文小姐这样的人，说不定跟佛祖接触久了就飞升成仙了呢。诸位说是不是？何大小姐说的甚是有理，文小姐高洁，我等是自愧不如。待在这俗世，委实是委屈了文小姐。是啊，像文小姐这样的人，跟我们混在一起，怕是会堕落的。那我们岂不是罪过大了？对呀，妾身也觉得文小姐不应该被这俗世所玷污。郑夫人小姐是你一句我一句，同仇敌忾的，把文熙磊说的是毫无还嘴之力。这些个贱人，都给本小姐闭嘴！本宫看该闭嘴的是你。来人，把他给我送回府，在宫里调2个嬷嬷过去教他规矩，以后没什么事就不要进宫了。姨母还不待文熙磊提出抗议呢，2个宫女就把文熙磊给拖了出去。在军期来了之后，一直当隐形人的柳燕也趁机跟了出去。臣妾没有约束好熙磊，让皇上烦心了，还请皇上降罪。孩子嘛，好好教就是了，皇后不必自责。谢皇上体谅，今日是本宫的疏忽，让众位夫人小姐受了委屈，本宫也跟众位道歉。不敢，为表歉意，万皇后还给每位夫人小姐赏赐了一件首饰。首饰被宫女端上来，军期第一个冲过去，就选了一个最大也最闪亮的金步摇。她把金步摇插在自己的头上。今天的军期跟往日一样，也是扎了一个简单的发髻，不适合插步摇。可是军期就好像不知道一样的，把这步摇插在头上，还晃了晃脑袋，露出了一个大大的财迷笑容，惹得众夫人小姐轻笑不已。你有点出息成不成？我怎么没出息了？我就是喜欢钱，就是爱财。咋了？犯法呀？你们不喜欢钱，你们高洁，你们淳朴，你们这么一尘不染，干嘛不把钱全捐出来，给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反而自己在这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的四处攀比，恨不能把全天下的财都装自己口袋里，偏还要端着架子，虚伪。元正帝一噎，得他闭嘴成了吧？经过文熙磊的那件事儿，众人也不能在凤仪殿继续的待了，于是纷纷告辞。皇上和莫王对刚刚那几位小姐可有满意的？朕看魏太傅家的那位小姐就不错，墨汁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皇上若想充盈一下后宫，可以从里面挑一挑。也就是说，他一个都没看上了。元正帝叹了一口气，唉，还是要再劳烦皇后了。臣妾定当尽力。万皇后还能说什么呀？就因为给玉墨之选媳妇儿，她都要心力交瘁了。她自己女儿找婆家，她都没有这样的上心过。皇上，皇后娘娘怎么说都是您明媒正娶的中宫之主吧，您就不能少为难人家呀？军期都看不过去了，万皇后那恨不能让深究俩大佬当场定夺的样子，只要不瞎都能瞧出来好不好？这都要人提醒，也不知道老皇上是怎么当人家的夫君的。要搁别人还好说，可您大外甥什么人您还不知道吗？冷血无情，杀人如麻。皇后娘娘上哪儿淘换一个让她满意，您还得看得顺眼的媳妇儿去。皇后娘娘要是挑不出来吧，你们生就俩说不定还埋怨人家不尽心，挑个她看着不错的吧。就莫大王爷这冷血无情的，万一成亲后一言不合就大开杀戒，亲家变仇家，责任又都到了皇后娘娘的头上，到时候里外不是人的又成了皇后娘娘。您自己说说，您是不是看皇后娘娘不顺眼想换个皇后啊？胡说八道！元正帝被他给气得胡子都要歪了。我怎么胡说八道了？您不信自己问问皇后娘娘，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元正帝看向了万皇后，万皇后尴尬地朝他笑了一下，没有吱声。其实如果不是碍于身份，万皇后都想给军旗鼓个掌了。娘的，终于是有人能够道出她的难处了。让皇后为难了，只是各家贵女，朕与墨汁也不了解，还是要麻烦皇后再挑选一二。不过皇后放心，到时候莫王妃的人选由朕和墨汁定，绝不会让皇后再难做。谢皇上体谅。得了，皇后也劳累半天了，朕就不打扰了，朕先回御书房了，你跟朕来。皇上，您看都要晌午了，咱们要不边吃边聊？您可是一国之君呢，可千万不能饿着了。切，感情你是掐着点儿来的，这是赶着快晌午来蹭饭的吧？您应该想我是特意来提醒您吃饭呢。
免得您忘了吃饭影响龙体。你少弃朕2回，就是为朕的龙体着想了。他的鬼话，渊正帝是一个字儿都不带信的。皇上您可不能给我扣锅哈！我什么时候气您了？每次是不是您自己不能以理服人，才把自己气着的？你没理，所以你是自己把自己给气着了。莫大王爷，你说皇上是不是在给自己的没理找借口啊？你快闭嘴吧！瞧，说不过就摆架子了吧？万皇后看着那个咋咋呼呼的小丫头的背影，摇头失笑。她统共也就见过君妻2次吧，可是每一次君妻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本来已经进入梦乡的君妻突然就睁开了眼睛，嗅了嗅空气之中弥漫起来的异香，他又闭上了眼。门口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紧接着一道黑影开门走了进来。那道黑影站在他的床前，看他没什么反应，伸手抓起他，扛到了肩上就奔了出去。这次的货有点刺啊！你妈的，谁刺了？你才刺呢！你全家都刺。你看着给就好，但你要记住，一定要让他今晚就接客，不能让他跑喽。放心，规矩我都懂。老鸨掏出了钱袋子要递给黑衣人，结果一只小手动作飞快的就把钱袋子给抢了过去。打开钱袋子，君妻再次的生气了。尼玛呀啊！他就值这10几两的碎银子吗？这是想要羞辱他呀，还是想要羞辱他？你没晕啊？显而易见，你说对了。怎么样啊，大兄弟，说说吧，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打姑奶奶的主意？你到阴曹地府去问阎王爷去吧。黑衣人凶狠地拿剑刺向了君妻，君妻伸出2只手指，轻松地夹住了黑衣人的剑身，任黑衣人怎么用力都不能够抽动分毫。君妻却是悠哉的手指一个用力，剑便是应声而断。他窜到门边就想跑，一个茶杯打在他右腿的膝盖处，黑衣人吃痛，扑通一声就跪到了地上。这回该说是谁指使你的了吧？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君妻也不想跟他废话，一掌下去就把他的经脉给震断了。惨叫声响起，你说是不说？我说是秦兆尹文家。你有何证据？我就是个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接了文家的一个婆子给的钱，替他们办事儿。王八蛋，这么喜欢逼良为娼，就让你们也尝尝做娼的滋味。君妻把2人打昏，把这黑衣人弄哑了，拖到南风馆卖了一个好价钱。君妻把青楼里那些打手给弄晕之后，然后把姑娘们聚集到了一起。要不然我给你们些银钱，你们合伙做个小生意什么的。这么多人，总不可能一点本事都没有吧？君妻给他们分了钱，这些人有的还真就听了君妻的建议，凑钱合伙去做些个小生意。当然了，也有拿钱远离这里，准备换个身份嫁人生子的。可就是没有人想过要回家，因为他们自进了这里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明白他们已经没有家了。莫大王爷早啊！怕你一个人吃早饭太寂寞，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来陪你，怎么样？是不是很感动？昨晚去盗墓了。大早上的这么兴奋，本姑娘怎么可能做那种缺德事儿啊？我告诉你啊，我昨晚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好事，可能是老天爷被我的善举感动了，还赏了我一笔意外之财。君妻叭叭叭的把自己怎么解救青楼里的姑娘，又是怎么得的钱，都给讲了一遍。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机智？刘管家在旁边听得嘴角直抽抽，这位也是够损的，把想卖他的跟想买他的都给卖了，亏他做得出来，一般人可能是真的想都想不到这个。知道是谁要害你？知道，就是上次在宫里见到的那个皇后娘娘的外甥女儿，那女人可真够毒的，就几句口角，她就想毁了我，我得想个法子让她吃点教训。敢打他君妻的主意，那女人指定是活够了，他不介意送那个女人一程。对了，你这2天是不是要去西山的练兵场？有问题。那我提前祝你一路顺风，不翻无恙，人马平安，旅途愉快哈。本王是不是要谢谢你的心口不一？咱俩谁跟谁啊？不必客气，起来起来起来！君妻扒拉着睡得跟死猪一样的招财，吃了睡，睡了吃，山珍海味的养着，还有人伺候。娘的，这破比的日子不要太招人恨啊！你瞅瞅你都胖成啥样了，等我完成任务的时候，你还能走得动道吗？到时候你给我扎2针，减减肥不就得了？本姑娘不是兽医。你大早上来，不会就是来气我吧？我没那么闲。我问你啊，原主是不是跟万皇后有什么交集？你为什么这么问啊？就每次见到万皇后就忍不住的心生好感。万皇后又不是什么大善人，我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对她心生好感？我猜可能是原主的情绪。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原主死了后呢，万皇后感慨原主命运多舛，为原主说了句话，这才让原主得以葬进了何家祖坟。若是没有万皇后的话，原主就一个破草席被丢到乱葬岗了。
多好的姑娘啊，一点小恩小惠都不忘，偏偏被那些糟心的玩意儿害得惨死，也难怪她怨气难消了。所以说啊，人善被人欺，做人就是不能太好了。墨汁哥哥，墨汁哥哥你来了。西磊刚学了骑马，好多地方都不标准，墨汁哥哥你就教教我吧。玉墨汁没什么表情的看着他，他也终于明白军妻那不怀好意的笑容这打哪来的了。唐正使卑职在，连最起码的军纪都做不好，看来这军政司正使的职位你是做够了。卑职失职，请王爷责罚。唐正使心里直叫苦，这个文西磊啊，简直是要害死他了。她是皇后娘娘的亲外甥女儿，自己也不敢得罪。本来他以为墨王不看僧面也得看皇后娘娘的面子吧，谁成想这位是一点的情面都不讲。墨汁哥哥，你不要生气嘛。文西磊壮着胆子想要上前拉玉墨汁的手撒娇，被冯文豪伸手挡在了玉墨汁的3米之外。来人，军规处置。阎狼卫上前架起文西磊，就把他给拖到了远处。惨叫哀嚎声渐弱，只是什么声音都没了。把他给文大人送回去，顺便告诉文大人，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文西磊被人给抬着，连遮掩都没有，就这么一路被人瞅着抬到了文家。他的母亲文夫人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这模样，险些没吓死过去。府医看过之后只摇头说，文西磊能不能捡回一条命都得看他的造化了。文夫人进宫找皇后请了御医，好几位御医合力，这才保住了文西磊的性命。只是他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也就是说他被打残了。文夫人跑到凤仪宫，让万皇后处置玉墨汁，给文西磊报仇。别说万皇后处置不了玉墨汁，就是她能，她也不会这么做的。文夫人见万皇后不为所动，在凤仪宫里大闹一顿。军妻听了这事儿呢，还遗憾了一会儿，她都还没出手呢，这文西磊就凉了，真没意思。都给我滚出去！怎么了，娘的心肝儿？谁又惹你生气了？那些个贱人，一个个的都来看我的笑话，我要杀了他们！娘，你帮女儿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好，为娘帮你收拾那些贱人，你别生气啊。本来大家都以为这只是文夫人安抚女儿的话，谁知道这文夫人还真就付诸了行动，给自家小叔子、娘家兄弟塞妾室，更有那些他以为在看他热闹的弟媳嫂子，动不动就让人家的女儿过来立规矩，伺候他那残废的女儿，忍受他的无理取闹。一开始万皇后听到消息的时候，只以为文夫人发泄够了就消停了，可是她没有想到，文夫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是越发的变本加厉，甚至她还自作主张的给人家的女儿定亲找婆家，就是那些跟她没关系的夫人小姐，只要她们母女看着不顺眼，文夫人就打着皇后的幌子去搅和人家，弄得大家是怨声载道。万皇后眼看着文夫人越发过分，于是就叫来文夫人敲打一番，想着让她收敛一样。可是文夫人非但不听，反而是跟万皇后吵了起来。万皇后也是被气得不轻，于是呢一道懿旨下去，赐了2个美妾给文英杰。这下子众人再也不会由着文夫人胡闹了。这一次蒋家老夫人过寿办得很是热闹，军妻知道六皇子母子这是要出手了，她并不奇怪惠妃会帮助岳贵人母子。惠妃不想自己的儿子娶何慧莹，而岳贵人得知何慧莹乃是大富大贵的命格，那指定是不会放过她。军妻还是在里面搅和了一下，把萧景业要在寿宴上拿下何慧莹的消息给透露给了何少杰。奔着热闹来的军妻一直注意着何慧莹的动向，当看到一个小丫鬟故意把水洒在了她的身上，紧跟着她走出去之后，军妻就知道好戏来了。她跟在何慧莹的身后，看着她进了后宅的一间屋子。起先是何少杰鬼鬼祟祟地走了进去，催情香的香味传入了军妻那灵敏的鼻子里，让她露出了奸诈的笑容。何少杰出来不一会儿，又扶着看着有一些醉醺醺的何少锦走了进去。何少杰走了之后，屋子里传出阵阵的娇喘，然后萧景业又来到了院子里，听着里面的动静，拧眉走入了屋子。见到里面的情形，他是心神大振，他冲上去把何少锦从床上给拉了下来，然后一壶水就浇到了他的头上。清醒之后的何少锦面对床上赤身裸体神志不清不住摆动身体的何慧莹，直接就傻了眼。外面又有脚步声响起，萧景业当机立断，就把衣服塞给了何少锦，让他从窗户跳出去了。萧景明推门而入，见到自己的心上人跟好兄弟滚在了一起，差点没被刺激的当场就疯了。武皇兄，这都是惠妃娘娘的意思，你一直对何二小姐执迷不悟，惠妃娘娘没办法，这才出此下策。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惠妃娘娘。萧景业不仅想要得到何慧莹，还想挑拨萧景明母子之间的关系，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倒是响，只可惜被何少杰给搞了破坏，出现了偏差。接连受到打击的萧景明浑浑噩噩地走了出去。
而留下的萧锦业看着床上的何慧莹，则是露出了厌恶又愤恨的神情，并没有什么众人围观的戏码，也不存在沸沸扬扬的传闻。但是呢，这发展却令君妻很是满意。过了几天，六皇子府前来下聘，要纳何慧莹做侧妃。侧妃虽然也算是个妾，但也是上了皇家御蝶的。以何慧莹现在的身份而言，皇子侧妃那真算得上是抬举她了。萧锦业在何慧莹和曲阳侯面前承诺一番，无非是保证对何慧莹的爱护，以及暗示将来皇子妃甚至是皇后的位置那都是她的。野心勃勃的何慧莹就这样被萧锦业给打动了。何慧莹在萧锦业那儿得知是惠妃算计她，暗恨惠妃的同时，也明白自己是无论如何都成不了五皇子妃了。说不定自己再不妥协的话，以后还会遇到什么危险。何慧莹的事是不是你在背后捣的鬼？怎么有好事皇上你想不到啊？君妻心说，他看起来就这么不靠谱吗？这都能猜到是他？朕倒是想。皇上您这次可冤枉我了，我可什么都没干啊。就是六皇子总跑我面前秀智商，我就想着让他跟何慧莹去比比谁更厉害，谁知道他们俩这么投缘啊。果然是这家伙捣的鬼。渊正帝也是挺好奇的，这丫头是怎么让他那个心眼子颇多的六儿子上当受骗，宁愿被他这个父皇不喜，也要纳何慧莹为侧妃呢？这心机手段也太让他糟心了呀！何大小姐，皇后娘娘正在休息，您稍等片刻。君妻推开挡路的小宫女就闯了进去，大胆君妻居然敢擅闯凤仪宫，你可知罪？哟，听闻文大小姐勾引莫大王爷，被莫大王爷打残了，你这是好了？何大小姐，在本宫面前欺辱本宫的外甥女，你是没把本宫放在眼里吗？是本姑娘欺辱文小姐，还是皇后娘娘想找借口处置本姑娘？我想皇后娘娘心里比谁都清楚吧。大胆何君妻，你这是在质问本宫？本姑娘怎敢质问皇后娘娘啊？本姑娘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话说皇后娘娘找我来，不会就是为了给我个下马威吧？听闻你行为不端，与人苟且，已非完璧之身呀。没想到皇后娘娘也喜欢人云亦云，捕风捉影。照您这么说，文小姐跑男人堆里晃了一圈，屁股都被打烂了，还不知被多少男人摸过呢。她岂不是比青楼楚馆的妓子还不如？皇后娘娘您这可不对啊，怎么我就传出点没影的流言，您就这副兴师问罪的模样？您外甥女比婊子都烂了，您反而关爱有加的，这知道的是您徇私，不知道的还以为文小姐是您亲闺女呢。万皇后和文熙蕾被他骂得脸上青黑一片，也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因为害怕，他们浑身都抖了起来。何君妻，你敢藐视本宫！来人，把何大小姐拉到后面去检查，若她是完璧之身还好，若不是，这等败坏我大越贵女名声的阿杂货，直接拖出去打死，以正我大越贵女的清名。这里坐的都是明白人，岂能不知道万皇后的意思？只要拉下去检查了，无论君妻是否清白，她都只有一个结果，这只是万皇后要收拾君妻的借口而已。慢着，你还有何话要说？也没什么，我就是想问问皇后娘娘，我记得上次见您，您身边伺候的不是这几位宫女吧？本宫要用什么人，还需要你治愈？来人，拿下！禀皇后娘娘，长公公带着万岁爷的口谕来召何大小姐去御书房说话。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长公公不必多礼，不知皇上召何大小姐有何事要谈？皇后娘娘见谅，万岁爷的事儿，老奴哪敢多言呢？罢了，既如此，那何大小姐就跟长公公去吧。不过何大小姐可要记住，有些话可不能乱说，免得惹火烧身。当然，皇后娘娘放心，本姑娘不会乱说皇后娘娘忘恩负义。要知救命恩人于死地的行为有多寒人心的。长安在旁边翻白眼，你对皇后娘娘有没有救命之恩的，你自个儿心里面没点数吗？我说皇后娘娘，前段时间你遇刺，我为了救你可是受了不轻的伤呢。为此您还特意让人用凤辇送我回曲阳侯府，这才过了几天呀，您就翻脸不认人了？您这变脸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一码归一码，你救了本宫，本宫该赏的也赏了。再说，这也不能成为你恣意妄为、对本宫不敬的资本。长安惊讶地抬头看向了万皇后，虽然当时君妻是以救了万皇后为由回的曲阳侯府，但是万皇后应该知道君妻是没救过她的呀。怎么听皇后娘娘的语气，仿佛君妻真的是救过她一样？看长安产生了怀疑，君妻达到了目的，招呼了长安一声，就出了凤仪殿。何大小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她怎么感觉皇后娘娘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就是你想的那样。您是说长公公，你还是赶紧提醒皇上去吧，晚了说不定出什么事儿呢。何大小姐，御书房在这边，您走错了。皇上公务繁忙，本姑娘就不打扰他了，我先回去了哈。不一会儿，他就消失在长安的视线里。他现在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也没有用到那个老头的地方，他才不去跟那个老头子两看相厌呢，说不定还要被抓壮丁，他才不干。长安站在原地，有一些懵了。片刻之后，他反应过来，哎妈呀，这要出大事呀！不行，得赶紧去禀报万岁爷呀！长安，你这是何意？万岁爷，奴才有重要的事禀报。说吧，什么事让你这个大内总管都如此惊慌？皇上，奴才刚到凤仪宫去接何大小姐，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接着长安就把万皇后的一举一动都跟渊正帝说了一遍。那丫头说皇后是假的，何大小姐只说如奴才所想。皇后病了多日，朕也应该去看看，拜驾凤仪宫吧。跟万皇后聊了一会儿，一切看似很是平常，可是渊正帝回了御书房，脸就沉了下来。长安，让那丫头秘密进宫。是。来人！渊正帝招来心腹禁卫军统领和御前侍卫统领，然后吩咐二人要派人手盯紧了凤仪宫的人。军期猜到渊正帝肯定会找他，因此在外面溜达到了半夜，才回了曲阳侯府。何大小姐，皇上召您进宫见驾。这是真有耐心啊！你们皇上都不睡觉的吗？何大小姐请。要说这位也是够能藏的，他们出动了那么多人，愣是没有找着他的影子，还是守株待兔才等到的他。你这一天去哪儿了？就四处逛了逛啊。渊正帝脸黑，他就不相信这丫头猜不到他会找他，这绝对是故意的。你想气死朕是不是？万岁爷息怒，万岁爷正事要紧啊。你可有办法找到皇后？皇上您先说说查到了什么，我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皇后身边贴身伺候的大宫女都不见了，那女人正在派人寻文夫人。那女人能把皇后娘娘模仿得这么像，显然是比较了解她的人，而她能悄无声息地替代皇后娘娘，可见也是皇后娘娘不设防的人。还有她对文希莲那亲近又维护的态度，若是没猜错的话，她应该是皇后娘娘的姐姐文夫人。她为什么有一张跟皇后一样的样貌？这是阴阳术中的换面之术，说白了就是用咒术把两个人的脸兑换一下。若是我没猜错，皇后娘娘姐妹的身段应该差不多，再加上文夫人对皇后娘娘的言行举止比较熟悉，这才能瞒过这么多人。到底有没有办法找到皇后？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后应该是趁机逃了出去，不知为何没有办法求救，所以他们一定要赶在那些人之前找到皇后。找到是能找到，就是我有什么好处没有啊？渊正帝，不是他刀呢？啊！金妻要了文夫人的画像，半夜就摸进了皇后的寝宫。他则站在假皇后的床前，拿出了自己一直放在腰间的那枚铜钱，滴上了自己的一滴血，铜钱自动立于假皇后的正上方。接着就有一道红光飞出，军妻带着暗卫紧随而上，红光落于鱼龙混杂的贫民窟的一处狭小的院落里。军妻示意俩暗卫去开门，两人的头刚刚探进去，一把锋利的剑就直冲他们扫来，三人打了起来。只不过袭击之人似乎有一条腿行动不便，只片刻他就被俩暗卫给擒住了。自己人有话好好说。冬雪，你主子呢？何大小姐。冬雪点亮了屋子里的油灯，然后就从里屋扶出了一位与万皇后有一些相似面貌的女子。皇后娘娘。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您是不是哑了？万皇后有一些黯然的再次点了点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先离开再说。莫大王爷早，晚上好啊，我来给你送惊喜，怎么样，感不感动啊？玉墨之有的时候是真好奇，他那么大的旺盛精力是哪儿来的？这大半夜的，又不知道到哪儿鬼混去了。万皇后口不能言，由冬雪叙述了他们逃出来的经过。其实冬雪也不清楚万皇后是怎么被换的。等他们这些个心腹察觉有异，找到万皇后，想要救她出来的时候，很不幸的被那个假皇后的人给发现了。其余的人是死的死，伤的伤，就只有她被伤了一条腿，拼死护着万皇后逃了出来。这个时候的假皇后必然会在万皇后能够去的地方派人蹲守。万皇后被人给换了容貌，口不能言，双手被废，也不敢贸然现身，两人只能是先躲在鱼龙混杂的贫民窟里等待机会。渊正帝在心腹暗卫的护送下进了莫王府。皇后放心，朕一定请最好的名医为你医治。渊正帝其实心里面也没底，大约不可能要一位口不能言手不能用的残疾皇后。那什么，
我能救。一国之后啊，这钱肯定不少。再说了，自己如果成了他的救命恩人，那往后在大越岂不是得横着走？别捣乱！渊正帝心烦气躁地白了他一眼，君期无语。得，那就当自个儿白说了呗。他曾经救过快死的沈晨阳。渊正帝猛地就想起了那个曾经被太医都断言会死的沈晨阳，不雅地拍了一下脑门。渊正帝心说，他这儿急糊涂了，怎么就把沈御史曾经跟他说的话给忘了呢？哎呀，还是因为这个小丫头太不着调了，让他总是忽略她的能力。给皇后瞅瞅，我就会捣乱，哪有那本事啊？渊正帝不尼玛，他就发现在这个丫头的面前，他这个君王当的那是真憋屈啊，不仅一点的威严没有，还总是被他气得要死。在刘管家等人的合力诱哄之下，君期终于是不再拿桥了，他掏出了银针，先在万皇后的头上刺了几下，只见万皇后猛地吐出了一口黑血。皇后娘娘，您跟您姐姐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让她下这么重的手，你这手恐怕……万皇后充满希冀的眼神暗淡下去，得多扎几次针才能痊愈。哎呀，不是你这大喘气喘呢？万皇后突然就明白渊正帝为什么总是咬牙切齿地嚷着要打死他了。君期先是给万皇后施了一次针，万皇后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本来毫无知觉的手有了一些感觉，她的眼里又燃起了炽热的光芒。同学，来，本姑娘也给你扎几针。你放心，你这个是免费赠送的，不收费。小姑娘可能比她还穷呢，她还是在她主子的身上找补吧。哎呀，也就是她了，就是这样的心善呢。给冬雪扎了针，接下来就是商讨怎么样去对付那个假皇后，并且把脸给换回来的事了。还有文夫人的背后必然是有人指使，并且呢还有着一个懂得阴阳邪术的大师，这些人也得揪出来。大家很快就商量好了计策。万皇后在穆王府住下，渊正帝回宫跟敌对势力斗智斗勇。招财，招财！再不出来把你小鱼干全喂猪了哈！这死鸭子到底跑哪儿去了呀？夫人，您有没有看到一只肥得跟猪似的，又拽到2、5、8万的白鸭子？莫大王爷，您这又是去勾搭哪个大姑娘小媳妇儿？皇后娘娘宣召，那祝你活着回来哈。西磊受伤后，他母亲曾多次要求莫王负责，莫王爷可要小心。夫人安心了，祸害1000年，就他这狠辣劲儿，你应该担心那2母女才对。再说他跟那2母女一样，都不是啥好鸟，揍个2败俱伤的，或许还是为民除害了呢。夫人，我跟你说啊，就这位凶残不说，关键还毒舌，每次都堵得我上不来气儿。您说像这样没涵养没风度的人，是不是该回炉重造一下？老天爷也真是的啊，为什么把这么人神共愤的脸放在他身上啊？您说这不是浪费吗？干什么？君期说着说着就被玉墨之给拽上了后衣领，拽着君期就走了。这丫头这么闲，还是跟他走一趟吧。王八蛋，黑墨蛇，你有本事放开姑奶奶，咱们大门口见真章。万皇后看着打打闹闹远去的2人，心里好笑的同时又生出了诡异的相配的感觉。君期装扮成了随侍，跟着玉墨之进了凤仪宫。假皇后再一次提起要玉墨之娶文熙蕾为正妃的事情，玉墨之也没客气，一口就给回绝了。自偏殿传出了轻而悠扬的琴声，众人似乎是被琴声所惑，就这么静静的听着。慢慢的，殿内的人一个个的倒了下去。君期抓住机会，在玉墨之的耳边道了一句快昏倒，然后自己就跟着趴在了地上。玉墨之无语片刻，然后身体靠在椅子的后背上就闭上了眼。胡为道长，接下来怎么办？你们出去，待本道做法，为他们交换身份。无为道人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拿出了2张红的发黑的纸，然后就掏出了一个小瓷瓶，里面冒出了黑色的气体。他把瓷瓶里的水洒在了纸上，然后拿起那张纸贴在了那个与玉墨之身形相似的男人的脸上，他又在那人的脸上画了一个符咒，纸被揭下来，一张面皮赫然就出现在了纸上。道士一样把另外一张纸也给洒上了水，只是在他把手伸向玉墨之的时候，道士连震惊的表情都没有摆上的时间，他就这么被玉墨之给袭上颈部晕了过去。真恶心！他把那张面皮又重新贴到了他主人的脸上，拿道人的朱砂在那面皮上画了几笔，快把他弄到椅子上。他拿着无为的朱砂笔，在无为的头上画了一个古怪的符号，他又动作利索地躺回了刚刚的位置。无为晕晕乎乎地醒过来，看着椅子上那个被调换的昏迷的男人。记住你的任务。玉墨之挑眉，用余光瞥了眼地上那个装晕还不忘冲他挤眉弄眼的小丫头，心里有一些好笑。
居然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记忆，这本事放他身上都糟践了。倒是把贾皇后和柳燕给叫了进来，两人看着站在旁边的玉墨之，再一次露出了惊异的神色，这看着也太像了。未免夜长梦多，这个人处理了。贾皇后招来2个人，把椅子上的男生给拖了出去。至于去处嘛，不言而喻了。过了2天，玉墨之给贾皇后传信，说抓到了文夫人，贸然带她进宫会有危险，让她出宫来一趟莫王府。贾皇后心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悄悄地出了皇宫。莫王府的私牢里，贾皇后看着面前顶着自己的脸毫发无损的万皇后，跟坐在一旁面无表情的玉墨之，她突然就生出了一股不祥的感觉。姐姐，束手就擒吧，你要背叛尊主。那什么文夫人，您是不是先瞧瞧这是不是你们调回的那个人？文夫人惊骇地看着玉墨之，她转身就想往外跑，结果被人轻而易举的就给擒住了。姐姐，本宫不明白，你为何要对本宫下如此毒手？难道仅仅就是因为西磊犯错，本宫没有站在你们那一边？你如今的一切本该是我的，你凭什么在这里指责我？论起来，我才是家里的嫡长女，要与皇室联姻，自然是由我嫁给皇上。可是也不知你是用了什么手段，愣是越过我这个嫡长女，与还是皇子的皇上定下了婚约。若不是你，我现在就是大约至高无上的皇后，我的女儿就是尊贵的公主，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副模样。这一切都是你的错，都是你欠我们母女的。所以姐姐其实一直都是怨恨妹妹的。你抢走了我的尊荣，我的大好人生也因为你没了。我难道不该恨你？为了让你尽快出嫁，家里随便给我安排了一门亲事，匆忙让我出嫁。你可知我当时有多恨？可父亲母亲当时是征询过你的意见的。哼，我若不同意，父亲母亲包括家里的兄弟姐妹还有皇上，他们会放过我？姐姐，妹妹只能跟你说，当初嫁入皇室并不是本宫能预料的，实在是形势所迫。这个中原委，兄长最是清楚。废话少说，落到你手里又如何？你别忘了，你的脸还在我这里，你感动我吗？这是他不害怕的最重要的原因。万皇后以后总不可能顶着他的脸来做皇后吧？最起码在没有换过来之前，她是安全的。万皇后等人把视线齐刷刷的落在了君妻的身上。你们看我干嘛？我告诉你们哈，我可不做白宫。众人就无语，你是真分不清楚轻重缓急啊！逮着机会就薅几根毛的德行，是真的遭人恨。在文夫人惊恐的叫声里，君妻为他和万皇后换了脸。妹妹，西磊他是无辜的，求妹妹看在咱们姐妹多年的份上，饶他一命，就当姐姐求你了。他知道今日一别，他跟万皇后恐怕是再无相见之日了。他必须为在皇宫里的文西磊做最后的努力。皇后娘娘，文小姐又把伺候的宫女给砸伤了。本宫去看看她。怎么了，西磊？又是哪个不长眼的惹着我们西磊了？娘，女儿这身子到底何时才能好啊？一声娘让万皇后的心是彻底的跌到了谷底。很快，很快，西磊莫要着急。对了，娘，您不是去莫王府看那个剑士了吗？他怎么样了？西磊放心，他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哼，那个贱人抢了娘的皇后之位，还假惺惺的对我好，娘怎么不杀了他？西磊就这么恨他？要是没有他，娘便是大越的皇后，而女儿也会是大越的嫡长公主，女儿怎么能够不恨他？好了，咱不提他了，说点高兴的事儿。女儿哪还有高兴的事儿？怎么没有？为娘现在是皇后，等将来为娘站稳脚跟，西磊想要什么，娘都给西磊弄来。那我要当大越最尊贵的公主，比姨母生的那2个剑士还要尊贵。好，对了，西磊，那个柳燕和无为到底靠不靠谱？他们本事那么大，咱们还是要防着点的好。万一咱们出了纰漏，他们一走了之，咱们什么都不知道，岂不是一点活路都没有了？依为娘之见，咱们不能太被动了，有机会还是要摸摸他们的底，到时候咱们要真出了事儿，也能拿出来威胁他们帮咱们。那娘，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咱们这样，万皇后在文西磊的耳边耳语几句，文西磊听完点点头。娘，女儿按您教的方法跟柳燕说了，她果然妥协，说要带咱们去见他们的主子。他没起疑吧？
没有，女儿跟他说有关于大越皇室的隐秘，姿势体大，需要您跟他们主子亲自谈。柳燕跟无为请示，无为传来消息，说他们主子要亲自见您，只要知道了幕后之人，咱们就不用怕他们翻脸不认人了。西磊做的真不错。可是娘，咱们哪知道什么皇室隐秘啊？到时候那个人如果知道我们是骗他的，咱们会不会有危险啊？西磊不必担心，到时候为娘自有办法应对。皇后就交给你了，你可别给朕整什么幺蛾子。放心了，皇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有我在，保证皇后娘娘身上的线丝都少不了一根。谁让人家大方，这钱给的太多了。渊正帝一爷就是因为有你在，才更加不放心呢，因为变数太大了。可是别人又没有这个丫头的本事，就挺糟心的。要不然找个跟皇后身形差不多的代替她去。这丫头不是也能换脸吗？靠，皇上你咋这么缺德呀？居然想要用咒术让别人替他老婆来冒险。皇上您这可不对啊，您自己最忌讳阴咒之术，抓到个就砍头抄家的，现在却要用咒术保护你老婆，您这也太双标了。作为帝王，您这么言行不一，自私自利，罔顾他人性命的可不地道啊。渊正帝被他数落的脸色是一会儿青一会儿红，差点没把旁边的砚台丢他脑袋上。这臭丫头简直就是生来克他的。这是大越龙脉的半张地图，大越龙脉图自开国起就是由帝后分别保管的。我好不容易在凤仪宫找到了皇后收藏的那一份。你想要什么交换？我要西磊能够好起来，还有我还要一份保障，保障皇上驾崩之后，我能坐上至高无上的太后之位。你就不怕本尊拿了图之后翻脸不认人？所以尊在要拿出让我能放心的保障才可以。实不相瞒，眼前这份龙脉图并不是原图，这上面有几处是经过修改的。高寿男人听到万皇后的威胁，反而是笑了。万皇后这么做，反而是让他放下了心里的一些戒备。本尊需要时间考虑考虑。高寿男人拿上地图就离开了。与此同时，玉墨之也收到了来自尊主的指令，尊主要他审问被关在地牢里的万皇后关于龙脉的事情。磨蹭了半个月，玉墨之终于是把龙脉图一分为二，由帝后保管，皇后保管的那一份呢，在凤仪宫的消息也传了出去。如他们所料，寿高男人再一次约见了万皇后，这一次他露出了真容。乾安宫隐藏的真是好深啊。好说，皇后娘娘，不应该说文夫人可还满意？你下毒！夫人，君妻借着惊慌的动作摸上了万皇后的脉门。小意思，死不了。你这是何意？夫人莫急，只要文夫人不起二心，事成之后，本宫自会奉上解药。本宫诚意十足，文夫人要让本宫放心不是？万皇后只能是恼恨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乾安宫不仅是拿了万皇后的半张地图，他还勒令万皇后尽快拿到皇上手里的那半张地图，否则就要忍受每3天一次的蚀骨之痛了。皇后娘娘的身体您不用担心了，只要有钱，啥都好说。他就知道。不过那个什么乾安宫的来历，你们还是好好调查一下的好。此话怎讲？他可能不是真正的乾安宫。你是说他的脸是假的？他那张脸换了大概有20年左右了吧？20多年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大事啊？20多年前，老乾安宫和他的夫人，还有他们其余的2个儿子，在去祭祖的路上，突然被贼人所杀，只留下乾安宫一条血脉。乾安宫那时候性情大变，别人也只当是他突遭打击所致。若这个乾安宫是假的，那他应该就是当年那件惨案的真凶了。想到死不瞑目的老乾安宫一家可能都给仇人做了梯子，那贼人还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谋算自己，渊正帝心里的怒火就抑制不住的往头顶上窜去。人来路不明，他们还得继续不往，耐心的等了一段时间。万皇后给乾安宫回信说知道了皇上手里龙脉图的所在，但他没有办法拿到，于是就有了刺客夜袭皇宫的事情。双方交战激烈，也死伤了不少人。戏演的逼真才会让人相信嘛，千辛万苦牺牲了不少的人才得到的龙脉图，那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乾安宫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带着人出发去寻找龙脉，他前脚刚走，后脚乾安宫府就被御林军给围了起来。等乾安宫带着人马找到所谓的龙脉时，玉墨之的人正等着他们呢。乾安宫被抓捕，关进了刑部关押重犯的牢房。万皇后整顿了被文夫人弄得乌烟瘴气的凤仪宫，同时她把文熙磊送到了牢里。为了万家和文家的名声，万皇后向渊正帝求了恩典，文夫人母女知道的并不多，因此2条白绫赐下去，直接封官就办了简单的丧事了事了。
皇上，皇上！渊正帝听到君妻的声音就觉得脑仁疼。莫大王也在呢，本皇子也在。你这是从碰师挚爱的阴影里走出来了？君妻是哪壶不开就提哪壶。你来有什么事？皇上，你不会把答应我的事给忘了吧？咱可是说好了，事情解决了就给我结账。哼，不提他还真给忘了，主要是以前也没有人管他讨过账啊，他是真没有这样的经验。渊正帝嫌弃的白了这个满身铜锈味的丫头一眼。什么账？没你的事儿，别待着去。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可是渊正帝的亲儿子，为什么感觉还不如这个臭丫头得宠啊？瞧瞧啊，瞧瞧，他跟他父皇居然还有了他不知道的秘密了。哎，这特别的心塞。长安端了一个托盘进来，厚厚的一叠银票，把君妻给迷得哈喇子都流下来了。还没等渊正帝发话呢，他一把抢过银票就数了起来。对了，听说那个柳燕跑了，他怎么得到的消息啊？在御林军行动之前，他似乎就得到了消息。你们说的是不是群香楼的那个花魁？你这些日子看见他了？那日我去给母后请安，听到凤仪宫传出的文戏里的哀嚎声，我就没敢进去。出宫后碰到要进宫给母后抚琴的柳燕，我就跟她顺嘴提了一句，顺便好心警告她母后可能心情不好，让她小心一点。哪一日？就是乾安公府被围的那一日。渊正帝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被他给气死。他就说嘛，那个会迷人心智的女人怎么给跑了呢？原来是自己这个儿子漏的消息。你给朕滚回去闭门思过，没朕的命令，你不要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蠢呗。君妻嫌弃的扫了他一眼，然后转头继续数钱。君妻数了一遍，他数错了，又数了第二遍。拿着钱回去数。渊正帝看他也觉得心塞，一会儿就数好了。钱嘛，当然是当面点清楚比较好。你知道这小子这几日来干什么吗？干什么跟我也没关系，不是？哼，他来替你那个鸠占鹊巢的妹妹求情来的。求什么情？一听是关于何慧莹的事儿，君妻是钱也不数了。他想让何慧莹做老六的正妃。渊正帝恨不得就没有这个蠢儿子。君妻锐利的目光唰的一下就落在了萧景明的身上。慧莹她是受害者，让她做侧妃实在太委屈她了。君妻把银票往怀里面一揣，撸起袖子就朝着萧景明走了过去。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痴情种啊！亲眼目睹兄弟跟喜欢的女人滚在一起，都没有浇灭他那颗躁动的心呢。哼，让姑奶奶给你控控脑袋里的水。君妻上前拉住萧景明就往外拽。你干什么？放开本皇子！你想以下犯上吗？何君妻，你这是大逆不道！别打脸！姑奶奶，我错了。外面传来儿子的惨叫声，渊正帝心里的那口浊气终于是吐了出来。去，等那丫头打完了，让人把老五丢回府，没有朕的命令，就让他在府里待着。这个五儿子那就是欠收拾，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张开嘴为何慧莹请封的，简直是不知所谓嘛。乾安公府的事情终于是告一段落，闲着没事的君妻又盯上了何慧莹。反正这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就让何慧莹怀个孩子吧。到时候一直没有子嗣的何少锦以为孩子是他的，亲眼目睹他跟何少锦苟且的萧景业还得曲意赠与，而何慧莹呢，必然会以为这孩子是萧景业的，从而做上生下六皇子长子，在六皇子府站稳脚跟的美梦。对了啊，还有那个把何少锦跟何慧莹凑到一起的何少杰，他如果知道了何慧莹有了孩子，也不知道会做些什么。还有一直无孕的罗浅韵，如果无意之间得知这孩子是他男人的，哎呀，这么一想，那可真是热闹啊！说干就干呢，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君妻潜入何慧莹的寝室，用银针给她送了一个孩子。何慧莹最近泛酸恶心，不能见荤腥。有经验的宋倩如怀疑她是有了身孕，请来大夫一查，她果然是怀孕了。这下子侯府可就炸开了锅了。萧景业来侯府查看情况，何慧莹怀孕是他始料未及的，这个孽种那势必是不能留，他要拉拢何少锦，自然是要跟他说清楚。两个人来到了何少锦的书房，一直盯着萧景业的君妻就蹲在外面偷听。你应该知道这孩子不能留，臣明白。何少锦有一些失落，毕竟是求子多年，他的夫人一直没有怀上孩子，这好不容易有了孩子他留不得，搁谁都不好受啊。但他也明白萧景业帮他背了锅，还愿意纳何慧莹为侧妃，本就是萧景业做出的最大的牺牲了。若再想让自己的儿子变成他的长子，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嘛。
你明白就好。少瑾，本皇子不希望因为孩子与你生了嫌隙。君妻一听他们要拿掉何慧莹肚子里的孩子，这眼珠子又转起来了。他可不能白折腾这么一回，可得想个什么办法，让他们不得不留下这个孩子。君妻把二人合伙要弄掉何慧莹肚子里的孩子的消息透露给了何少杰。要说这何少杰那也是一个狠人，于是何少瑾就这么在回家的路上被人给直接废了命根子。何少瑾被抬回了府，曲阳侯哆哆嗦嗦的让人找大夫，宋倩如更是直接就昏了过去。当得知何少瑾这辈子再也不能人道了，罗浅韵哭的是肝肠寸断，简直是生不如死啊！何远威让人封锁了消息，没有外传，现在他不能行人事了，也就意味着何慧莹肚子里的孩子将会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子嗣了。他自然是要想尽办法也得保住这个孩子，为自己留个后了呀。他与何慧莹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兄妹关系还在呢，所以他跟何慧莹的事情不能传出去，否则他就毁了。如今只有求萧景明留下这个孩子了，可若想让一个皇子忍受这么大的羞辱，还是需要有足够打动他的筹码的。何少瑾把自己这些年辛苦积累的所有人脉消息都给交了上去，并且承诺一辈子誓死追随，还有待他继承曲阳侯府之后，曲阳侯府为萧景业马首是瞻。萧景业禁不住诱惑，答应了何少瑾留下孩子的请求，但他表示孩子出生之后不能够留在六皇子府。何少瑾自然是求之不得，想要让孩子回到自己的身边，他多的是办法。何慧莹怀孕的消息本来是瞒得挺好的，但架不住有君妻这么一个搅屎棍在啊！不到一天的功夫，何慧莹未婚先孕，寡廉鲜耻，与六皇子苟且的传闻就传遍了大街小巷。这下可好了，他跟六皇子的名声都没了。萧景业好不容易赢得的好感一下子跌落谷底，他还得捏着鼻子背下这口黑锅，没有偷着腥，反而是惹了一身的骚，那各种滋味也就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了。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放心，离结束不远了。就这么几个仇人，那是真的不够他玩的。到时候你怎么脱身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君妻顶着曲阳侯府大小姐的名头，到时候曲阳侯府完了，他也跑不了啊。这倒是个问题啊，要不然使个办法跟曲阳侯府断绝关系。你想得到容易，大越的规矩，未婚女子是不能单独立户的。你跟曲阳侯断了关系，就成了黑户了。还有，这是封建社会，只有父母不要子女的，可没有子女不要父母的。就算跟曲阳侯断了关系，只要曲阳侯呢找上了你，你依然是他们的女儿，有事还是要出力，不然啊就会被人戳脊梁骨。说就说呗，又不会少块肉。他君妻是怕别人说三道四的人吗？关键是你脱离了曲阳侯府，得有个身份吧？难不成到时候天南海北四处行走，却连个身份证都没有？那麻烦可不小。大不了我让老皇上给我单独立个女户，户口嘛，对于一国之君来说，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啊。七姑娘，王爷说有急事，让您进宫一趟。君妻疑惑，有事找他不会回来吗？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让他进宫啊？带着不解，君妻又来到了渊正帝休息的暖房。这次呢，房间里面多了两个人，谁呀？工部尚书和他的小女儿周清寒。渊正帝看到他还冷笑一声呢，这又是得了什么病啊？玉墨之诡异的看着他，也没有说话。这是咋了？一个个的怎么就这么奇怪啊？咋了？周爱卿，你跟他说说。周尚书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跟君妻讲啊，但他还是听命的把渊正帝欲把周清寒指婚给玉墨之。周清寒却心有所属的事情给讲了一遍。你告诉他，周小姐心仪的男子是谁？渊正帝还咬着牙，特意加重了男子二字。那个与他同行清水县，对他颇多照顾，还在建造上让他受益颇多的君公子。你说谁？君公子。君妻就呆住了。这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啊？周清寒什么时候对他有这样的想法的？他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看出来？不是，那现在怎么办呢？你有什么想说的？自家大外甥的媳妇还没着落呢，他一个女孩子居然先给勾搭了一个，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周尚书父女是一头的雾水，这事儿跟君妻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问他呀？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那什么，那个周小姐，那位君公子不能娶你，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为何？因为我就是那位君公子。周清寒，周尚书，不是，你说啥？君妻从怀里面摸出了周清寒曾经送给他的玉佩，本来君妻带着他呢，是想哪天看到周清寒还给他的，因为他总觉得这玉佩啊有些个烫手。哎呀，
现在看来啊，这感觉着实没有出错呀。周清寒慢慢的从君妻的手中拿过了玉佩，盯了半晌，想到以往他对君公子那股子熟悉感，他眼中慢慢的蓄上了泪水。周清寒哇的一声就哭着跑出去了。现在该咋整啊？周尚书和渊正帝告退，也急忙去追女儿去了。临走之前，他还盯了君妻一眼。你小子给我等着！君妻觉得自己也很无辜，好吗？可是他又有一些愧疚，虽然自己也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似乎好像人家周小姐更加的冤枉。君妻回头找屋子里这深就俩撒气，你们直接跟周尚书父你说清楚不就好了吗？干嘛要让我来把气氛弄得这么尴尬啊？哼，你自己惹的祸你自己担着。他自个儿整的这破事儿，好意思让别人给他处理啊？本王早就提醒过你，是你自己没放在心上。你什么时候提醒过我呀？你不是男人。好，你那时候就发现了呀？玉墨之没说话，默认了。那你怎么不说清楚点啊？就那么不明不白的一句话，那谁知道他是这个意思？当时如果知道周清寒对他有那个意思，那不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局面了吗？都怪这瓶黑心肝的墨水。玉墨之瞥了他一眼，还是没有说话。他就是故意的，让你四处招蜂引蝶，给你个教训，你就知道招桃花的后果了。君妻出宫之后，直接就去了周尚书府，站在门口，他踌躇着要不要进去。他觉得呢，还是得跟周清寒说清楚比较好。可周家人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会不会把他给打出来啊？他也不好还手，就有点丢人。还有啊，他貌似也没做错什么吧，凭什么要挨这个挂落？可是不说清楚吧，又觉得对不住人家小姑娘。要不然等周清寒消消气，冷静一段时间再说，这样会不会显得没有诚意啊？周尚书府的门房就这么看着君妻在门口嘀嘀咕咕的转圈，这到底是进呢还是不进呢？就挺让人跟着纠结的。最终君妻还是怂的没进去，他心说呀，还是过2天再来吧，免得大家火气太大打起来，那就不好看了。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行，都在呢。周小姐别来无恙了，托何大小姐的福，本小姐好得很。这是还没消气，这咋看着火气还涨了呢？这个时候道歉会不会刺激到他，让他更加的恼火？要不然再等2天。那个打扰了，你们继续，我先走了啊。站住，你就这样走了？要不然那还要怎样？别看她也是一个女孩子，但对于哄女孩子这个高难度的任务，她还真的是不精通啊。有句歌词说得好吗？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啊，猜来猜去你也猜不明白。目前她就是猜不到周清寒的心思。请求你们先去逛逛，我跟何大小姐说几句话。周清寒和君妻2个人面对面的站着，大眼瞪小眼。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啊？要说什么呀？君妻很难得的脑子宕机了一瞬。对不起，为什么道歉？我不该以男儿之身跟你过分亲近，让你产生误会。没了？还有什么吗？周清寒这脸又黑起来了。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说清楚？他其实早就不生气了，毕竟说起来，君妻也没有做错什么，一切都是他一厢情愿造成的。只是他也拉不下脸来主动的找君妻讲明白。周清寒以为君妻是不在乎他，所以既伤心又生气的憋了这么多天。那什么，我不是怕你爹娘把我打出去吗？这要是他女儿被一个女扮男装的给骗了心，他能把那人给打残了。换位思考，他觉得周尚书夫妇可能对他也有这样的想法，他是上门求和的，又不是找事儿的，自然是不能跟人家打起来，所以他就等到周清寒出门，才一路的跟了过来。周清寒愣了愣，实在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理由。看着一向天不怕地不怕，都敢跟皇上叫板的君妻，露出了不知所措的样子。你不生气了？笑了应该就不生气了吧。哎呀，这哄女孩子真的是一个特别耗神的活，比打架可累多了。他可得吸取教训，以后可不能再做出这种让人误会的举动了。不过这魅力太大也不全是好事啊。何大小姐，听说你跟何二小姐不和，她即将以曲阳侯府二小姐的身份成为了六皇子的侧妃，你就不想做点什么？我也听说牛小姐心仪沈大公子，不知牛小姐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虏获沈大公子的计划？她们又不是啥知心好姐妹，你瞧热闹就瞧热闹，对脸上来八卦那就不对了。我去，果然是跟传闻之中一样的难相处，也不知道周清寒是怎么跟他相交的。周清寒有一些想笑，牛青青的性子直，君妻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这俩凑在一块儿没吵起来就不错了。妹妹，你们怎么凑到了一起？沈某的二弟跟人约好来踏青，路上遇到了何四少爷，来这里呢又碰到了五皇子一行。那可真是够巧的哟，牛小姐也在啊。不会是知道沈大公子在，特意来堵人的吧？钱公子慎言，青青昨日就与小女二人约好了，钱公子随意妄言，还拿女孩子的名节开玩笑，实在有违礼数。开个玩笑嘛，
周小姐何必较真呢？嘿，再说咱们京城谁不知道牛小姐心悦沈大公子？我这也是看他们一直没什么进展，想帮帮忙罢了。钱公子，孙钱家人私德有亏，今日钱公子真正让沈某见识了这传闻的由来。钱公子这如父如班，飞短流长，客语而言，莫不是家学渊源？啊，得，我说错话成了吧？你瞧瞧，这还没过门呢就护上了。看来沈大公子对牛小姐也不是毫无感觉的嘛。行了，你少说两句。是，五皇子殿下。妹妹，我怎么觉得这个姓钱的在故意拉仇恨啊？哟呵，他这四哥开窍了，这可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四哥你好聪明啊！何四少这是在看大家的热闹吗？这钱公子就说错了，本少爷只是在看你一个人的热闹，跟大家可没关系。谁让这里就你上蹿下跳的，跟吃了药的家雀似的，叫唤个不停了。军妻立马又给了何少康一个肯定的眼神，瞧瞧，这就是赞扬的力量啊！收到自家妹子鼓舞的视线，何少康下巴都扬起来了。沈晨阳兄弟跟周清寒三人都有一些忍俊不禁，这二位不愧是亲兄妹，嘴是一样的毒啊！在何四少和何大小姐面前，本公子这点热闹可不值一提。好说，钱公子知道自个儿什么东西都不是就成。何少康，你一个京城有名的纨绔，带着一个声名狼藉的连大街上的狗都嫌弃的妹妹，若不是我们大度，你们又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这种人站在一起？敢说他妹妹狗不理，这姓钱的不想要命了。就在萧景明意识到不妙的时候，何少康已经撸起袖子就朝着姓钱的公子面门给了他一拳。啊！这一声只是开始，接下来何少康骑在钱公子的身上就是一顿疯狂的输出，把钱公子揍的是嗷嗷直叫，毫无还手之力。以往在军妻面前，何少康就跟个傻狍子似的，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识到何少康发狠的一面。不得不说呀，这小子这血性的一面还挺帅的。军妻看得很开心，其他的人呢却都是傻了眼。还不把他拉开！我看谁敢！这嘴贱的玩意儿何该收拾！你们要是敢拉偏架，先过了本姑娘这一关再说。萧景明吓得连忙往后退了2步，别人不知道，被打了不止一次的他，那还能不清楚这臭丫头的厉害吗？他们就是全绑在一起，那也就只能是被血虐的份儿。胡皇子，我说你是不是在府里待得太舒服，想再被官些时日？带这么个贱货四处招摇，你是真嫌自己不够招人嫌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姓钱的一看就是故意给你拉仇恨的，你怎么就一点都没察觉出来呢？你说他是故意说那些话的？我问你啊，他刚才那番话得罪了几家？牛家、周家、沈家，再加上曲阳侯府，这几家在京城那也是排得上号的。这姓钱的是傻了，上赶着给自己拉这个仇恨呢。他可是你带来的，他这行为你让别人怎么想？怎么想？当然是五皇子默许或者授意的了呀。谁都知道姓钱的那可是五皇子的人，即便不是五皇子的意思，五皇子没有加以阻止他的行为，就是对他们这几家的不尊重，甚至是挑衅。即便大家看透了姓钱的有意帮萧景明招灾，但萧景明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么蠢钝的人有什么值得别人跟随的？萧景明想通了关键，看着被揍得不成样子的钱公子，脸色黑成了锅底。这小子为什么这么做？难道是投靠了别人？妹妹，他不动了。这姓钱的该不会被他给打死了吧？他小心翼翼地探了探姓钱的鼻息，还没死啊，还好，不然他的麻烦就大了。来人，把他给本皇子带回去。他倒想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在背后算计的。妹妹，这姓钱的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吧？没事儿，就算五皇子不顶事儿，不是还有曲阳侯给咱们顶着呢吗？被背叛的萧景明可不会轻饶了那个姓钱的，就算萧景明摆不平姓钱的也伤不了他们兄妹，大不了就是钱家出面找他们老子要说法呗，有事儿就老子带其劳，就让何远威去跟他们玩去呗。众人无语。不是，摊上这么一个随时随地都能想到他的闺女，曲阳侯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何少康现在那可是一个妹妹奴，妹妹说什么那都是对的，妹妹说没事那就指定不会有事。发生了这种事儿，众人也没有心思再继续的踏青赏花了，大家各自散去。周清寒跟军妻说开了之后，两人有的时候呢约着喝个茶聊个天，相处的倒是不错啊。丢钱了，脸这么丧。唉，军妻，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有些多嘴多舌？为什么这么问？青青一直喜欢沈大公子，他的心意满京城都知道，我觉得这样对他不好，毕竟女孩子的名节很重要，万一他最后跟沈大公子没成，哪个高门府邸还愿意娶她为妻啊？所以因为你的话不中听，他就跟你闹翻了。周清寒看了军妻一眼，他发现军妻是真的很聪明，话都不用说完他就知道结果了。你怎么知道我们闹翻了？上次我见那位牛小姐就看出来了，她的性子冲动，而且一根筋，不是个能听劝的人。她喜欢沈晨阳闹得满城皆知，你指她脸上否定她的一腔爱恋，她能不跟你急吗？
说不定她还埋怨你这个姐妹不懂得体谅她，跟着别人一起嘲笑她呢。周清寒，行吧啊，说的好准呢。牛青青还真就说过这话。哎，别想那么多了。作为姐妹，你劝她两句也算尽了姐妹的情谊，听不听的在她自己。总之你问心无愧就行了。你难道不觉得青青她这么喜欢沈大公子，我作为朋友应该跟她站在一处，想办法成就她的良缘吗？牛青青就是这个想法。牛青青觉得既然是姐妹，就应该理解她，帮助她，而不是泼她的冷水，打击她。那你觉得沈大公子是她的良缘吗？周清寒沉默了。其实他觉得他们并不合适。瞧，你自己也说服不了你自己不是？沈御史是言官，监察百官的同时更得以身作则。他们家的家教甚严，而沈晨阳身为长房嫡长子，沈御史寄予厚望的嫡长孙，将来肩负的是整个沈家的重任。他的夫人必然是要经过精挑细选、谨言慎行，能撑得起门楣的优秀女子。牛青青说的好听点叫不拘小节、敢爱敢恨，说白了就是头脑简单人还犟。他可担不起身负主母的重任，所以沈家人绝对不会考虑牛青青。而且牛青青一看就是从小放养的，别看他现在脑子热的自认为对沈晨阳一往情深，沈家那苛刻的规矩他未必受得住。他们俩的三观不同，接受的教育也不一样，即便走到一起也是苦多于乐。周清寒愣愣地看了君妻半晌，咋了？我说的不对？你说的很对，只是他没有想到君妻能够把事情分析得如此的透彻。这个在建造上让他受益良多的女孩，真的是让他又爱又恨。恨他为什么就不是男儿身呢？上午带着招财出门逛街的君妻找了一家高大上的酒楼吃饭，他现在不差钱了，所以花钱也就随心所欲了起来。当然了，他大方的也就只针对自己，对于别人那还是能抠就抠，能薅就薅，下手完全是不留情面。哟，何四少您来了，快楼上请。妹妹，你怎么在这儿？你这不废话吗？当然是吃饭呢，这还用说吗？你这是又约了狐朋狗友？不是，是沈家大公子请四哥喝酒。他为什么请你喝酒？妹妹，我跟你说啊，前几天四哥不是去听曲儿吗？正巧碰到沈大公子在那会友，后来他的友人走了之后啊，那个牛小姐就凑了过去。君妻一听有八卦，眼睛突的一下就亮起来了。后来呢？后来也不知怎么的，我看沈大公子跟喝醉了一样，脚步踉跄，身子东倒西歪的，被牛青青和他丫鬟扶着走，我就多了个心眼儿跟了上去。妹妹，你猜怎么着？何少康那表情，别提有多亢奋了。那个牛小姐啊，居然把沈大公子扶到一个厢房里，然后让他的丫鬟推了出去。我一看就知道那个牛小姐要对沈大公子图谋不轨，于是我就装跑堂的敲门进去，把牛小姐打晕，然后把昏昏沉沉的沈大公子给拖了出来。走，咱们去楼上说。君妻站起来，拉着何少康准备去看沈晨阳的热闹，跟在后面的招财眼睛都要翻出来了，人家差点被算计了，他这幸灾乐祸的是有钱拿呀还是咋地啊？等在包间里的沈晨阳见到跟进来的君妻，脸上有一瞬间的不自然，这家伙不会是知道了他差点被牛青青算计的事儿了吧？他会不会到外面给他宣扬一下，让他出个名啊？沈晨阳对于君妻的人品那实在是没什么信心。几个人说说笑笑，君妻调侃了他几句，也没有说什么让人难堪的话。沈晨阳松了一口气，其实君妻主要是过来蹭饭的，看热闹只是其次，所以沈晨阳的担忧是有一些多余的。沈大公子，你听我解释，我那天只是一时糊涂。牛小姐，沈某想家中长辈已经跟牛小姐说得很清楚，还请牛小姐自重，莫再打扰沈某。出了这种事儿，沈家自然是要跟牛家交涉的。沈御史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牛青青的父母，警告他们约束好自己的女儿，并且言明沈家是不会要牛青青这种寡廉鲜耻的女人当儿媳的。即便牛青青算计成功了，大不了一顶小轿抬她到沈家做妾，反正沈家也不损失什么，就当养个闲人了。意思就是牛青青想要嫁给沈晨阳做正妻，那门儿都没有。